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鱼儿的平台。那我今天主要来教大家怎么样制作一个产品定制的网站。那这个网站它不仅可以用来设计我们的 T 恤，还有我们的各种卫衣，这些什么手机壳、各种杯子、帽子、各种包包等等。那么这个网站里面它包含了一个专业的按需定制网站需要的所有功能。比如说你还可以知道什么叫做按需打印。那么这个我们有一个商品，它上面没有任何的 logo， 我们可以给它打印一些这些文字也好、刺绣也好、图案也好，可以直接给它放在我们的衣服上面。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了解这个按需打印，大概我刚才给大家解释的，就是顾客他会上传一个照片进入到我们的一个电商网站里面来，他会把他想要的一个图片上传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那我们就可以接受到它的图片。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将这个顾客的这个需求把它印刷到比如说杯子上面，或者 T 恤上面，或者帽子上面、床单上面、包包上面等等，也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模式。它可以看到把这些相关的图案印在衣服上面、包包上面，也可以把这些形状给它印到衣服上面。衣服的颜色也可以有不同的颜色，可以在这个衣服上面可以看到这里选择模板，你想把这些给它印刷到你的衣服上面都是没有问题。这儿比如说我随便点一个就把它上下左右，我们还可以来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设计，加入一些素材或者图片。那么我还会教大家怎样导入成千上万款已经设计好的一些模板、素材的图案，以及什么剪切画这些形状等等。那么开始之前带大家一起看一下我们今天做出来的网站，它大概率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么我们的网站看起来非常专业简单，这个网站也不需要把它弄得太复杂，一目了然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首页，那首页可以看到在顶部有我们的商店，有关于我们联系我们，还有一个订单查询。在左边这里是我们的网站的一个 logo， 你可以把这个 logo 换成你自己的 logo。中间这儿就是我们的一个导航栏，右边可以看到在这里还有一个加入购物车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清单，还有一个收藏按钮。那么它就涵盖了我们整个按需打印网站需要的所有功能。今天我就会来教大家怎么样来完成这样的一个网站。首先可以看到，首先是我们的首页，这上面这个就是我们首页的一个轮廓图，这儿有一个马上定制的这样的一个按钮，你点一下它就会跳转到我们的商城。我们商城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它会上面会有一个标题栏，后面也有一个相当漂亮的一个背景。那么这个背景怎么设计的？今天我会教大家使用 AI 的技术，都是一些非常新的技术，大家一定要仔细的把这个视频看完。第二个部分我也会简要的告诉大家我们的网站是怎样运行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流程。比如说我们提供印花的服务，比如说我们提供定制打印、处理、专业包装，再把这个产品邮寄给我们的顾客，那就是我们中间的这个区域，大家可以看到。再往下就是我们的核心部分了，我们的一个热销产品，你可以选择任意的产品，提供照片，我们接到照片之后就可以把这些对应的图案给它印到对应的产品上面去。比如说我们的 T 恤，那下面还会有我们的一个价格，那这个价格你可以自己来定。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件需要按需打印的一个商品，那这个顾客他可以直接点击进来。进来之后可以看到顾客他可以选择他想要在上面印什么，在左边可以选择，当然他也可以选择颜色，比如说他想要绿色或者想要紫色的，这里可以选颜色，他也可以选择想要几件。那接下来就是一些，这边有一些，这里是一些图像，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模板，他是想要在这个上面印字母，还是想要在这个上面印图案，包括这些字体可以看到每个区域都是可以修改的。那么这价格我们都可以自己设置，当然这里印的图案不一样，它的收费可能也会多少有一点不一样。那么 T 恤大概多少钱？这上面我们也大概能看到，在左边可以看到有我们非常多的一些模板，各种客户他还可以自己上传图案，把它放在这个 T 恤上面。这边还有一些形状，也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衣服上面。那这上面其实你可以任意的去修改它，这些颜色，比如说这里颜色你点中之后，这边左边比如说我想给它整成这个颜色的，这个亮色的也是没有问题，这每一个颜色都是可以改的。点击左边这儿，我给它弄成一个红色的，这样这整个都是可以设置的。不要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把它删除，删除了之后比如说我想
弄一只猫猫狗狗，或者弄一些这些可爱的图案在上面，可以看到也是没有问题。那么这儿你还可以把它放大一点，也是上下左右都可以挪动。弄好之后就可以这里直接点击上面的加入购物车，在这里去点击立即结账就 OK 了。顾客付款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可以查看到购物车的一些详情。那么这里也会教大家如何设置一个税费。那顾客在下单的时候，他就会直接把这个税给加进去，他可以通过 PayPal 或者通过我们可以看到来到结账页面，顾客他可以通过 PayPal 或者通过微信或者通过支付宝来进行一个付款。那么这些付款方式其实都是调用的是思翠普的一个收款的接口，是一个非常主流的收款方式。如果说你要做跨境电商，你要做独立站进行收款，那么这个网站就一定要这个网站翠普的账号，那你一定要有一个。在视频的中间部分，我会告诉大家怎么样来注册思翠普的一个收款账号，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建议大家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一定要把它看到最后。当顾客付完款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去收到买家的一个订单，进行产品的一个印刷发货。那在后台你可以看到这个买家的一个详情，或者说买家他想要知道他的这个商品在什么位置的时候，他可以直接点击我们上面菜单栏的这一个订单查询，他可以在订单查询里面输入他的一个订单 ID， 或者说输入邮箱号来查询他的一个订单。这里如果说你已经有一批已经设计好的商品，那么你可以直接到这里来上架。同时，那么这批商品你可以看到就像我的这个手机壳一样的，那这个商品上架进来，顾客他是可以直接加入购物车买的，相当于让我们拥有了这个网站，同时你可以拥有这个网站，相当于你同时具备了定制和普通商品的一个两大功能。那接下来这个顾客他在商店里面，他可以通过在旁边的搜索价格，或者说搜索产品的一个类别，来找到他想要的一个商品。OK， 这里废话不多说，接下来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制作，来教大家来搭建一个专业的一个网站。那么这儿我用到的所有相关的链接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建议大家我讲到哪一步你就跟上我的步伐。那如果说你想看更多的其他的网站搭建，你可以在小鱼儿的首页在这里搜索，比如说搜索一个电商网站搭建，你可以在我的首页搜索，那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电商网站的一个搭建，都是一些零基础的教程，非常适合我们的新手朋友。这儿呢，喜欢我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OK， 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了。在开始之前，建议大家把我的这个视频收藏起来。那这个视频会很长，大家一次性看不完的情况下，你可以把它收藏起来反复观看。你可以订阅小鱼儿的频道，把它分享给你身边的想要做网站的朋友。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一个教学了。那首先一个，我们要搭建网站，通常它会有3大要素，分别是域名申请。那这个域名申请，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如果说你有一栋房子，你需要挂一个门牌号，那么这个域名就相当于你的门牌号一样，那别人可以通过这个门牌号找到你的家。我们的网站也是一样，别人可以通过这个域名找到你的网站。就比如说小鱼儿的一个油管频道，大家可以通过我的一个视频左上角的这里 YouTuber 的一个小鱼儿，这里你可以通过这个链接来找到小鱼儿。这右上角的这一串英文字母，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域名。每一个网站都有它相关的一个域名，比如说这个速卖通上面它也是有一个域名，包括谷歌上面可以看到它用它的 logo 来做的一个域名。那大家可以直接输入这个域名来进入到谷歌的网站。那第二个就是一个主机租用，主机就类似于我们要租一块地。第3大要素就是网页设计，那网页设计就相当于我们搭建房子。那首先有了一块地，那我们才可以在这个上面去搭建房子，我们的一个网页设计。那我们的主机就专门拿来承载我们这个网页上面的图片、文字以及视频等等。简单的说，它就是来装我们的上面的一些文件。那我们的网页设计搭建房子，这里我们会使用到 WordPress。那这个 WordPress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款非常知名、非常老牌的一款开源软件，就是专门拿来搭建网站所用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一个 APP。
接下来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我们的一个网域，我们的一个域名申请。那这里域名申请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域名取名。那这里可以看到 WordPress 它就是用它的一个品牌来制作了这样的一个网址，一个域名。在这里我们选择一个域名也有几个小技巧给大家分享。很多人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去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名称来把它作为我们的一个网站的一个域名。首先第一个就是简单好记啊，你千万不要把你的一个域名整得太复杂了。比如说就像这样子的，如果说你的域名整的这里一串，人家读都读不明白，那太复杂了，别人可能连搜都懒得去搜。那第二个就是品牌名称，那你是做什么品牌，你是卖什么产品，你主打是做什么产品的。比如说就像华为，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这里苹果手机它就是一个 iPhone， 它就是这个非常的简单。这个就是我们鼠标回到左上角，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域名，我们也称之为网域。那它就是用它的品牌作为一个域名。那第三点，可以用你的服务或者说跟你的产品相关的来取这样的一个域名。那么你想要主力推广的这个产品有关，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你的一个域名名称也没有问题。就像是台湾知名的一个网络书店博客来，那它的域名名称 books.com， 这个它就是用它的提供的一个服务项目，一个卖书，那它就用它的提供的服务去申请的一个域名。那还有一个跟产品相关。第四个，用这个.com 优先。那因为现在我们不管你去搜索什么网站，它的一个使用习惯，它最后面都会打一个.com。那么大部分的人想到的网站都会想要用.com 的一个用法，绝大部分的一些知名的品牌，我们就这里还是用这个看这个苹果，那它都是后面用的是一个.com 的一个域名。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WordPress， 它后面用的都是一个.com， 这个也是大家搜索的一个习惯。当然这里域名它的后缀这个.com 只是它的一个后缀，我们想要去申请一个域名，记得我们一定要用这个.com 来作为一个后缀去做我们一个网站的取名。但是可能在这里，因为现在的网站多如牛毛，太多了，从古到今，以前到现在，很多这种.com 的一个网域它已经被注册走了。其实现在有很多名称了，你想要，但是你呢已经注册不到了，那你就可以换一个后缀名的部分，也就是顶级域名的部分。那你可以选择你能够自己喜欢的一个域名名称。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顶级域名后缀排名榜，注册很多都已经好的都已经被注册去了，可能有的你想注册已经没有了。那可以看到这里一个.com， 它的全球注册量是2.9个亿。那这里它也可以注册公司，也可以用于一个商业组织，也可以用于个人的一个注册。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个.cn，这前面这两个可能是大家呢经常会见到的，但后面这些网站的一些域名后缀大家可能都不常见，比如说什么 org.uk， 比如说 co 或者说 ws， 那这些域名它都不是人们常用到的这个域名，所以我们这里尽量就去选择这个域名后缀.com。第五个，不要用中文，大家可能在搜索的时候，那你没有看到过哪一个网站里面它的网址里面显示的是一个中文，那是没有的，基本上可以看到了都是显示的一个英文，所以这里我们是不能用中文去申请这个域名，因为现在输入英文是大部分人的一个使用习惯，所以我们的域名是不建议你去用中文去做命名。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主机租用。主机租用我们通常是有几个要点，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公司规模，尽量选择经营时间比较长的。这比如说这个 Hostinger，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时间2004年到2025年，大家可以算到中间已经过了多长的时间。我们尽量选择这种经营时间比较长的一个主机提供商，并且它的曝光公司的规模比较大一点的这样的一个主机提供商，它是比较安全的。我们的网站放在他们家的提供的主机，我们也会变得非常的安心一点。另外一点，我们要注重这个主机的速度和它的一个性能，就会大家可能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这里打开某一个网站，那么这个网站在这里半天转不出来，那这个它的运行速度就非常的缓慢。那可能当有人搜我们网站的时候，那这里半天都进不来，人家可能就直接点这个叉呢就离开你的网站了。所以运行的一个速度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是一个正常运行的时间。
简单来说，就是你的网站是否能持续在线上去做一个运营。接下来一个方案，它的一个价格，它的性价比怎么样，它的一个收费怎么样。第5呢，就是一个自动备份功能。那除了这个主机端它本身的一个自动备份功能，再加上一个 WordPress 它本身就有一些自动备份的外挂，就是一些插件，那你就能够做到一个双重的一个备份功能。那最后一点就是一个24×7的一个客服服务。那么有没有提供全年无休的一个客服服务，让我们在有事儿的时候，需要帮忙的时候可以寻求到资源。接下来就是一个网页的设计。那网页的设计就相当于搭建房子，比如说他给了我们一块地，那这个地要建房子，我们该怎么建，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这里也是一样，我们有主机，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装修，把你的这个页面，你要想把它装修成什么样，可以看到你想把它装成什么样，这里面你想放什么文字，放什么内容，这个都是需要我们自己来决定的。这里我们选择搭建网站的一个软件，我们选择的是这个 WordPress 这款软件，相信很多人搭建网站的人都有听过它。那目前它也是全世界超过非常多的，可以看到受到全球1.6亿人的一个信赖。基本上现在很多的网站它都是使用这个 WordPress 这款开源软体去搭建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使用这个 WordPress 来搭建它的一个优点是什么。首先一个就是完全自主权。那 WordPress 它是属于完全开源免费的一个软体。那简单来说，你的这个网站里所有的任何的资料，比如说后面的我们的一个会员资料，或者说核心程式，全部都是你自己拥有的。你并没有把你的网站依附在某个平台上。比如说国外知名的，就像这个 Wix， 它也是可以在上面架设网站的，也可以在上面搭建网站，但是你的网站跟这个网站它是一个同生存的，大概意思就是这个样子。但是 WordPress 是不一样的，它是完全自主权。第二个就是全球庞大的一个生态圈，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有成千种主题跟上万种插件，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外挂，并且它还有世界各地的一个丰富的一个社群，能够帮你解决问题。再一个就是用这个 WordPress 来自驾多种网站类型，你可以建多种类型的一个网站。那么怎么样搭建网站，就如同我刚才第2点给大家分享的一样，它有各式各样的，里面有各种主题，我们的一个外观，那并且它还有各种插件，可以满足你的任何的一个需求，它这些插件都可以帮你实现。这样一来，你可以自由的控制你网站的一个预算。WordPress 的它本身核心软体它是免费的，所以如果你今天预算有限，基本上你也只是需要负担每个自己搭建网站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开销，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主机和一个域名，这个是搭建网站必备的。这个就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开销，就是一个域名和虚拟主机的一个部分。WordPress 它的里面的主题还有一些插件，很多是属于一个免费版的，里面有免费的，当然也有付费的一些插件，你尽量可以去选择一些免费的，最少的一个预算去完成网站的一个搭建。接下来一个 WordPress 它未来的一个更新维护和改版非常容易。那 WordPress 它的开发者会定期进行一个软件的一个更新，还有维护和改版的一个动作。那这里它也是有一个无限的一个发展空间，因为 WordPress 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庞大的一个社区，有很多开发者，他们都相继投入到 WordPress 的软件开发上，所以它的一个发展潜能还是非常强大的，它有无限的一个发展空间。OK，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主机。首先一个在这里我推荐的主机就是Hostinger 主机，那它有些什么特色？首先一个，它的主机速度快，关注过小鱼儿的都知道了。那我用 WordPress 已经搭建了很多网站了，比如说电商网站，比如说品牌网站，又比如说商城网站，还有一些博客网站等等。那么有想要搭建网站的朋友都可以订阅我的频道。那用它是因为它确实它的速度还是非常快，那这个主机的一个速度其实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Hostinger 它这里可以看到它的速度、可靠性、效率，本地数据中心遍布世界各地，那无论你身在何处，你的网站都将自动连接到我们全球网络中最近的一个数据中心，无需额外费用即可获得更高的一个效率。你不管来自哪个国家哪个城市，那么它都会调取最近的一个数据中心。
那第二个，它的特点就是全速前进，不惧流量的一个高低。那么无论网站流量巅峰有多高，你都可以享受到最短的一个响应时间和更快的网页加载速度。这里 Hostinger 的一个相关链接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大家可以暂停视频打开，可以来一起看一下它的主机的一个速度的一个体验，它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一个使用者。那么如果说你的访客他能轻松的搜索到他想要的东西，他能快速的给出数据，也能给这个用户一个很好的体验感，并且它是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正常运行时间。那么你可以看到你的网站日夜不停的保持工作，我们保证99.9%的一个正常运行时间，这个意味着你的网站始终可用。那么它能保证到99.9%的一个正常运营时间，那这个其实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数据了，只差0.1就是一个100%。另外一个，它的一个安全性高。那它的一个正常运行时间，如果说你有几个网站同时把它打开，它基本上还是可以快速的帮我们打开我们的几个网站。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安全性。那么很多搭建网站的朋友相信都用过 Hostinger， 它的一个安全性还是非常值得信赖的。第三点就是一个费用评价。那我们要考虑到它的一个价格的问题，因为有很多新手你都可以用这个 Hostinger 来搭建网站，它里面有一个 AI 建站，那么你只需要输入给它一个提示，它就能自动帮你生成一个网站。这里之前小鱼也有给大家分享过，这里快速低成本的完成一个 Hostinger 的 AI 建站，这期视频感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一下，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上方的右上角，并且它有提供一个每日自动备份。这我们可以来到这个 Hostinger 的这个页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一共有3个套餐。这里第一个套餐我们可以直接忽略，第二个套餐是每日备份，第三个也是每日备份，肯定是必须要有的。再有，它就是提供全年无休的客服服务，每天是24小时全天候提供帮助。并且这个 Hostinger 它非常受到大陆人的一个青睐，因为它有一个中文客服。我们鼠标回到右下角，在这里你可以直接输入你的中文，它收到了会第一时间对你进行回复，并且它还有一个优势，它可以用我们国内的支付宝进行一个付款，我们付款是无忧的。你有任何不满意，你购买了之后，它可以看到无风险尝试30天退款保障，它都可以在30天之内，你都可以选择退款，所以大家可以来没有主机的朋友可以来尝试一下。如果说你是新手第一次搭建网站，那么你来使用这个 Hostinger 来去搭建网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我也会把 Hostinger 的一个相关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那你现在使用 Hostinger 使用折扣链接，最高可以享受75%的一个优惠。当然它的活动不定时会更改，可能你今天看的是优惠这么多，那么你下次看到它的活动可能会有一些变动，所以它的一个优惠是不一样的，并且你购买1年以上，它会直接赠送你1年的一个域名使用权。这个是它目前的一个活动。接下来我就这里来给大家看一下这里 Hostinger 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购买主机的一个流程。这里相关链接大家在描述栏可以打开。那现在可以看到最高可托管最高可以享受75%的一个折扣。现在这个优惠折扣的幅度还是挺大的，所以大家务必要把握好这个机会。这里可以直接打开描述栏的链接，在网址中去把它打开。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你进来之后这里出现的是英文，我们鼠标回到右上角这里来，你可以看到它全国的主流的语言都支持，你可以选择一个语言。在这里比如说我选择中文，接下来就可以看到这里域名1年以上免费域名，免费的网站迁移，全天候的一个客服支持。我们就点这里现在开始，它会给我们3个套餐的一个选择。这里我就直接把第一个给它 pass 掉，这第一个我们就直接不看它，因为它没有一个每日备份。那我们重点可以看一下后面2个选择。第二个，它是一个 Base Max 的一个套餐，是一个商业的一个套餐。可以看到鼠标往下拉，你可以看到它可以搭建50个网站，它有50GB 的一个储存空间。这个我这儿也不太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想要搭建一个专业的网站，特别是要做跨境电商的朋友，我个人建议你选择第3个套餐，因为第3个套餐它有一个专业的 IP 地址，第2个没有，第1个也没有，第3个它就有。前面它是一个 IP 地址，共享 IP 地址，大家可能很多人同时用一个 IP 地址，所以如果说你想要
对你的网站要求更高，建议大家考虑第3个套餐。在这儿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在里面搭建100个网站。前期我们新手朋友可能你的20个网站都是属于练手的，不合适你可以直接删掉。这里100个网站我们都可以任意的搭建。那它这里有100GB 的一个储存空间，并且1年以上的域名，购买1年的主机，它还有一个免费的域名，它还有200个邮箱可以免费使用1年，有一个免费的 SSL， 一个每日备份，就是一个免费的 CDN。 那这个 CDN 可以加快我们网站的速度，前面给大家分析过了啊，网站的速度是至关重要的。可以看到第一个连免费的 CDN 都没有，所以我们直接 pass 掉。它与第2个套餐唯一不同的就是有一个专用的 IP 地址，并且还有一个优先支持，你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你是可以得到优先的一个支持。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击这里选择套餐，这又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接下来我们可能就面临着选择它的一个周期。那么做网站大家都知道，你做的越久，可能你的网站才会被谷歌收录。不是说我们做网站不存在你做1-2个月是没有意义的，你做肯定是至少3年5年这样子做。所以这里直接就建议大家来选择一个48个月。那么你购买的周期越久，它的一个价格越便宜，并且它的续费价格越便宜。不信这里给大家看一下，48个月它是58.99，续费是146。那么我们看一下1个月的，它的价格直接是204，并且续费价格也是204。那我们再看一下1年的，它是73，我们刚才看了48个月它是58.99，这里就整整贵了接近21个月，并且它的续费价格也要189。那48个月的续费价格只需要140多，所以这就是一个区别，你买的越久就越划算。建议大家可以按照这个48个月来买，并且它会赠送你1年的免费域名的一个使用权。那第2年如果说你的网站经营的挺好，你直接续费就可以了，它还额外再加送你3个月的一个主机的一个使用权，48加上3刚好是51个月。那么这儿可以看到，大家也不用担心时长的问题，你用的不顺心，30天之内你直接去选择退款就可以了。这里你可以看到48个月才2800多块钱。接下来我们这里点击一个继续，接下来就填一下账单地址，这里你如实填写就行了，来自哪个国家填写一下。后面它有一个订单目录，你的整个订单的一个详情，那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48个月它的价格是2800多，每日备份送的，3个月额外的它也是赠送的，域名的一个隐私保护它也是赠送的，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2800多，非常的性价比非常的好，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这里直接点击一个继续，银行卡，第2个你可以用你的一个 PayPal， 那这儿就选择一个支付宝就可以了。我们这里直接选择支付宝，那你可以看到这儿它有一个支付宝的一个 logo， 我们就直接点一个提交，然后再点一个继续。接下来拿出你的手机支付宝，打开支付宝的扫一扫，来扫码付款就 OK 了。付款成功之后，接下来我们来到首页，用你刚才注册的账号来去登录一下就可以了。我们点击右上角去登录，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它会直接带我们来到我们的一个后台，它会带你来到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第一次进来你可能要设置一下，比如说你要对你的域名进行一个设置，你要去挑选一个域名，你要去思考你要用什么来作为一个域名。那这域名前面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了，就不再过多的解释。你要去想好你的一个域名的一个字母，那你要去设置一下。接下来如果说你的后台它显示的是英文，我们鼠标移到右上角，这里有个账号，在下面有一个语言，你就把它切换成一个中文就可以了。那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第2个选择网站。那在这里呢，你会看到一个网站列表，那么你建的所有的网站就会在这个中间这个位置出现，这就是你搭建的所有网站。你可以选择在这里添加网站，你也可以选择把之前搭建的网站，在下面可以看到后面有3个点，直接把它删除也是可以。这些网站如果说你不想要，你就直接点击这里一个删除键。这里我们是要搭建网站，我们就直接选择这里一个添加网站，这我们就直接选择我们会用到 WordPress 去建站。当然如果说新手朋友你想要更简单，你可以去选这里 Hostinger 的一个 AI 建站，给它一个标题，它就可以帮你生成一个网站，同样你去更改一个内容就可以了，也
比较的简单，很容易就上手了。这儿我就教大家用 WordPress 来搭建网站。那进来之后，这里首先你要设置一下语言，同样这里是 WordPress 的一个管理语言，这里有个倒三角，那么你可以找到你的相关的一个语言。这儿我选择中文，输入一个管理员的一个邮件，电子邮件，再输入一个管理员的密码，这个就是我后面我们要登录 WordPress 需要的邮件和密码。你的密码可以按照下面这里这几个要求来去设置这样的一个密码，设好之后我们就点击下一步。接下来你要选择你的一个搭建网站的方式，它这里有使用 AI， 也有一个预设的网站和主题，它会给你这个主题，这里我们都不需要，我们选搭建空白网站。接下来这个地方就非常重要了，你要把你的一个域名给它进来。这里你可以看到它说申领免费域名或者购买新域或确认你持有的一个域名，你还可以为任何已发布的网站创建免费的子域名。这里你去如果说购买了1年的主机，那么你就去领一个域名，去把你的域名想出来之后，把你的域名填在这里。比如说我在这里输入一个小鱼儿，这下面就会出现很多小鱼儿的一个域名就会出现。那它的结尾之前给大家看过，我们要选择这个 COM 结尾的，尽量选择这种。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上面都是一些什么小鱼儿什么 ART， 那这些它都不是非常好的，那证明可能这个小鱼儿点抗后面的后缀已经被占用了，已经没有了，那就只能选择其他的。后面你可以看它域名的一个费用，如果说你已经有域名，直接输入你的域名就行了。下面是这些你可以选择进去买的，有便宜的有贵的，可以看到这个域名是500多美金，这个价格是有点贵。如果实在还没有想好的朋友，可能你还没有想好，那么你就可以直接点这里使用临时域名。接下来可以看到它就正在帮我们安装 WordPress。这儿喜欢小鱼儿的记得来订阅我的频道。这个视频会有点长，建议大家收藏起来，可以反复的观看。这儿大概需要等待个2-3分钟。OK， 那这里可以看到了，已经安装好了。这是一个 Hostinger 的这个后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 WordPress自动的安装好了，然后它也会自动的跳转到我们网站的一个后台。那这里你可以看到，有时候它跳转的是这个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这里我们需要把它切换一下，进入到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这里鼠标可以看到，这里有个仪表盘，我们点一下。那么这个时候来到的才是真正的这个是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因为我们搭建网站，可能你不是1-2天就把它建好了，你可能会花上几天。可能边做边停啊。那下一次我们进来的时候，那么我们该怎么进来？这儿给大家讲2个方法。首先一个，你可以在鼠标回到顶上，在这里你可以把顶上的链接网址把它复制一下。复制好的网址，你可以把它保存在一个文件夹里面。比如说我这儿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桌面端这里点一个新建文件夹，这就是网站网址。 OK， 那这儿我们就把这个点击打开，把这个网址给它存进来。那么这儿我们要创建一个文本的，把它放进来。那你一些重要的信息你都可以把它放进来。出去的时候记得这里左上角有个保存按钮，把它保存一下。下一次当我们要进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点开这个，把这个网址给它复制一下。我们在这上面打开一个新的链接，把它粘贴一下，那么就直接带我们来到这个后台了。这是进来的一个方法。那还有一个方法呢，我们鼠标还是回到顶上，这里你可以看到，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的网址的后面给它输入一个 wp-admin， 输入它也会自动的跳转到我们的登录页面。这儿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它复制下来，同样你也可以存在这里。那有的时候可能你长时间没有进来，那你这里进来的时候，可能它的一个邮箱已经退出去了。我们刚刚在注册的时候有输入一个邮箱，到时候如果退出了之后，你把你的邮箱输入来登录一下就可以了。也可以直接用你的用户名和你的密码直接进行一个登录。登录它也是可以来到我们的网站的一个后台，因为这个后台我们随时都要用到，所以说我要教了大家怎么样去保存我们的后台的一个链接地址。好，接下来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网站后台的一些基础的功能。比如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是一些功能，我们网站常见的一些导航栏。顶部这里可以看到，这儿是你的一个域名，我们这儿可以点击查看站点，是我们网站的域名。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网站首页它就是这个样子的。现在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过没关系，等一会儿我们就去把它制作完整。这里我先给它关掉。顶上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个 Hostinger， 那这个它不是我们网站的真正的后台。那么我们网站的真正的后台就是从这个仪表盘这里开始。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你点了仪表盘之后，它这个页面会显示一些广告，显示一些内容。
看起来呢有一点乱，那么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右上角，在这儿有一个显示选项，这里我们点一下它。那么我们把这些勾全部给它去掉，我们不订阅这些东西。OK， 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我们再点一个显示选项，我们的后台就看起来就非常的干净了。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文章，你可以在这里来，你可以点击这里一个所有文章，这里面它默认有一篇文章，那你还可以在这里写新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文章里面你可以添加新文章，你还可以对这个文章进行一个分类，这是它默认帮我们生成的一篇文章。这里你不需要的情况下，我们就直接把它删除，或者是回收站，把它移到回收站去，这样让我们保持我们后台的一个干净，它这样也不会占我们的内存。接下来这里是一个媒体，在这个媒体里面，你可以看到网站里面所有的图片或者说视频，它都会存在媒体库里面。存在这个里面，它是为了方便管理。你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里面是没有的，因为我们的网站还没有开始搭建，所以这里面什么都还没有。那如果说你想要上传一些图片进来，或者像上传一些视频上来，你可以点击这里有个添加媒体文件，选择文件。比如说我在上传一个文件，这我上传了一张图片，那这个图片就上传进来了。接下来就是一个页面，这个页面就是用来做网站的各个页面。可以看到目前它这儿有一个隐私政策页，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网站，我这随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网站肯定是不止一个页面的，你可以看一下。那在这里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个首页，或者还会有一些联系我们、关于我们，或者说是在线服务，或者是产品等等，它会有很多相关的一些页面。所以这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添加不同的页面，后面我们也会制作更多的一个页面，里面它会包含我们的商店页面、追踪订单的页面等等。再往下这里可以看到了，它这里有一个评论，在这里就是后期我们有网站里面相关的一些评论有了之后，它都会展现在这里。首先因为 Wordpress 最开始做网站，它是做的一个博客网站，博客网站可能里面就会出现很多的评论，那你可以在这个评论里面来进行管理你的很多的一些评论。如果说有人在你的这个文章里面留言，那你就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他的一些评论，你在这里你可以进行统一的一个回复或者统一的一个删除。再往下来，这里就是一个外观，我们常说的一个主题。那这个外观就非常的重要了，我们网站的一个模板的一个首页，不同的网站可能应用不同的模板。那就像我们今天的做的电商网站，我们就需要用到的电商网站的一些模板。这儿可以看到系统默认它给我们这里放了3个模板，这几个模板目前为止我们不需要，等会儿我们要重新安装一个模板，这里我们可以点一下它放大，这儿可以把它删除一下，不需要，这里再一个放大，点一个删除。那我们先留一个，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模板它这里会有一个自定义，它也会有一个启用，如果你启用了这个模板之后，它就会应用到我们的网站首页。这儿因为它必须要留一个，所以我们先不删，因为这个 Wordpress 它是不允许无主题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先留着，等一下我们安装好另外的一个插件再来给它删除安装好另外一个按需定制的一个网站的模板，我们最后再来处理这一个不要的这个模板。接下来我们接着往下看，这里还有一个插件，那大家也不要着急，因为新手朋友首先我们要从最基础的开始。如果说你连一些基础的功能都不知道，等一下你的网站出现错误的时候，你可能无从下手，你都不知道在哪里去更改。所有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功能，我们都需要把它了解一遍。这里可以点击一个插件，插件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它有默认给我们安装几个插件。那么这个插件其实它就是给我们的网站增加一些新功能，比如说你可以让你的网站具有定制化的设计，还有一些支持支付的一些接口、数据分析等等各种各样的功能，那么都需要安装这个插件来启用这些插件来实现这些功能。目前我们刚才看到了我们的网站目前这个状况，它只是一个简易的一个博客，可以说什么功能都没有。那后面我们要安装很多的插件来实现我们的定制的在线支付的功能，到时候你就可以明白插件的一个重要性。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一些插件，那么这些插件我们目前用不上，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用不上的插件给它删除，免得它在这里面影响我们网站的速度。这儿我们就直接点这个批量操作，选择，这儿我们就直接单一的先把它选中。选中之后，这里有个缓存插件，我们先
不要去删它，先留着，等我们的网站搭建完成之后，我们再把它启用。这个插件它可以来加快我们网站的一个访问速度。那么上面3个就没什么用，我们就可以把它点击删除。好，这儿我点击删除，先点击禁用接下来再全选批量操作，接下来我们再点这个删除。所以这个一般是先禁用再删除。OK， 完了，最后就只剩下这个缓存插件。那等会儿我们还需要安装一下插件，等会儿我再来教大家。再往下就是一个用户，用户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个人资料，你想让你的后台是一个什么颜色的，那这里你可以选，比如说想要这个颜色的，或者想要一个这种颜色的，这个布局你可以自己来选。我觉得这个默认的就可以。那么这里有个站点默认的一个语言，在这里面你可以看一下，有一个简体中文。鼠标往下拉你的用户名，那么鼠标往下拉，你可以上传一张你的图片，改好之后这里就点一个更新个人资料。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设置里面，我们看一下这个设置里面有一个常规。进来之后你可以给你的这个站点写一个标题，比如说我这儿随意输一个小鱼儿电商站，下面这里就是一个网站的网址，这个不需要更改。接下来就是一个成员资格，成员资格这里因为我们做的是电商独立站，所以我们需要把它打开我们要允许别人注册我们的网站。再往下这里就是一个时区，你可以看一下，你可以根据你的一个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选择。再往下就是一个日期的一个格式，这个时间显示的格式你可以看一下，日期的格式、时间的格式全部设好之后，这儿我们就点一个左下角的保存更改。再往下走，我们再看一下有一个固定链接，这个固定链接的一个形式，我们就选择这个文章名。如果你当前显示的不是文章名，是显示的其他，那么我们一定要把它统一改成这个文章名，因为这个网站的地址更利于我们一个 SEO 的一个搜索引擎优化，更符合谷歌收录我们网站的一个标准。所以作为一个电商网站，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这个网站能够被谷歌收录。被谷歌收录之后，当我们后面去写一些文章的时候，在谷歌里面就能获得一些免费的排名，从而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些免费的流量。那么我们的网站的网址形式，所以这个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好了之后，鼠标往下拉，我们点一个保存更改。好，那接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那么我们来安装一下我们网站的模板。这儿我们点击，这就是一个外观，我们的主题。刚才给大家看过，我们现在的网站里面它是一片空白的，什么都没有。我会先带大家，我们先来安装我们的一个主题，再带大家来安装几个非常必要的插件，可以让我们的网站真正开始做带有一个定制功能的一个电商网站。我们先来安装我们的主题，这个主题这里我们要安装这个主题，这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那这个模板的名字叫 WooCommerce， 它有免费版也有付费版，我们今天就用它的免费版，基本就可以实现一些功能了。那这里相关链接大家去描述栏里面去找到。那这个主题它的一个网址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它的名字叫 Wistify。这样我们打开视频描述栏的链接，来到这个网站的首页。英文不好的朋友，建议你的电脑上面在你谷歌里面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这儿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中英文对照的一个翻译。这里我们点击这个按钮去获得一个免费的主题，点一下它，这里它会叫你输入你的邮箱号进行下载。当然这里我们也可以选择不输，我们直接点击下面这里不谢谢，这里我们直接下载。那点完之后，这里我们就直接点这个 download。 OK， 这里鼠标回到我们的右上角，这儿已经下载完成了。下载好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我们刚才的后台，点击左边的这一个主题外观，在这里左上角点一个添加主题。其实在这个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 Offers 后台里面，它其实也有非常多的主题，几千上万的主题都有，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是电商主题，这里面有很多它都不是很合适，所以我们选择上传主题，把刚才下载的把它拖过来放进来。那你也可以直接选择文件，也可以直接我这儿拖过来，也可以点一个立即安装。稍微等待一下，它正在安装。建议大家把这个视频给它保存下来，反复观看，因为这个视频建站它有点长。所有用到的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已经安装好了。安装好之后，我们需要把它启用一下，这里有一个启用，点一下它。好，那现在这个主题我们就
安装成功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刚才不要的这个主题给它删除掉，因为刚才必须要留一个，现在我们就直接删。鼠标往下拉，在这儿这个点中间放大之后点一个删除，点确定，就留下这一个主题就可以了。把一些不需要的东西我们都把它删掉，所有不需要的东西，以免它影响我们网站的一些功能，影响我们网站的速度。接下来我们再去看一下这里，我们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点击鼠标的中间的按钮，重新窗口打开，它这里面还是什么都没有，不要着急，等一下就什么都会有的。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安装一些必要的一些插件，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儿点击一个插件，点添加插件，添加插件，这个我们不需要，点这个插先给它关掉。我们需要先来搜索一下这个插件，你这样去找很难找。这边有个搜索插件，右上角。首先第一个，我们在这儿，我们做电商肯定需要实现一些电商的功能。首先第一个就是 WooCommerce， 这儿插件名称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如果说你有从其他地方下载过来，那你这里直接点击上传插件也是可以的。那么这我们就这个 WooCommerce 就是第一个，我们这儿找到之后一定要认准这里，不要安装错了，有的可以看到它有点相似，我们只需要点这个 WooCommerce， 点一个立即安装。安装好之后不要着急启用，等会儿我们一起来启用。第二个就是一个联系表单的一个插件，就是这个。第一个，这儿我们点一个安装。这一插件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很受欢迎，已经超过上百万的人已经安装了这个插件。那么我们再接着装下一个插件。这个插件它是一个愿望清单的一个插件，有这个插件它可以实现一些产品的一些收藏。这儿我们点一个立即安装。目前可以看到它安装好之后它没法启用，因为先把 WooCommerce 给它启用之后才能启用这个插件。这儿我们先不管它。接下来还有一个，鼠标回到右边这里，一个经典小工具，这个认准它的 logo。第二个我们点一个立即安装。好了，现在所有的插件都已经安装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点到这个已安装的插件，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个已安装的插件。接下来我们这儿可以看到刚才的几个已经装好了，这儿我们选一个批量操作，我们先把这两个联系表单和经典小工具先给它启用一下，点一个应用。OK， 启用好之后，接下来是这个 WooCommerce， 我们这里先单独给它启用一下。点了这个启用之后，它会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让我们来设置我们的一个商店。这里我们先不管它，我们直接点击下面跳过引导设置。这儿需要填写一下，比如说你的店铺的一个地址设置在哪里，这个大家可以随便填，可以随便填一个地方。那我就选一个美国，那这些都不重要，后面都可以改的，这我们随便选。再前往我的商店，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它就已经带我们来的设置我们的商店的页面。现在你可以看到 WooCommerce 在我们的这个后台这里就已经安装好了。那么这些后面我们再来设置它里面的相关的一些功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左边，我们刚才还有一个插件没有打开，点到找到这个已安装的插件，那我们要把我们的愿望清单的插件给它启用一下，点击这里一个启用。因为我们刚才这个 WooCommerce 没打开，现在 WooCommerce 启用之后，那它也可以启用了。同样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来直接运行一下它的设置向导。这儿英文不好的朋友你可以翻译一下，这里有几个步骤看一下。这儿呢我们直接跟着它下一步就可以了。这我们点一个继续，这里面都不需要改，我们这里再点一个继续，再点一个继续，这儿还要点一个继续。好，接下来我们点击下面这个返回到 WooCommerce 的一个后台。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到我们的这个页面，点这个所有页面。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系统它就默认的帮我们创建好了一些页面，比如说愿望单、商店、账户、结账、购物车，那这些页面它都已经有了。接下来我们需要来配置一下我们的 WooCommerce。那我们点击左边这里一个 WooCommerce， 这边有个设置按钮，可以看一下，在这个下面 WooCommerce 下面有个设置。WooCommerce 它其实是一个电商插件，所有的电商功能我们都需要在这个里面来进行一个设置。我们再点一个设置，第一个就是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地址，你店铺的地址，比如说你的公司地点、你的办公室、你的仓库地址。所有的地址可以看到，在这里的几个地址都要，你想把你的公司地址设置到哪里，你就把这里随便填写一下就可以了。这个主要就是告诉这个系统你的店铺的所在的一个位置，因为后续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运费，或者说后面会影响到运费以及像这种税费的一些计算方式。
那比如说这个国家这里，国家地区在这里，你可以点开看一下，你可以选很多国家，下面有很多，你可以在这里面可以直接搜索。如果说大家你做的是国外的，我们就可以用英文进行填写。那国内你也可以用英文填，也可以用中文填。销售位置这里看一下，销售位置看一下，我这里点这个倒三角。如果说你做的是一个跨境电商或者做独立站，自己选择销售国家，我们就选择一般卖往美国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有的人说我的每个国家都要卖，那我觉得也不太现实，你只要能把美国这个市场卖好就可以了，因为你要处理的每个国家的税费各种问题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开始我们选择一个区域就可以了，我们把一个市场做好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我们这就选择销售到特定的国家地区，这里选一个，比如说鼠标往下拉，我们这就输入美国，那么可配送的区域这里选一下，配送到特定的国家和地区，那么这里再选一下美国。那下面有个默认客户的位置，这里你点开一下，我们这就选一个店铺所在的国家。那下面有一个启用税收的功能，这儿我们把它启用一下。如果说你做的是独立站，你销售卖往欧洲发达国家，税费计算还是非常重要，可以在买家付款的时候它自动把这个费率给加进去，所以这儿可以把它打开。下面就是一个货币的一个选择，看一下这里就是个美元。全部选好之后，接下来我们就点一个保存更改，左下角这里每一个都记得要保存。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个产品，这里首先第一个就是一个商品的页面，商店的页面，这里大家一定要选择商店，不要搞错了。重量单位，这里你可以点这个倒三角看一下，你可以选择克，也可以选择公斤，这些看你销售的是什么东西。那么尺寸这里你可以选择英寸或者厘米。那么下面这些保持一个默认就可以了，我们点一个保存更改。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税收的一个问题，点一下这个税。那这个税，如果你做的是独立站，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启用一下，顾客在结账的时候，这个税它会直接加到我们的商品里面来。那计算这个税费，它主要是计算这个税费，它是基于顾客的一个配送地址附加的一个税，比如说一个零税率。那如果你想给你不同的商品设置不同的税，比如说我这里举个例子，就在这下面输入一下 VAT， 这儿下面我们点一个保存更改，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上面 VAT 顶部这里就可以看到就添加进来了，那你可以直接点击进来。你可以在这里来设置你不同的国家可以设置不同的一个税。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 Google 里面来搜索一下这几个关键字，美国州税率，你可以在这个里面来进行一个查询。我们打开一个网站来看一下，那你可以看到这些图，它不同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它的税费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鼠标往下拉，它不同的位置你可以看一下，你鼠标点在哪里，你可以看到它的费率是不一样的。那么你可以看到怀俄明州它的费率是4%，这里每个州它的费率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添加一下。怎么添加？回到这里，我们刚才这个位置，这样我们就点这里在下方插入行，这里比如说美国，我们把键盘切换成一个大写 US， 那这是美国的一个代码。这儿我们找到一个它的州的一个代码，比如说这个德克萨斯州 TX。这儿可以手动输，它有对应的一个城市，比如说像这个德克萨斯，后面这个城市这里就不用填了，只需要把这个州填进来就可以了。后面这个费率这里，我们看一下它的费率，德克萨斯州是6.25%，我们在这里填上6.25%。那这个税费的名称，这里你可以输入一个税费名称，比如说有些什么税，那么你可以通过 GPT 你知道它这里面有很多税，你看比如说一个增值税，比如说营业所得税，这儿比如说一个销售税，这儿我们再复制一下，把这个税费的名称输入进来。这儿他问我们这个税是否包含比如说运费，那包含你就勾上，不包含那我们这儿把勾给它去掉。那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对这个运费再征税。填好以后我们这儿点一个保存更改。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重复这样的步骤，你添加不同的州的地方一个州的税，那你可以在这里直接在下方插入，也可以复制一下。那么这里你还可以继续，比如说一个 US， 你可以再换一个城市看一下，比如说这个俄亥明州 WY， 那它的税是4%。那名称你可以再输入一个，这里配送费不需要，这儿点一个保存更改。不同的地方也要设置不同的销售税。
这儿保存更改。如果说销售税你想直接在顾客付款的时候来把它加上去，你可以进行一个设置，这一点需要大家花点时间去进行设置。这儿步骤就是这样子的。这儿我们如果说要手动输入，这个确实有点慢。关于税收一些方面，它还是有一些插件。比如说我们这儿也可以直接你问一下 GPT 税收插件有哪些，这儿常用的它就有提供这些插件，可以看到。Bookmos 的 TAX 它是自动计算美国各州的一个销售税，这是一款比较高级的一个税务的插件，适合处理比较复杂的一些税收要求，特别是一些企业，它可以自动的进行一些计算。这样的插件你可以看到下面还有很多，大家感兴趣你可以来搜一下，可以直接把它安装到你的网站里面去，这样子也可以帮你节省大量的一些时间。但是这个插件很多它还是需要收费的，对你来说付一些相应的费用，实现你的一些功能，这个还是有必要的。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自己去看需不需要。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配送里面，点一下这个配送。配送我们需要来设置一下里面的一个运费。首先你需要配送的一个国家，你可以给不同的国家地址来设置不同的运费。比如说在顶上这里有一个增加区域。那这个区域的名字，这儿比如说我们主要是针对一个美国的，就写一个美国。那区域范围你可以看一下，选择所有的国家，在下面你往下拉美国，可以看一下美国有哪些地方，比如说美国加州，我们选择一个州，因为美国很大，它可能不同的州它需要收的费用都不一样，有些偏远地区你可能运费稍微高一点，那你可以在这里面选一下。这儿添加好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这里点一个保存更改。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给它增加一个配送的方式。那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个增加配送方式，这里面有几种选择。比如说第一个是免费配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包邮，你可以选第一个免费配送。选好之后，这里我们点击一个继续。这接下来名字就叫免费配送。免费配送你有没有要求？这里我们点这个倒三角可以看一下，它有最小订单金额。比如说设置个199包邮，那你还可以设定一下，这儿点一个最小金额，比如说199，它是否在优惠券折扣，在享受优惠券折扣前应先用最低订单量规则，这个你看你需不需要打开，需要你就把它勾上，不需要就不管它。这儿并创建并保存，这就建了一个配送方式了。那这是一个免费配送方式，接下来我们还再添加一个配送方式，你还可以设置一个固定的一个运费，这儿我们就选择一个统一费率，点一个继续。那这里成本这里我们可以比如说收个12块的运费，这里点击一个保存，这就2种配送方式。这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设置，比如说在后面可以看到免费配送后面有个边际，那比如说统一费率，这里点这个边际，下面还有一个添加配送类别成本，让我们点一下它，这里点添加配送类别类型，这里那首先比如说他买一个产品，他如果说买一个产品或者买多个产品，运费可以叠加，这里我们要进行一个设置，比如说增加配送，增加，这里点进来之后，比如说他要买衬衫，那这个衬衫它的重量其实很轻，可能它的运费比较便宜。如果说你的网站里面还有一些大件，可能比较重，可能运费就比较贵。这里别名这里，比如说你也可以填，也可以不填。这里就是一个衬衫，衬衫是比较轻的。在这里描述，当然这里衬衫它是衣服，这我们就选一个衣服，这里一定要填的，填好点一个创建。那你还可以再填，这里还可以再添加，比如说一个装饰品，这个装饰品它的运费就不一样了。这儿我们再点击一个创建。那如果说你想对某些特定的商品，比如说一些超大件的收取额外的运费或者包装费，更灵活的进行自定义，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点击这里左上角这里有个运输设置，我们再回到左边，这里有个配送区域，比如说我们这儿美国的加州，这里我们点一个边际，统一费率这里我们在这后面我们点一个边际，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上面是可以设置的。那么这里我们就需要来重新设置一下了，上面之前的成本我们就可以把它先删掉。那比如说这里他买一个 T 恤衬衫，那比如说需要5美金，那么他买这个装饰品比如说需要12美金，那其他你默认，比如说我默认收个3美金，这里就是一个默认的一个计算方式。
那这里这些它是属于一个单件的一个运费的一个设置。那还有一种设置方法，那我们可以比如说在$5的后面给它加一个乘号，加一个 QTY， 这个就是后面比如说他买2件，那么我们的运费就会叠加。那下面这个也是一样的，他买2件，直接运费叠加3件，运费就把它叠加上去。那这样我们就不用每一个单独来设置，每一个单独设置确实很麻烦。这儿设置好之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击一个保存。设置好之后，我们再来点击这里一个配送区域，你可以看到在这里还可以设置一下其他国家，设置的方法都是刚才给大家讲过了，都是一模一样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增加一下我们支付方式，我们点击这个上面的付款。那做独立站做跨境电商，那收款方式就非常的重要，直接跟我们的利益收入是我们的进出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这儿鼠标往下拉，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几种付款方式。那么这儿你可以看到这上面有很多这种信用卡，你可以选择一些信用卡、银行卡付款，或者你可以选择 PayPal 付款。那如果说你想让你的用户通过信用卡或者借记卡这种网银这些来支付，或者想用这个 PayPal 来进行支付，接下来我们需要安装一个特定的插件才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我们先点击这边的一个插件，点击这里一个增加插件。那我们这儿在这个右上角输入一个关键词 Payments。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 Payments 后面有个 PayPal 的 logo， 那么就是这个。那我们想让用 PayPal 收款，我们就要安装一个收款插件。这里我们就点一个立即安装。接下来我们还要再搜索一个插件，这个是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收款方式。这样我们还是在这儿搜索这个，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我搜索一个 Stripe。这个 Stripe， 如果你做跨境电商，你做独立站，你想要收款，那这个Stripe 这个平台，大家一定要来了解一下。它其实就相当于像我们中国的一个支付宝一样，或者说微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很多平台，这些发达国家，它都是基于这个Stripe 这个平台来进行收款的。我也会教大家怎样来申请 Stripe 的收款账号。那有了这个 Stripe 的收款账号以后，我们就可以接受全球很多国家的一个付款。这里搜这个 Stripe 的时候，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个 Stripe， 这里我们先把这个 Stripe 找到。大家一定要注意，它这里有个 Stripe， 这里有个 Payments， 一定不要安装错误。这里点击一个安装，这个它是一个外面是一个紫色的一个正方形的一个方框，大家一定不要安装错误。不同的国家它的支付的一个网管略有不同，那你可以在 Google 里面去搜索一些国家，再加上一些支付网管。今天主要是教大家，主要针对的是欧美发达国家，比如说美国、澳大利亚等这些地方来进行一个收款的设置。这儿我们把它都安装好之后，接下来我们点这里一个已安装的插件，那我们需要来把它启用一下。我们把它这2个给它勾选一下，批量给它操作，点击一个启用，点应用。那么启用之后，接下来我们鼠标回到左边，点击这边的一个无壳 MOS， 还是找到这一个设置按钮。接下来我们点击上面的这个付款。好，接下来往下拉，可以看到这些接受的这些你需要去安装一下。下面这里是一个 PayPal， 这个 PayPal 这个下面是点这里 PayPal 我们安装的这个插件，它说我们还没有激活，我们需要把这里给它启用一下。那么 PayPal 激活之后，后面有个管理，我们可以点一下它。那在你的 PayPal 收款需要你的 PayPal 账号，这里可以看到需要填写你的 PayPal 账号。这里 PayPal 账号它需要的是你的企业账号才能进行收款，如果说你的账号是个人的账号，那也是收不了款的。所以大家可以去 PayPal 的官网，用你的公司的名字去申请一个 PayPal 的一个企业账号。到这里来，我们来进行一个 API 的一个设置。API 设置这里你可以点击这里来，点击去连接到 PayPal。连接之后就需要去登录到你的一个企业 PayPal 账号进行一个授权，那就可以绑定到我们的 Purse 的后台。这个弄好之后，点击一个保存，连接好你的 PayPal 企业账号之后，连接成功之后，直接点击下面的这里会有一个保存更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还是点这个付款。那下面可以看到，比如说这里还有信用卡付款，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Stripe 通过信用卡进行一个付款。下面还有一个苹果 Pay 的一个付款，在后面这里其实这里也可以给它启用一下。那么这下面还有一个 Google Pay 的一个付款，这里也可以把它启用一下。再往下，比如说还有微信支付的一些方式，你也可以把它点击启用一下。这下面可以看到这里有微信，也可以把它启用一下。
这儿还有一个支付宝，这儿我们也把它启用一下。这里有很多支付方式，基本上主流的国家它都支持。接下来我们需要来配置一下我们的一个 Stripe 的账号，因为下面这所有的一些收款方式，它都是基于我们的一个 Stripe 账号。可以看到这后面有一个启用，你点了也没有用。我们需要先来配置一下我们的 Stripe 的账号。那么上面这个 Stripe， 我们先来配置一下 Stripe 账号，这儿可以点击后面的一个管理。那如果说你没有 Stripe 账号也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会来手把手的教大家怎样去注册一个 Stripe 的一个企业账号。点击进来之后，同样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它会有一个 API 的设置。那么这儿模式你可以给它改成一个，刚开始如果你还没有正式上线，你可以先改成一个测试模式。当你正式上线之后，你就改成下面这一个。接下来这里就需要点击去连接一下你的 Stripe 账号。那么如果说你有 Stripe 账号，这里就可以直接输入，点击一个提交。那 Stripe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收款平台，这儿相关的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如果说还没有账号的朋友们，一定要去注册一个。那接下来我会教大家怎么样去注册。那么这里输入你的申请的 Stripe 账号和密码去连接就可以了。那连接的时候它需要授权一下，你授权成功了，那么这里就连接好，点击下面的一个保存更改。接下来我就来教一下大家怎么样来注册一个 Stripe 的一个收款账号。如果说你还没有 Stripe 的收款账号，那么你的这个独立站或者你的电商网站，那别人就付不了款，你做了呢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收款，才能正常的让我们的网站或者独立站运营，你才能进行一个收款。当然如果说你有 PayPal 账号也可以收款，因为有的人可能在国外他不使用 PayPal， 他可能喜欢使用信用卡付款或者银行卡付款，因为 Stripe 里面集成的一些信用卡、银行卡，或者说老外他可能更喜欢这种付款方式。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来申请这个 Stripe 的账号。那么就像我们的 Shopify 独立站一样，需要你的一个收款功能。那用的最多的呢，那么就是我们的一个 Stripe。那它运行着一个全球客户软件以及一个服务平台。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借助一体化的平台来处理我们的订单，一个订阅账单，并且呢，现在呢，加密货币的话也是越来越流行。如果说你想介入到里面来的话，那这些呢都会面临一个问题，那么就是一个收款的问题。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国际收款用的最多的呢，目前呢就是两个工具。那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PayPal， 还有一个呢就是 Stripe。Stripe 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来申请 Stripe 账号？因为它的交易手续费会比 PayPal 的话低很多。这个 Stripe 呢，它提供了一个无缝支付的一个体验，让用户呢他不需要离开当前的一个页面呢，就可以完成一个支付，这样呢极大的提高了我们支付的一个成功率。但是 PayPal 账户的话因为一个地域的一个差异呢，它的转账的话是受限的。PayPal 账户的话，它在某些国家转账的话，它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比如说在中国大陆地区 ，PayPal 的话，在中国人之间的话，你是不能直接进行一个转账的。这样呢，就给我们很多创业者来说呢，没有办法使用。所以呢，我们只能申请 Stripe 账号。而这个 Stripe 它没有像 PayPal 那么多的一个限制，最主要呢，还有一个它的交易手续费呢也很低。那本期视频呢，我就会带大家一起来实操，教大家怎么样申请一个 Stripe 的账户。那首先的话 ，Stripe 的话，它支持的哪些国家可以进行一个申请？之前呢，我也有出过一期视频教大家怎么样用我们的中国大陆的护照呢，去申请一个 Stripe 的一个账户但是呢，那个是个人的一个账户个人的账户有限制。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教大家如何注册一个 Stripe 的一个企业账号。这里我们可以看到Stripe 目前呢已经覆盖了46个国家。那这个网站在中国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只有香港它是支持的，就连台湾它都不支持。那如果说你的国家呢暂时不在 Stripe 支持的这个范围内，那大家也不用担心。这里呢我们也有方法用我们的美国公司呢去申请 Stripe 的一个账号。那么说到这里呢，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呢就会很疑问，那为什么我们要选择美国的公司呢？那首先的话，我们都知道美国的金融环境的话，它是比较方便。那你可以以你公司的名义呢，去开一个美国的一个银行账户，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注册公司的话，可以提升品牌的一个国际形象。那么在美国注册公司呢，更容易接触到北美市场。
甚至当你挣到钱以后呢，你还可以零手续费把你的钱呢转移到美国账户里面进行一个投资。它呢是一家在线的一个证券公司啊，专门为投资者提供一个股票期权，并且呢它还是一个 ETFs 和共同基金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平台。那如果说你正在找一个这样的一个中文的一个投资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也是你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啊，它也是第一证券，并且呢它呢还提供一个中文服务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我们点击这个地球就可以看到了，它呢支持中文、英文，还有一个繁体中文，所以说对我们中国的朋友来说呢也是非常友好的。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注册过美国公司啊，可能会觉得它非常的复杂。那其实呢注册美国公司它也很快，那想1-2个星期呢基本上就可以完成。那在这个注册之前呢，大家需要准备几样东西，这里呢我都会一一的给大家讲解。首先一点呢，就是你需要找一个靠谱的美国代办公司。那等一下呢我会来实操给大家看啊。那这个代办公司的话，可以帮你搞定政府的所需要的一些文件，还会给你一个合法的公司地址。就算你在美国有亲戚朋友，那这一步呢也得找代办啊，因为这个规矩还是非常麻烦的。专业的事情我们就交给专业的人来做。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个美国的一个电话号码。我们用这个美国的电话号码呢，是登录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用这个电话号码来收一个验证码。那你呢还需要申请一个 EIN 公司的一个身份证。后面呢我们在申请私粹部的时候，我们需要开一个美国银行的一个账户。注册这个私粹部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绑定的。那么最后的话，我们还需要提交一个 BOI 报告。那什么是 BOI 报告呢？这里其实大家遇到的任何问题啊，也不要着急。如果说你有 GPT， 那么你都可以把这些问题呢直接抛给 GPT 啊，它都会给你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 GPT 账号，描述栏呢也有一个成品账号啊，大家可以去点击购买。那什么是 BOI 呢？这里可以看到 GPT 呢给了我们的一个详细解释。简单的说呢，就是说你公司里面谁是老板，需要你老板的一些信息来给它填进去，还有你这个老板的一些姓名地址啊，这个呢也是美国的一个新规定。那这么做呢也是为了防止洗钱啊，还有一些假的公司。那这个法案的话叫做企业透明法案。我们今年呢也是2024年1月1号呢才正式开始生效。那这个法案的规定的话，必须在2025年1月1号之前提前提交 BOI 的一个报告。2024年注册的公司把这个 BOI 报告提交上去，那明年2025年之后注册的企业的话，就必须在30天之内提交这个报告。报告的对象呢是美国财政部下属的一个金融犯罪执法网络。那后面呢我也会教大家怎么样在线进行一个提交。那接下来呢我就来实操给大家演示了怎么样注册一家美国公司。那无论你做的是跨境电商、全球在线的一个工作一个行业，注册一家美国公司呢都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知道美国人的话，他或多或少的话，他更偏向于本国的一个公司那通过代办机构的话，成立一家美国公司是一个相对简单并且比较高效，特别是对于我们初创的一些企业我们一些刚刚创业的一些老板来说，对于一些注册的流程呢，我们是完全不知道的。你自己去注册，那可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可能最后呢也不一定能搞好。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找这样的代办公司。今天呢我们要用到的一个注册代理呢，它的名字叫 Legaro。 那它呢推荐它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 Legaro 呢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在线法律服务平台。它的一个优势呢速度快，那么性价比高，并且呢它非常的稳并且它的价格呢是透明的。注册 LLC 公司最低是0元加一个州政府的费用，那么比请律师找律师它是便宜非常的多它一站式的。那么这个平台呢是一站式服务，帮你搞定公司的一个章程EIN 税号，甚至是一个营业执照。那它非常适合
我们的一个初创企业。接下来呢，我们点击右上角这里登录一下啊，这里相关链接哈，这个那个组的链接呢，我已经放在了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啊，建议大家呢暂停视频啊，打开啊，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点击这里右上角的一个登录。那我们还没有账号的朋友呢，我们就选择一个创建账号。接下来英文不好的朋友呢，可以在电脑上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哈，我们可以把这边翻译一下。首先我们的姓名，那这儿我们创建一个密码，点击下面的一个创建账户。OK， 这里创建好了之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一些问题。那么这儿呢，他会问你呢，首先呢，它有3个选择。第一个呢，是我需要注册我的企业，维护我的账簿，向客户发送提案和发票，获得法律专家的一个帮助，以及保护我的品牌。第二个呢，是个人需求啊，是我需要个人法律需求的帮助，例如授权书啊、生前信托、遗产规划等。还有一个呢，我希望获得有关我的商业和个人法律需求的一个帮助。那么这里如果说你不确定的情况下呢，大家可以像我一样截个图，这儿我们可以截个图，然后呢用我们的 GPT 直接发送给他啊，帮我看一下这张图的文字，我需要注册美国公司，需要选择哪一个？我们直接啊，其实 GPT-4o 呢，它是有一个识图的能力，我们直接告诉它截屏过来啊，让它帮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啊，我需要注册美国公司啊，要选择哪一个，直接发送给他。那还有没有 GPT 账号的朋友呢？可以去描述栏啊，有一个 GPT 的一个成品账号。只有 GPT-4o 呢，它是有一个识图的能力哈。如果说你是用的免费版本是不可以的，好，你可以去升级一下你的 GPT。那么要升级 GPT 的话，那国内的一个银行卡是不可以的，但是也有办法可以解决。我们可以办一张这种虚拟银行卡啊，这个 Word 卡，它是可以拿来升级 GPT 的，或者说呢，办一个 Baby 的一个虚拟卡，它也是可以来升级这些服务的啊，不管是 GPT 呢，也还是国外的一些相关的很多一些 APP 呢，它都是可以用这个来升级的啊。这里相关的一个链接呢，我都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那么我们升级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4o的话，它就可以这样，有一些当你平时遇到问题，你可以直接来问它啊。这里可以看到，它从我们的这个图可以看来。我们要选择商业需求，我们鼠标回到刚才的这个界面，我们要选择这个第一个这儿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因为我们是要办理业务让他帮我们注册一个公司，我们选择第一个，点一个继续。这里呢又有3个选择第一个是我已经注册了一个公司，我正在运营但尚未注册，我打算在未来开始，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你是哪一种情况呢，你就如实的选择就可以了，点一个继续。 OK， 我们就点下一步。接下来呢，你要取一个公司的名称，你正在你要注册公司的话，肯定你要提前想好你的名字，那么把你的公司名称呢输入到这个里面，我们点击下一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考虑一个州你打算在哪里运营？那么这个州呢，它非常的重要。那么这儿我们也同样也可以问 GPT 在美国注册公司应该选择哪个州？选择哪个州更好？那么在美国注册公司选择哪个州更好？发送一个提示给他。这个其实之前小鱼儿讲过很多注册公司应该选择哪个州。那么一般情况下推荐的是一个怀俄明州和特拉华州。那么每个地方注册有优势，当然它也有它的一个缺陷没有十全十美的。在怀俄明州呢，它无个人所得税无州企业税。特拉华州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它也没有州营业税还有个内华达州。首先你看你是做什么。如果说你做的是跨境电商做的是联盟行销，做的是数字产品，那么你就选择怀俄明州。那你是计划融资科技创业，那么选择特拉华州。那需要隐私保护的高资产管理的，选择内华达州。那么有美国实体业务的你就选择这个佛罗里达州或德克萨斯州。这儿比如说我们是做跨境电商的，那么我们就选择怀俄明州接下来返回这里，选择一个怀俄明州，这后面有个箭头符号，怀俄明州选择它，我们点一个继续。那我们做跨境电商就选择这个。
OK， 接下来呢，他就带我们直接来到了这个后台。那这里给大家翻译一下，我们直接来到首页。第一个呢 AI， 第一个呢是 AI 提供免费文档，第二个呢是经营你的业务，第三个是注册，我们就点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这里给大家翻译一下哈，这样子大家都能看明白哈。我们鼠标往下拉。那我们初创企业常见的呢，我们就是选择这个 LLC 公司。LLC 呢，它是适合这个小型的一个公司、小型企业。那这个 S 公司或者 C 公司呢，比较适合融资的可以看到更复杂的一些大型的一个企业，并且呢，它能够发行股票、上市或者走向全球这个呢，你根据个人的一个公司的一个情况呢来进行选择。后面一个是一个非盈利组织的，后面还有一个数据库管理员。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我们一个人的话，我们就个人选择这个 LLC 就可以了，点击进去。接下来输入公司名称，我这里输入一个小鱼儿。如果说你还没有考虑好，还没有想好也没有关系，这里你可以选择先不填直接点击这里跳过稍后再决定。我们点击下一步。这里呢就是选择你的一个企业将注册在哪个地方。那么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在哪里，我们选择一个怀俄明州。英文不好的朋友也可以像我这样直接把它翻译一下，我们再过来填写，直接在这里输入也是可以的。怀俄明州可以看一下，这里就是怀俄明州点击下一步。如果说你下面它也会给你一些相关的一些提示大多数人呢他们在哪里成立公司，这里你可以点开看一下。那我应该选择哪个地方这里呢，选择正确的州来组建你的业务呢，相当简单。绝大多数人呢，选择他们当地的州。那这呢，其实我们人不在美国本土，我们是属于一个外国人那我们更多的考虑的呢，就是哪个州呢，它的一个州税这些更适合我们。这儿还有第二个问题，那我还可以在其他州做生意吗？是的，这里你是可以在其他州注册你的公司我们的网络律师呢，可以给你在你提交初始 LLC 后呢，他会给你提供一个建议。这里一些建议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我们选择下一步。接下来呢，就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呢是一个最基础的，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注册是0元加一个州的一个申请费。那这个州申请费呢是直接交给州的所以说呢不是这个呢它不是Legazoo里面收取的这个费用是直接给州的。它里面包含些什么呢？这一个我们可以往下看一下，它里面基本上没有包含什么，因为它里面是没有一个代理费没有一个，它只是这个是0元它会注册你的 LLC 所需的文件然后会告诉你，然后还会呢看一下你的公司呢名称是否可用，还有一个会计的一个咨询，它的服务呢非常少。其实我们注册一个公司呢非常复杂的。那么中间是选择的人数是最多的它有200多美金的一个费用加一个州申请费。那么这个里面它包含些什么呢？那首先一个就是运营协议你的公司运营什么，肯定是有各种文件可以帮助你设置实体的一个准则和解决争议。第二个就是一个 EIN， 大家其实知道申请一个 EIN 呢，如果我们人不在美国本土我们不熟悉这些法律的一个流程呢，也是非常麻烦的大家知道其实EIN 的话会填写各种文件一旦填写错误你的母语不是英语的话，建议大家呢其实可以用来这个 EIN 报税，然后开立银行账户和培养员工。还有一个就是用于跟踪费用、发送发票还有节省税款的一个相当于呢有一个财务它有3个月的一个订阅。那么还可以访问150多个可定制的法律文件。那开一家公司呢，里面肯定是存在各种各样的一个法律文件，用于在线发送和签署协议的一个无线电子签名这个包括1年。那还有一个可定制的网站，可以在几分钟内呢创建你的一个专业形象。那么创建网站呢，之前呢我有给大家分享过大家其实可以去看一下零基础建站这里相关链接我会把它放在这个视频上方的一个视频的右上角，大家想自己搭建网站呢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更高级的一个，这个是一个升级版本啊，它呢比它多了$50，但是它包含啊中间这个里面所有的服务呢它都包含，并且呢它还会提供经验丰富的一个商业律师实践指导啊，你根据州或者经验年限和评级呢进行一个选择。那么这儿还有一个服务啊，它是关于你的业务相关的一个新法律主题的一个30分钟无限制的一个律师咨询啊，包含了这个也是30天的一个订阅。那么前30天呢，它还可以30天内呢对你的一个 LLC 成立文件的一个任何更改啊，这儿它是可以给你更改里面的一些文件的。这就是3个选择。那这儿呢，我带大家来看一下啊，第2个选择，这个呢也是使用的比较多的啊，很多人选择这一个套餐。这儿呢建议大家第一个呢就直接放弃啊，它里面很多都不包含啊。那这个呢纯属一个就给你发送一点文件哈，帮你确认一下公司名称，这个完全没有什么太实用的一个用处啊。我们就看第2个啊，第2个可以看到。那成立公司呢，肯定会需要一些组织章程啊、名称检查呀，还有企业申报啊。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呢，它都是支持的。那第2个呢，合规性啊，办理一下公司肯定是有一些运营协议啊，并且还有一个联邦税号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 EIN 啊，这儿呢它也是支持的。还有一个金融账户的一个授权书。那小企业和保险指南这里呢有一些保险代理人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咨询啊，这里呢它都是支持的。还有这里就是一个高级服务才支持的。那么你可以根据你的情况来进行选择，比如说我这里我选择第2个，接下来就填入你的一个电子邮箱，还有你的一个电话号码啊，点击下一步。这点非常的重要哈。那么你的企业是做什么的，就相当于是你的一个行业是什么啊？这个行业呢是不允许填错的。那么行业填错，它恐怕会导致你的公司结构呢，它会不合法哈，这个是行业的一个合规的一个风险啊。在这里你可以这里下面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相关的选择，比如说就像我们做跨境电商下面你可以看到有亚马逊的一个业务亚马逊 FBA， 还有做服装的，那这里相关的行业它都有。比如这儿我们选择一个服装，点击下一步。接下来呢，它会使用商业银行账户在你和你的企业之间呢保持一个法律的区别。第2个是需要加急处理处理你的一些你申请公司的一些各种一些文件哈。那这里呢通过1天，它可以最快呢是1天，那个时候1天处理更快的创建你的一个 LLC。那么1天时间加急处理，它的费用呢肯定是不一样的。接下来选下一步，这儿呢它是使用商业银行账户将你的个人和企业财务分开这里就是说当你开公司了过后，那么肯定会出现一个公账和你私人的一个账。那最好的你就是把你自己和你的企业的财务呢进行分开这里有看你。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查看一下详情，它是一个奖励，这儿我们就直接点一个选择看一下，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那1天加急处理比如说我想要更快的把我的这个公司给它申请好，这里1天呢加急呢是$99，那么这里5到14天标准处理。这儿呢还有一个，如果说你不想加急不想掏这个钱，那么你就直接选择这个5到14天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处理时间。那如果说你比较着急的情况，那你也可以选择这个1天加急。那么这儿我们不需要就选择这个这个根据情况而定。接下来是企业成立后呢，面临许多手续费，将你的 LLC 整理的井井有条，所有文件都打印在一起。这个确实是注册一个公司肯定会有很多一些手续这里你看你需不需要？那么需要的话，它也是需要相当于有专业的人呢，他会帮你整理。那么我们不需要就点一个漏，点击一个，接下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订单在下面查看你的订单。这儿呢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注册费用注册的一个服务费，那么还有一个州的一个费用选择这里一个结账，这里可以看到它没有任何额外的一个费用那就是$300多。那点一个继续结账。真的非常的人性化你还可以选择分期付款，可以看到可以按月支付，也可以一次性支付如果说你
目前呢，你的手头不是很宽裕的情况下，那你还可以选择按月支付。接下来输入你的一个名称、你的邮箱地址这些等等，把这些呢填写好。填写好了之后呢，接下来你可以在这里选择一个付款方式。那这里可以选择用你的一个虚拟卡来进行一个付款，比如说就像我们的一个白笔它里面的一个有一个卡号，有一个到期时间，还有一个安全码这里全部把它填写好就 OK 了。填写好之后呢，那你的一个你就等待这个 Legaro 了，那它给你处理，需要尽快处理的大家就可以直接把时间呢选成1天加急。那如果大家的一个手头你如果说你的一个预算比较宽裕的情况下呢，你也可以选择高级的这个套餐因为它里面呢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商业的律师呢。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搞定咨询一些电话号码法律的一些问题，确保了让你的公司全面合规。其实现在很多像这种，那你要去公司的一些法律的一些问题你要去单独去咨询律师，那这些呢其实都是需要额外去进行花高价呢才能去进行一个咨询。所以呢，这儿呢我们其实可以直接一次性一步到位，那么就直接选择这个套餐。接下来呢，我们就耐心的等待提交完成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进行耐心的等待，它会在我们的选择的一个时间呢帮我们注册好我们的公司。好，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到下一步了。Legaro的链接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了，它提供非常多的一些服务，除了注册公司了那它还可以进行其他的一些法律的一些帮助比如说一些什么知识产权这些都有。那我们可以打开链接呢来了解一下这里让我们注册公司这一步就结束了，我们就进行到下一步。这里呢我推荐大家可以使用这个 Zdarma 这个网站因为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呢使用了很多的 APP 来购买美国的一个电话号码但是大多数呢都不太好用。那这个网站提供的还比较可靠。那么这里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里。通过这个网站的话，你可以获得一个长期使用的一个美国号码。这里大家如果说英文看不懂，还是我们点开我们的这个中英文翻译，点击这里一个翻译，在这里你就可以申请一个虚拟电话号码用这个虚拟电话号码呢来接受一个验证码，打电话都可以，你也不需要去办一个实体卡办实体卡相信大家办过的都知道它非常的麻烦。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新公司刚刚做跨境电商的。这里呢我们点击这里有一个右上角有一个报名，那么在这里呢你输入你的一个电子邮箱，输入你的一个电话号码，那么填你的邮箱输入你的电话号码，再输入一个密码。那么接下来这里勾选一下验证一下，点击这个注册这里勾选一下同意点一个注册。那么接下来呢它会向你的邮箱呢发送了一个确认邮件，我们这里去打开邮箱，点击确认，点击这里确认一下，激活一下你的账户。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我们手机号收到的一个验证码来给它添加进来，那这样我们的这个账户呢就注册成功了。点击顶部这里有一个订购一个虚拟电话，那么我们点击这个按钮这里的第2个按钮，那这里可以看到它就会显示一些国家的一些电话号码，前面是国家，后面呢是对应的一个费用和价格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所有的国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非常多的一些号码，基本上一些主流的国家呢它都有。那么我们还需要呢一个手机可以打电话，还需要接收一个验证号码，我们还需要一个短信所以我们这里呢就点击最后这个选项，那么就是这个 Mobile SMS。 那往下拉可以看到这边呢是它的一个付款方式，你可以选择按月支付也可以选择按年支付。那按月支付会更贵一点，按年支付的话它就会更优惠一点。这我们选择的是这个手机加短信。那这里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美国，如果说我们按月支付的话，可以看到按月支付呢就是$6，那我们按年支付呢就是$3，看一下，那么差不多呢便宜了一半只需要$3。那这里呢我们就选择这个，点一下，那鼠标往下拉，你可以看到这里呢有很多的电话号码，那你喜欢哪一个号码呢，你可以勾选哪一个。这里比如说你随意的选择一个，选好之后呢，下面呢同样填入你的姓名，那再往下还有你的国家，这些信息填写一下。这里呢你填入你的一个真实的联系地址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在中国你就选这个中国就可以了。鼠标再往下拉到底的话，这里呢需要
拍一下你的一个护照啊，把你的护照呢传进来就可以了。护照的话，你需要把整页拍下来上传进去，全部填写好之后呢，点击这个完成验证就可以了。那我们接下来的一步就是我们需要来申请这个 EIN。 那么什么是 EIN 呢？这里大家可能又会非常的好奇。那这儿呢，我们还是问一下 GPT 啊 ，EIN 是什么？那么 EIN 呢，简单的说呢，它就是一个雇主识别号码。就比如说，就像 SSN 或者 ITIN， 那对应个人一样的话，实体也有对应的一个税务识别号，就是这个 EIN。 那这个呢，也叫美国联邦的一个税务局的一个为识别企业和其他组织而分配的一个唯一编号，也叫联邦税号。这里呢，美国公司啊，比如说西北公司给我们发邮件说我们的公司注册好以后呢，那我们就可以来申请这个 EIN。 在没有申请成功公司之前呢啊，大家先不要来申请这个，因为当我们的美国公司注册好了之后呢，无论是税务申报还是银行开户呢，那它都需要这个 EIN。 这个是美国公司正式经营的一个基础。那申请这个 EIN 的方法呢有2种。如果说你没有一个 ITIN， 没有 SSN， 那么可以通过传真的方式呢，把你的准备的资料呢准备好以后呢，发送给这个 IRS， 直接发传真给他。 IRS 呢是美国国税局。那如果说你有这个 ITIN 的话，那就非常的方便了啊，直接在线申请就可以了。 EIN 在线申请的一个链接呢，这儿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啊，特别是我们创业的一些朋友呢，是没有这个的。那这个方法啊，它只适合有 ITIN 的朋友来到这个网站以后呢，他就可以直接在线申请。那直接在线申请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营业时间啊，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到晚上10点，美国东部的一个标准时间。那么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申请步骤啊。步骤1哈，确定资格；步骤2，了解在线的一个申请；步骤3呢，提交一个申请。那么这里可以点击立即申请，在线申请。那如果说你没有在它规定的时间进来呢，你打开的界面呢，可能就不是你想要的一个界面。那只有在它规定的时间呢，你打开啊，你才可以进行一个申请。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传真资料申请这个 EIN 的方法。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还需要填写一个 SS4 表格。那我们需要先把这个 SS4 表格填好以后呢，我们再传真给这个 IRS， 也就是美国的这个国税局。那传真号也是在这个里面的啊，大家可以在这里面来找一下。还有朋友可能在想，这个 SS4 表格怎么填写呢？那这里呢，我也在网上找了一个这个模板啊，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模板来填写。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填写的内容很多，需要花一点时间把这个表格呢好好的填写一下。那么这个表格的下载地址呢，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那这个表格啊，你可以打印出来，用手来填写。那使用一个黑色的笔签名，这里面所有的一些信息的话，建议大家都用一个大写字母来进行填写。全部填写好以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发传真。那么这里发传真的话，这儿呢，我也给大家推荐2个网站啊，可以直接发传真。比如说这里有一个网站呢，它的名字叫 FaxPost， 这2个网站呢都可以进行一个发传真。那么这儿我还是给大家翻译一下。那这里呢，还是推荐大家来使用这个网站。推荐它的理由呢，它有一个30天的一个免费试用。那30天免费试用的话，你可以在这个试用期间呢，当你收到这个 EIN 以后呢，你就可以来取消他们的一个订阅啊，那么你就可以避免被扣费。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几天时间就可以收到这个 EIN。那么这里可以看到30天的一个免费试用，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免费试用。进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它的几个选择，这几个套餐呢，我们需要来选一个。第一个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免费的哈，但是免费的呢，它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收传真的，所以我们选择中间这个付费的，它也可以免费试用。那么我们就需要订购它的一个服务啊，这里我们点这个免费试用就可以了。这里用你的一个谷歌邮箱来进行一个登录。这里我们先订阅也没有关系啊，当我们收到这个 EIN 过后呢，我们就可以到这里来30天内来进行一个及时的一个退款。这里我选择用一个邮箱登录一下。OK， 这里需要创建一下你的账户哈，这里
直接点击个同意并注册。如果说你已经有账号，这里可以点你已有的账号，那么这里勾选一下同意并注册。接下来的话，你填入你的一些信息就可以了，你使用什么卡，这里勾选一下，可以看到你的30天试用呢，就从今天开始。如果说30天之内你改变主意了，你可以取消你的一个套餐我们不会向你收取任何的费用。这里弄好之后，你就可以把你的表格呢给添加进来，点击一个上传就可以了。那么这些信息全部填完之后呢，这下面这个记得一定要勾上这里可以看到有30天的免费试用。这里你登录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来到它的一个后台，把刚才的那些信息比如说我们填的这个，把我们填好的这个表格 SSC 表格呢给它加进来，点击上传。那传好以后呢，在它的右下角呢需要填入美国国税局的一个传真号。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专门来这里搜这个 SSC 表格的一个传真号码。我们需要把这个传真号呢填进了，然后点击右下角，它会有一个发送按钮，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当你发送出去以后呢，一般呢等个2到3天的话，你就可以申请到。那如果说你等了很久了都没有收到的话，那这里呢我们可以打美国国税局的一个电话去咨询一下。那这个电话从哪里找呢？我们可以来到这个谷歌在这里搜索美国国税局的一个电话，大概就是这个1800，大概就是这个号码。如果说你英文不好打这个电话有点费力的话，那这里大家也不用担心，你也可以来到淘宝，你可以在百度里面搜索淘宝，打开淘宝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里搜索一个代打英文电话。那淘宝里面呢是专门有人可以帮你代打这个英文电话。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比如说国际电话代打呀，还有一些什么境外电话代打等等他们都可以帮你提供一个电话号码代打的一个服务。那么这里大家一定要利用好淘宝。那么当我们的 EIN 申请下来以后，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申请一个美国的银行账户。对于一个海外人士来说呢，我这里呢比较推荐的话是这个水星银行。那水星银行的话，它的账户的话没有余额的要求，免管理费，而且的话它可以申请到一个信用卡扣章卡，还有一个什么投资贷款，并且呢它支持多种币种。它的总部呢是设在美国的一个洛杉矶，主要客户呢一些创业型的一些公司，还有呢就是互联网公司它支持一个远程的一个开户，跟美国的华美国泰的话有点相似它支持一个全程远程。所以说现在做什么事情没有你想不到的所以说现在很多问题我们没做之前觉得很难，当你遇到了之后它都会迎难而解，并且呢它呢没有强制的一个 SSN 税号的一个要求。也就是说，即使你不是一个美国籍，没有 SSN 或者一个 ITIN 呢，那也同样可以申请开通。那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专为电商打造的一个银行。那它可以跟美国本土很多线上平台无缝的一个连接，比如说亚马逊或者说这个 Shopify。同时的话，它还支持我们今天要申请的这个 Stripe。那等一下我们申请到这个水星银行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到 Stripe 里面来申请一个 Stripe 的账号。那我们在申请这个水星银行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准备工作？首先呢，你需要有一个美国的静态 IP， 还有一个就是证明文件。申请美国银行的一个准备工作美国的一个静态住宅 IP， 还有就是一个证明文件公司注册后的一个证明文件。我们可以在西北公司里面这个文档里面呢把它全部下载下来。那它还需要一个 EIN 的一个证明文件。这里我建议大家呢再申请一个 EIN， 申请 EIN 过后呢1周呢再进行注册这个银行，这样呢它就能够它应该能自动识别这个 EIN， 就不需要文件了。还有呢，你可能需要一个美国的一个私人地址，那这个呢也可以不要那如果说你需要收它的一个实体卡，那你需要一个美国的一个私人地址。那你不需要这个实体卡，那就不需要这个美国的地址。那如果说有租用美国地址的这里呢我也下面所有的相关链接呢我也会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里。那么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租一个美国的一个私人地址，到时候帮你去收一下这个实体卡就可以了。这里你如果需要实体卡，水星银行的一个申请链接这儿呢我都放在下面视频的描述栏里，
大家可以去点击打开。怎么申请呢？这个是大家最感兴趣的，我们这里还是翻译一下给他。我们先点击右上角的这里有一个申请按钮，那么我们点击这个按钮，这里继续给大家翻译一下。进来呢，你需要填写你的姓和你的名。这里姓名呢要用一个英文进行一个填写用我们的拼音。下面这里呢填入你的一个邮箱号码。那这个下面这里呢是你需要设置一个密码。密码这里可以看到它至少10个字符你这里太少了就不行。OK， 密码输入好之后呢，就可以点击这里开始申请。这里呢，我需要再给大家再讲一遍这里你的姓名要和你在西北公司注册的公司呢是一个名字，要和这里来进行一个对应不要弄成2个名字来你西北公司申请是哪个名字，那你这里就申请就用哪个名字。那接下来我们点这个开始申请。那这里你注册好之后呢，这里会收到一个验证邮箱里面会收到一个验证信息，这里确认一下。进来之后他问你对这个哪些功能感兴趣这下面你选哪个功能你需要哪个功能你就选哪一个，选完之后点下一个。这里他问你是否雇佣了以下人员，比如说员工或者说国际员以上都不是的，就点下一个。这里呢，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进行一个选择，点下一个。那么接下来呢，就需要填入你公司的一些信息，可以看到法定公司的名称、注册的国家你的一个电话号码，还有你的一个雇主识别号。那这个电话号码呢，就填中国的你的一个电话号码就可以了。雇主识别号呢 EIN 呢，当你的公司注册下来1个星期以后呢，大概率它这里就会自动识别出来。而公司的网站如果有这里可以看到你可以进行一个填写，那么没有呢也可以不填它这是可选的。往下公司的这些类型呢，你就如实填写就可以了。这儿我们点击下一步。接下来呢，可以要填你公司的一个法定的一个地址。那这个地址信息的话，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如果说你后面需要实体卡的话，那这里的话你可以输入美国的一个私人地址，后面的话实体卡它会寄到那个地方去。那如果说你不需要实体卡，那这上面的话你可以直接填你身份证上面的这个地址，后面地址证明呢，你直接用你的身份证、家庭住址这些信息都可以填。国内的就直接填身份证国内的都可以身份证你也可以使用你的一个护照或者说你社交媒体的一些链接。接着我们点下一步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你个人的一些信息你的电子邮件、你的职称你的全百分比。接着点下一步。那这一步的话你可以直接把西北公司里面的一些公司的文件呢直接传进来就可以了。那这里填好以后呢，直接点击下一步。那么他问你这个预期的活动，你会在国际上汇款或者收款你这里可以选这个这儿呢他建议你返回再检查一下以上的这几个选项有没有填好。那么填好之后呢，点击一个提交就可以了。那可能呢一般2到3天呢申请注册就下来了。申请下来以后呢，他会给你发一个邮件他会恭喜你，让你的银行账户呢开户成功。接下来的一步呢，就是要提供我们的 BOI 的报告。这个 BOI 报告的话也是今年2024年的1月1号开始实施的。它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打击一些洗钱，比如说虚假公司那我们可以在这个美国金融犯罪执法局的话，直接在线来提交这个报告就可以了。相关链接这都放在了视频的描述栏里。在美国呢你就要遵守美国的一个法律，按要求的话提交就可以了。来到这个网站以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里有你选择你最适合你的一个申请方法。来到这里之后呢，我们鼠标往下拉，我们就点这个准备并提交，点击一下，点这个我同意。那么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那么这里英文不好的朋友可以直接点击沉浸式翻译把它翻译过来看。这里面有一个报告公司我们点这第2个按钮，那么就是公司的一个注册地址直接填西北公司给你的地址就可以了。点完这里填完之后呢在后面可以看到它一共呢有几个选项在这里你挨个来填写最后一个呢就是一个提交。你可以自己填完之后，这里呢自己先预览检查一下。当我们把这些所有的信息呢全部都已经准备好之后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这个 Stripe 来进行一个账号申请了。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美国的电话号码，
有一个美国的水星银行账户啊，有了公司的一个 EIN 啊，有了美国的一个地址。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 Stripe 的要求呢，进行一个填写就可以了。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开这里，点击这个立即开始。那这儿 Stripe 也好啊，所有的相关链接呢，我全部都放在视频下面的描述栏里啊，大家可以找到相关链接呢来进行打开。这里我们就点一个立即开始。那这里啊，你没有一个 Stripe 的账号，这儿我们就直接创建一个账号就可以了。创建账号呢，这里输入你的一个邮箱地址啊，输入你的一个全名。这里地址我们可以选择美国就可以了。接下来呢，这里地址啊，我们直接选美国。接下来这里呢，自己设置一个密码。再往后呢，大家可以按照它的步骤呢，按照它的一个要求呢，一步一步去完成啊，提交公司的信息，提交你的美国账号的一些信息，一步一步的操作就可以了。后面呢，其实都非常的简单，因为我们所有的文件呢都全部准备好了，我们主要就在这里来进行一个提交就可以了。和以前的话，之前2024年以前，那我们多需要提交一个 BOI 的一个报告。如果说你所有的资料都准备好的话，那整个流程注册流程的话，可能需要大概半个月左右，也就是1到2个星期，基本上你就可以把这个完全做好，你就可以完全搞定你的一个美国的一个 Stripe 账号。那同时呢，你还拥有了一家美国公司和一个美国的电话号码还有美国的一个银行。那么当你的 Stripe 账号申请好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再回到 Workers 的后台。那如果说你的账号还没有注册好也没关系，你可以先跟着我来，我们先来把这个网站搭建好。Stripe 账号你后面有时间呢，可以慢慢的再去申请，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申请流程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下一个账户的一个账户和隐私。第一个是结账的，我们启用一下访客结账，这里登录也把它启用一下，在结账时启用登录。那这样顾客在结账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注册或者登录，购物体验也会更加的顺畅。接下来在这里可以看到创建账户，这我们也可以给它勾选上，这个允许客户创建账户，在结账的时候，顾客在下单的时候创建一个账户，我们也是可以的，可以接受的，就把它勾选一下。接下来这个账户创建选项，这里发送密码、设置链接，我们先把它去掉，这里不能勾。OK， 这拉到底，鼠标拉到底，这里左下角点一下保存更改。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里一个站点可见性，在这里它有可以看到站点可见性即将推出，这里我们要把它重新选择一下。那如果说你的网站已经搭建好了，这儿就直接勾选这里已上线，别人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网站里面进行一个购物了。当你的网站做好以后，记得一定要把这个已上线给它勾选。这我们可以先把它点上，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进行一个测试，那你必须要把它勾上。这里我们点一个保存更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面的，这里有一个高级里面我们的一个购物车的页面，对应不同的页面结账页面可以看到结账页对应的哪个页，那么这里默认我们就可以不需要去更改它，它就是购物页就对应购物页，结账页就对应结账页，这里一一对应保持默认就可以了。鼠标往下拉，接下来这儿我们点一个保存更改，WooCommerce 的一些基础配置就差不多就搞定了。再接下来我们需要安装一个非常重要的插件，那这个插件大家知道，插件其实可以帮我们网站实现很多功能，就像我们的手机一样，如果说你的手机里面没有 APP， 你光拿着手机只能打接电话，那你可能会非常的无聊。那如果说你想上网，你想玩游戏或者你想唱歌这些，那么你就要在里面安装不同的插件。那网站也是一样的，原理都是一样的，我们想要实现一些功能，我们就必须要安装一些插件。那么接下来这个插件也是非常重要，它可以让我们的网站实现这种按需定制的功能。那么这个插件的名字叫 Lumicy， 那它的链接我会把它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大家可以先暂停视频去找到这个链接。那它的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下面了，大家可以暂停视频，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那在这个简介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插件的价格大概就是这个69美金。我们的网站想要实现一些自定义，顾客可以上传照片进来，而根据他的这个请求来去进行一个定制，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使用这一款插件。那大家知道，现在很多顾客他比如说想在我的 T 恤或者想在我的杯子上印上我的头像，或者印上我自己的一个独特的 logo， 这个时候这个插件就非常的重要，并且必须要使用这款插件，因为这款插件它非常的好用。这个69美元它
也不是按月付的也不是按年付的。这个$69是终身的，就相当于你只需要付一次款$69，那你就可以来使用这个插件。另外可以看到它提供6个月的一个技术支持。这个 Loomis 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都可以直接联系他们的客服帮你解决。这里可以看到，如果说你愿意再多出$24，它支持的时间可以延长到12个月。其实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一次性就给出这么多，就算你要加上这个也才$90来。那么该怎么样购买？你可以直接点击下面这里加入购物车去结账付款就可以了。付完款之后，你鼠标回到右上角，你可以点击这里来一个这上面的一个头像，这个头像旁边这会有一个下载的页面，大家选择在这里去下载就可以了。这儿你要把这个插件你要给它下载了。你要下载里面所有的文件，因为我这儿已经下载过了，就给大家展示，大家知道是在这儿下载就可以了。你要把里面的插件下载到你的电脑的一个本地电脑上，这里 Loomis 的相关链接大家可以在描述栏或者评论区找到。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后台，那我们要来进行一个安装，我们要把这个插件给它安装上。那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一个安装新插件，点一下它。接下来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有个添加插件，我们点一下它。这我们不需要在里面去找，因为我们已经下载好了。我们直接点这里一个上传插件，左上角这里有一个上传插件，点它，然后选择文件。这样我们直接双击上传，点一个立即安装，已经安装好了。接下来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一个启用插件，点击一个启用插件。安装好之后，我们那么鼠标往下滑，这里有个 Loomis， 我们点一下它。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它就来到了这个 Loomis 的一个后台，这是它的一个仪表盘，这里面一些的你可以看到你的订单这些上面都能看到。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下面这个 Loomis， 点一下它许可证。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要输入一下 Loomis 的一个注册码才可以使用。那么这个注册码在哪里找？如果说你购买了它的软件以后，那你可以来到这个购买的这个页面。那你可以来到这个购买页面，后面这儿有一个支持，鼠标可以看到在这儿有一个支持，点一下它。你鼠标往下拉，那么在这个位置就能看到你的注册码，你把它复制过来把它粘贴到这里来就可以了。那么粘贴过来之后，接下来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我们鼠标回到左边，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有很多的功能，有非常多的菜单，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产品库，你可以看所有的产品，添加新产品，产品分类。这里面你点一下它，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分类，产品库里面的一些产品。这儿它还对这个产品有一个分类。那比如说这边可以看到一个设计模板，你点开它，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模板，你可以选择所有模板。那么这儿有很多模板，有一些新模板这些等等，这里面模板它都会显示到这边。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模板里面是空的，什么都没有。你可以看一下其他的，看一下下面这个剪切画里面所有的剪切画。这儿点开看一下也没关系，等一会儿我会教大家怎么样来导入成千上万个模板进来，那么我们会把这些相关的模板全部导进来。这儿下面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形状，还有一个打印的类型、字体、语言还有订单等等。好了，接下来我就来教一下大家怎样来下载这些模板。我们左边提到的这些素材，比如说剪切画这些模板，那我都会把它放在这个文件夹里面，这相关链接我会把它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大家打开之后就会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那这里你直接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一个下载按钮，你点击把它下载下来之后，那你可以看到下载下来之后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压缩文件，要把它解压出来。在这里可以看到，你可以直接点击鼠标的右键，在这儿它会有一个压缩，这里有一个全部压缩，可以看到我就压缩到当前的文件夹。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一些素材，一些数据库，比如说这里一个 SQL 数据库，还有一些图片，那我都放到这个里面。后面还有几个操作，大家看到这儿不要觉得很复杂，也跟着我的步骤就可以了，一步一步操作就没有问题。其实也非常的简单。我们接下来要把这些海量的一些素材还有这些模板素材全部导入到我们的网站就可以了，让你的定制的商店会更加的丰富。首先我们先点击上面这个一个 SQL， 双击它，那这儿我们就选择下面有一个 WOSPL， 那我们需要打开它，但是在打开之前我们需要在你的电脑上安装一个软件。那么这个软件这个 SUBLIME 这个软件的下载地址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大家用这个软件呢就可以打开我们的一个数据库的文件。
因为我们需要更改一下我们数据库文件的一个地址信息。这里大家根据你的系统来选择下载。比如说我这儿是一个64的 Windows， 那我这个是 Windows 64的，这儿我们点一下它。你根据你的电脑的系统来，这里正在下载，可以看到右上角这里，它会下载到我们的电脑上。下载好了之后，我们点一下它，这儿再打开这个在文件夹中显示，这里我们再双击一下它，让它这儿运行。你看一下你要存在哪个文件夹。好了之后，我们点下一步，再点下一步。这里我们点一个中间的这个安装，那么它这儿就显示已经安装完成了，我们点一个完成。接下来我们可以在最底下在这里搜索一下 U， 在这个位置。搜索的这个应用，我们双击一下，这儿它告诉我们新版本已上线，我们要再更新一下，再点一个安装。这儿打开之后，接下来要把我们的刚才的这个文件给它拖进来，找到这个 WOO， 把它拖过来 ，OK， 放到里面。接下来我们把这里给它放大。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来更改一下信息里面的我们的这些网址信息，我们要把这个网址给它改成你自己的地址。要改成我们自己网站的网址，你可以找到我们的这儿，可以来到我们的网站后台。那么在最顶上这儿就是我们网站的一个网址，从这个 COM 结束，前面就是我们的网址，也就是我们的网站的域名。如果说你的域名没有，是临时域名也是可以的，改成你的临时域名也是可以的。那怎么改？我们这儿先复制一下这个网址。那么在域名复制好了之后怎么改？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个页面，那么我们要改的就是这个网址，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这里。那这儿我们怎么改啊？那很简单，我们如何来替换它？我们按住鼠标上面左下角这里一个 Ctrl 加 H，OK， 可以看到这里它就直接把这里粘贴下来了。可以看到这上面这个可以核对一下，你可以看一下上面的网址，直接把它。你点了 Ctrl 加 H 的时候，它会自动把它粘贴下来。接下来我们要替换的地址，比如说我现在要把它替换成我的这个网址，复制一下，把它贴在这个下面。后面这个斜杠不需要，因为上面没有斜杠，那么下面我们也不需要斜杠。这里网址替换好之后，你自己核对一下看没有问题。我们点击右下角这里一个替换，你可以看一下在这里的网址，它就把它给替换成了你自己的。这儿分分钟的时间，它就把里面所有的文件全部替换掉了。这个时候我们按一个 Ctrl 键加 C 保存一下，你也可以直接鼠标回到左上角，那么下面这些网址就全部都已经替换掉了，看一下。或者我们也可以鼠标回到左上角点一下这个 FI， 点一下它，在这儿有一个 Ctrl 加 C， 这里有一个保存，点一下它，这样让我们的这个 SQL 文件就已经改好了。保存好之后，我们点击上面右上角这个叉给它关掉。保存好之后，我们可以直接点右上角的叉，直接把它关掉。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把这个 SQL 文件导入到我们的服务器里面去。那我们回到 Hostinger， 点击右上角的这个登录，进入网站之后，接下来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个网站，点开它，这儿有个网站列表，点开它。那鼠标回到中间刚才的这个网站，找到我们的这个网站，这是我们的这个网站的网址，就是我们的域名。那我们点击后面的这个控制面板，那鼠标往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概览，那我们点击一下它。鼠标往左边这边功能往下看，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数据库的名字。那我们在右边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数据库。那这里我们需要复制一下我们的数据库 ，Ctrl 加 C 复制一下。它这个就是我们对应的网站，就是这个小鱼儿电商站，这是我的这个网站，我对应的这个网站的数据库的名字。这里一定要复制，复制好之后，接下来我们回到左边，鼠标往左边走，这下面这里有个数据库，点一下它，再往下这里有一个 PHP， 再点一下它。那因为我们网站里面是有很多数据库的。你可能做了很多不同的网站，每一个数据库它都有不同的名字，你的数据库很多，这样我们一定要把刚才的我们网站的数据库的名称把它复制下来。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在这里把它粘贴一下 ，Ctrl 加 V， 再搜索一下，它会自动搜索，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库。我们点击后面的这个输入 PHP， 点击一下它，它就会带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数据库的一个管理后台。上面这里可以看到，像这里有个导入，我们点一下它。那么这里有个选择文件，我们点一下它，然后再找到我们这个2025的文件夹，双击一下，再双击一下，这里可以看到一个 SQL， 我们再点一下它，双击一下，那我们就选 WOO 的，直接双击，我们鼠标往下拉，直接点击下面的导入。那我们需要稍微等待一下 ，OK， 可以看到这里就已经导入成功了。
可以看到顶上这里它有显示导入成功。导入进来可以看到它有的地方有一些提示，他说查询结果为空。通常因为我们的媒体文件暂时它可能还没有导入进来，因为比较多，所以这我们暂时可以不用管它。等它全部导入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后台，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OK，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那我们这里面很多模板里面它就有内容了。看一下我们这个设计模板里面，这个里面它也有了。这里面内容已经有了，只不过说是现在这个图片还看不到。这个简洁化里面也是一样的，刚才是空的，现在里面内容已经有了，只是看不到图片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直接来导入我们的图片，那里面就可以看得到了。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图片也给它导入进来，那还是回到我们的 Hostinger， 我们鼠标回到左边可以看到，你可以在这下面可以看到有一个文件，那文件里面有一个文件管理器，我们点一下它。那么这儿我们选择我们这个网站的网址的文件，点一下它。那这里我们选的第一个，双击一下它。接下来我们选这个 WPCONT 的这个，双击一下。下面这里有一个上传 UPDS， 我们还是双击一下它。那么这儿就有一个 Lumisi 的一个，这个我们就再点一下，双击一下它。接下来我们要找到我们刚才下载的一个文件，我们要把这个文件给它导入进来。你可以找到刚才你存在的一个文件夹里面，我们直接把它拖到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右下角这里它就下载，正在导入。那我们可以先把它上传进来，等一下解压就可以了。那么这里稍微等一下，还正在上传之中。OK， 可以看到这里已经上传成功了。好，选中它，点击顶上这里有一个解压。那么这儿我们输入一个文件名，点下面这里把它提取出来，稍微等待一下，这里正在提取。OK， 这里提取出来了。好，这里提取出来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3个文件这儿，那么提取出来之后，接下来我们鼠标点中间这个，双击一下，可以看到这里面3个文件，一个简切化模板，所有图都有了。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这3个文件来给它移动一下，点一个 Ctrl 加 X， 给它选中之后，我们点击鼠标的右键，在这里有一个移动文件。我们把它移动一下，那我们把它移动到我们的上一个区域，点击最上面这个，点一下它，点一个移动 ，OK， 那就全部给它移到这一起来了。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网站后台来看一下，我们点一个这儿刷新一下，那么接下来可以看到后面这些图片已经有了，你可以点击这边的模板，可以看一下这个设计模板，这些图片全部都有了。那这样我们所有的文件还有所有的图片。那么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些图片全部都已经有了。那下面你可以看到，这里一共有300来页，这里你可以看到第一页完了，你还可以翻第2页，有很多个页面。接下来这里就好了，这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 Hostinger 的后台。到这里我们把这个压缩包直接给它删除掉，这个就不要了。这一步我们就到这里来，已经操作完成了。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上面这个路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路径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不要把这些文件放错了地方。如果说你放错地方，那么你在你的后台它也是显示不出来的。那么这边我们就可以把它先关掉了。接下来可以看到我们的左边这边很多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我们的产品，所有的产品库。那点击一下，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一些可以定制的一些产品。那么目前可以看到这些上面是没有任何的 logo 的，它是可以定制的。当然如果说你想添加，你也可以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增加产品库，你也可以增加一些新的进来。那这里你可以在这里比如说输入你的产品的名称，那下面产品的描述等等，这里你按照它的要求来填写就可以了。这里是一个产品的基础信息，把它填一下。那接下来这里是它的一个设计，设计这个位置我们也要改一下。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它你可以拖动它，比如说你要印刷的位置上下左右是可以调动的，你想要怎么调，这里是可以调动的。那还有在这里你还可以增加一些新的，比如这里我们编辑一下，这儿是一个产品的正面，这里还可以这儿加一个产品的背面。这里更新位置你可以直接上传一下背面的照片，那这里直接点击上传就可以了。那么把你的图片准备好，直接上传。这里点了之后，下面这儿可以点选择图片，接下来这里你就直接上传新图片。那如果说你要上传其他的产品也是可以的，这里直接点击上传，你可以把你要定制的产品，把你的原始的一个设计图传进来，后面你还可以在这里还可以添加一些属性。比如说这里添加属性，你可以点一下它，比如说你要添加颜色，比如说这里面有可以看到这里面有颜色、尺寸等等，那这儿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设置。那么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产品库里面，它已经帮我们自带了一些产品进来。
那这些都是可以直接用的。那如果说你想加一些新的产品进来，你就直接点击这个左上角这里添加新产品库，因为你后面可能你还会做一些其他的产品，你支持的一些新的产品，到时候你就直接点击这上面这里把它加进来就可以了。那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模板它的设计，所有的模板。那这些模板它有什么用？看一下这些模板，用户他看中这些模板之后，他是可以直接一键套用的。如果说你想让这部分的模板需要额外的收费，比如说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 logo 模板，比如说我想把这个给它加在我的 T 恤上，或者说我想把这个图案加在我的杯子上，那么客户他想用这些图案的时候，如果说你想要额外的收费，比如说这个我给他，如果说他要用这个 logo， 我就再多加收$2，那这个我多收$1，那你就可以在这里面把价格给它填上。比如说顾客他想用这个，那我再加收个$2，那这个价格我们是在这里面来进行设置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手动点击这个右上角，也可以添加一些新的模板进来。比如说这儿我点击这里一个添加，点了添加之后进来，你可以看到输入名称，输入价格，下面你还可以看一下分类，你要把它归在哪一个类里面，这里面你可以选一下。接下来是一个标签，那传入你的文件模板，比如说我这儿点一个选择文件，这我就随便传一个进来，你就可以把你的提前准备好的一些模板，这个模板其实很好做的，你可以把模板这些图片直接给它加进来。那么你可以在这个上面写个名字，看看是否需要收费，那收费你就写上费用，比如说我这里随便编辑一下小鱼儿，这下面点击一个保存就可以了，它正在显示上传。我们再点击左边的这儿设计模板，点一个所有模板 OK， 那可以看到我的这个 logo 就加进来了。那这个就是我刚才把我自己的一个小鱼儿的一个 logo 了，模板给它加进来了。所以你想要有一些自己的设计，那么我不想用下面这些，完全没有问题，你直接做好这里添加到新模板就可以了。那我们鼠标往下滑，这里还有一个剪切画，这儿来点击所有的剪切画给大家看一下，和刚才一样，你可以看到后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图案。当然你也可以添加一些贴纸素材，上面同样它可以看到右上角有可以添加多个剪贴画，也可以添加新剪贴画，这里有2个选择，多个和单个的。你还可以加各种的插图进来，那我们要定制肯定不止一些图案这么单一，肯定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插图各种一些贴纸素材供我们的顾客来选择。同样这个比如说你想让这些你想收费，同样你比如说这儿我这个鸡我收个$1，你把这个价格给它填上就可以了。再往下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形状，所有形状看一下，这儿可以看到它就是图案的这种形状。目前可以看到它这里一共是有90多个不同的形状，如果说你有更多的这种形状也可以加进来，这里点击右上角添加新的形状，那么你可以用里面的，你也可以用你自己设计的都没有问题。比如说这儿加形状，那你就点这个添加新形状，那么这里同样名称内容，那在左边这里它也有添加新形状，你直接点这边也是可以的。那下面可以看到还有打印类型的，比如说有这里点击所有打印类型，那这打印类型呢，我们还可以点击右上角添加新打印，这儿我们上传选择一个文件，比如这儿我随便上传了一个。那如果说你有一些印花的类型，你可以把它上传进来，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数码印花，还有一些什么刺绣这些，你都可以把它增加到打印的类型里面来。这像上面输入名字，这里加一个描述，因为这些印刷的这些什么印花这些图案，它是可以印在我们的杯子上，印在我们的手机壳上，印在我们的衣服上面。你这儿可以给它添加一个打印的标题，这里就把图给它加进来了。你还可以找个那种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这种比如说选择文件，我们找到我们刚才的这个文件夹里面去下载的文件夹，双击一下，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这儿你可以看到这个就知道它是一个印刷的一个物品，这儿上面是印的一朵花，下面你就简单的描述一下它的工艺，用我们的这种印花怎么样，简单的描述一下，这里就直接点击一个提交。它这儿还有一个价格的一个尺寸，这里你点击一下也可以进来设置一下。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比如说这里设计的数量，你可以按照设计的颜色的数量
来进行一个分档次的进行一个收费。比如说这儿我们来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按照数量来区分。比如说前面我们先看一下，它这是一个数量的一个范围。简单举例，1到5件，也或者说像顾客他上传了某些图案，或者用了多少颜色或多少颜色加多少钱，没用的话就不加，那也是可以的。这里有一个高级按钮，你可以把它打开。比如说这里客户他需要有剪切画、有插图，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么你要加收多少钱？比如说加收$1，那按照这种来给他提供一些图案或者说文字的一些，根据这些情况来进行一个收费。当然如果他订的比较多，下面你就可以收的便宜一点。比如说在下面我们可以再加一个，那比如说他订个20至100件，这个时候我们这儿就可能给他改成个0.5，这些都给它调成0.5，所以这个根据它的数量的大小金额来定。这个因为它批量更多了，让我们稍微收的再便宜一点。下面这里使用一种颜色的一个计算价格，这儿你可以点一下它，这里你也可以使用这个，比如说这里按照颜色收费。那比如说它有个颜色、3个颜色或者4个颜色，我们就点下面这个添加，在后面又加了2个颜色，再加。比如说它有4个颜色，我们就这里每个颜色，你比如说加收$1。如果它定的多，那这里的价格你也可以收的稍微便宜一点。又或者说呢，你也可以按照图案占的面积来进行一个收费。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根据面积大小来进行收费。这里可以看到，比如说它的尺寸 A1、A2、A3、A4、A5 的设置价格，还有根据尺寸的面积大小的一个设计。不同的一个尺寸，比如说像 A4 这个大小，那么它的费用肯定又会不一样。那这下面又或者说固定价格，比如说产品设计每个是正面、背面、左侧、右侧来固定一个价格。这儿就根据你自己的一个相关的情况来进行一个设置。设置好了之后，这儿点击一个保存。那后面这里还有一个资源，在这个资源里面，它里面就是一些跟颜色相关的。那么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管理颜色，以及说哪些颜色要不要开放颜色的一个选择器。那比如说别人在定制这个 T 恤或者说定制这些杯子的时候，它可以选择的一个种类，这里的就是一些颜色种类，你还可以添加一个新的颜色。那比如说这里面这些颜色，你可以看你哪些能定制出来那比如说像这个颜色，那我这儿定不出来，那么我就没有这个色系，那我就直接点这上面这个叉把它关掉。 OK， 那就这个颜色呢就代表我们不能做，那就直接把它擦掉。这里你也可以添加新的颜色，你点一下它，这里有一个列表，这下面有一个很多颜色的列表可以看。比如说我加一个这种，看一下珊瑚，点一下这个，勾选一下这边那又加了一个这种颜色进来。那你想要的颜色有的你都可以把它加进来。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一点很重要，颜色选取器。如果说你把这个打开，我们的顾客他就可以自定义的去选择颜色，他可以选择其他颜色，可能不是你里面的这些颜色。那如果说你做得出来，你可以把这个给它打开，如果你做不出来，你就一定要把这个来给它关掉。上面可以看到这里是可用字体，那还有一个剪切画的一个颜色，看一下。那么这个剪切画的颜色也是一样，颜色选取器，你是否允许用户从颜色选取器中选择颜色，它就是任意自定义的选择颜色。如果说你不能，那么就把这个给它关掉。那你能用哪些颜色，你这儿提前把这个色系给它加好就可以了。又或者可以看到顾客这里还有一个模板，模板的颜色也是一样，这个都一样。这个如果能自定义你就打开，不能自定义就把它关掉。你如果说你的颜色有限，只能设置这几个颜色，那么你就一定要把这个关掉。这儿还有一个图片上传，那么这个图片上传就是顾客他可以自己上传一些图片的颜色进来。那后面这儿还有一个形状，设置方法都是一样的。下面我们回到这个字体这里，你可以看到下面这里有一个高级，这个选项你可以把它打开。比如说这下面你可以设定一下你的字体最小能缩到几的一个最小字体的一个像素，这里面你可以来输入你的数字，你可以在这里面来进行一个调整。比如说我的字体最小6的像素，那这儿就6。防止有的人把字弄得太小了，我们可能打印不出来，那你也可以规定一下，比如说最大字体有到多大，还有最小文本行、最大文本行、最小的文本字母、最大的字母，这些相关的你都可以把它来给它
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设置一下。这里其实你可以上传一个图片的大小，那这样避免顾客上传图片的时候有时候模糊不清，它会影响我们印刷的一个效果。当然如果说你这儿还有更多的一个印刷方式，同样你可以鼠标回到顶上，在右上角这里有个添加一个新的打印，比如说这里点击一下它，那这儿我还上传一个文件，还有这种刺绣的你可以选进来。下面同样你可以把它描述一下，点击下面的一个保存，和刚才的方法都是同样，你要点击这里有了这个之后，还有一个标签、价格、标词、资源、布局，这些设置方法都是一样的。把这里面的颜色、模板等等的设置好之后，直接点击一个保存。那么这里设置方法都是一样的，设置好之后，下面这里有个保存，把它保存一下。接下来我们鼠标回到左边，在最底下这里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设置按钮，那么我们可以点一下它。接下来进来之后，你可以在这里可以来把你网站的 logo 把它传进来，这样直接点击这里上传，这我就随便传一个，这样就把这个 logo 传进来了。那在这里我没有告诉大家这个 logo 是怎么制作的，在视频的最后我会告诉大家这个 logo 怎么制作。其实非常的简单，用 AI 就能帮我们设计完成，所以大家这个视频一定要看到最后。接下来这就是你网站的一个标题，这里比如说我这儿输入一下小鱼儿，下面这里你还可以设定一下你网站的一个站标，就是网站的一个图标，比如说像这个油管，它这里就有一个站标，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红色的框，里面有一个播放的一个按钮。像 Hostingler 它就是一个这样一个 H， 所以每个网站它都有一个站标，你也可以自己去设计一个。如果你有设计好了之后，你直接点击这里把它上传进来就可以了。设定好之后，鼠标往下拉，在这里有个保存一下。接下来呢，在这里我们点击鼠标往上，回到这儿来，有一个网站的你商店的一个符号，你可以把你的货币的符号还有你货币的代码在这里面给它设置进来。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 USD， 这个是一个美元的符号。如果说你不是一个美元，是其他的货币，那你可以把你的货币符号还有货币代码来给它填进来。接下来我们鼠标往下拉，这里设置好，记得保存一下。那这样，那基本上我们的这个设置就已经填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往我们的网站里面添加一些产品，把我们鼠标回到左边，在这里有一个产品，产品里面有一个添加新产品，我们点一下它。你可以先做一个已经设计好的产品，就比如说你在这些网站或者说在平台买的东西一样，那这种商品就比如说就相当于是一个成品，那这种可以直接买的。那接下来我就先给大家讲一下怎么样快速的上架一款这样的一个成品。在我们的上架的产品它分两种，第一种就是普通的商品，顾客就可以直接买走。那第二种就是一个我们的定制类的产品。我们先从第一个普通类的一个产品开始给大家讲解。这里我们已经找到了这里一个添加新产品，这里比如说我就拿这个手机壳来给大家讲解。那这个产品的名称就是一个苹果 6S 的一个手机壳。那么鼠标往下滑，你可以看到中间就是一个产品的描述，这一部分它是会出现在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详情页，就是在我们的商品下面，这里我们可以写更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产品相关的一些介绍，或者说一些营销性的一些文字。不会写的朋友，可以这里大家要自己写，可能你也需要花点时间来写，这个我们不需要自己去想，我们可以交给 AI。怎么让 AI 帮我们写？我们不是直接这样告诉他，我们需要给他一张图片。比如说这儿我就截一个图，你可以按住你键盘上面的 Shift 和你的加 S 键，把这张图给它截下来。这样我把它直接给它截下来，这里勾一下，来到 GPT， 我这儿直接把这个图片 Ctrl 加 V 给它粘贴到这里。那看你用的是什么版本，因为我用的是 GPT 的一个 Plus 一个付费版本，所以它是有一个识图的一个功能。我会写一个提示词，让它帮我写一个产品的描述。那我说我会这样子告诉他，请根据这张图片帮我写一个产品描述，前面加一个高转化的。这个是一款手机壳 ，OK， 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让他帮我们写一个产品描述，直接发送给他。
如果你做的是英文，你也可以直接让它把翻译成英文发给你，直接让它回复英文。可以看到，其实 AI 写的速度还是蛮快的，可以看这儿分分钟就写好了。我们这里复制一下，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页，再把它填在这个里面。那接下来我们鼠标往左边看到，在这个产品描述的下面，这儿有一个添加媒体啊，我们这里点一下这个添加媒体，选择图片。那这儿我们要把这个照片给它传进来。那你准备好的图片可以直接把它上传，插入到产品，这样可以看到我们的照片就加进来了。鼠标移到这个图片上面去，你可以这旁边有一个4个角，你可以把它拉大拉小都可以，看一下这个角可以把它拖动。那比如说你想移动这个图片的位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直接把它拖动一下，我把它鼠标左键按住，我再把它拖上来一点。OK， 那放在这个位置就差不多。那这儿可以看一下，这儿我们可以把它转个行，对，这样子把它放在这个位置。那你想要小一点就点一下它，把它缩小一点就可以了。那这里面的文字也是可以改的，比如说这里面这一句话，我想让它点一下后面这个隐藏的工具栏，点一下它，这儿是文本的颜色，它点一下。那比如说我想让它是黄色的。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就变成这个颜色不太明显，我再切换一下它的颜色，把它变成一个蓝色的，看一下这个字体的颜色就变了。那如果说你想把它加粗也是没有问题，选中之后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粗体，或者是旁边的斜体也是可以的。如果说你想比如说想在这个白色款这里想给它加一个链接也是可以的，在这儿可以看到插入链接，在这里你可以把你这个手机壳的链接就加在这里，当有人点这个白色款就会跳转到这个相应的页面。可以看到这个链接可以在任何时候用任何的地方加，比如说加在这几个字上面也是可以的。你再点这个插入链接它这里就直接就会跳下来，你把你的链接连贴进来就可以了。这个加链接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这个后面它这儿还有个设置选项，比如说让它在新窗口中打开，这样它就不会把当前的页面冲的没有了。这里一定把它勾选上，这里把你的链接加进来就可以了。OK， 那这个产品描述这里就差不多，我们鼠标往下拉。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它的相关的一些设置，比如说这里产品的价格，那我这儿随意的写一个39。那么这个我们平时它的常规的售价是49，那我想让它显示一个促销的价格，让它有一个促销价，比如说它这个促销价就是39。这个产品它是含了我们的税。或者说你让它含运费也是可以的，或者含税也可以。税下面这个税的类型，这里你可以看，比如说我们这选个 VAT， 它就会按照我们之前设置的这个税费，在顾客结账的时候自动把税费给加上去。接下来我们鼠标往左边，第一个是常规的设置，第二个这里就是一个库存，这儿你可以设置一下你的一个 SKU 编码。每一个它都有什么是 SKU， 你如果不知道的情况下，可以问一下 GPT， 你可以问一下 GPT 什么是产品的 SKU。 那 SKU 它其实就是一个内部管理的编号，商家自己定义的，可以是字母加数字的组合。比如说在后面它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它这个 SKU 主要是内部的一个编码啊，自己可以辨别。比如说这儿随便写一个什么 B0001，那下面是一个库存的管理，这儿可以把它勾选一下，它的库存数量你可以把它填一下，比如说库存是80个。接下来他会问你是否允许缺货销售，你不允许就写不允许，允许但通知客户，或者只允许，这儿我们就直接不允许。没有产品的时候呢，我们就自动这个产品就下架了。这里它有一个库存不足的最低值，比如说我的库存只有2个的时候，就让它通知我，这儿我们可以设置一下。那这里你的这个商品需不需要限购，比如说单独出售，每个订单限购1个商品，如果不限购，这儿就不管它，想要限购你就把它勾一下，一般情况下是不限购的。接下来我们鼠标回到左边，点一下配送，接下来就是这个配送，比如说在这里这个手机壳它的重量，下面是这个尺寸，运费类型我们可以选一下，比如说在这里你点一下它有，比如说像这个手机壳，这个它其实是很轻的，那这个运费怎么设置前面也给大家讲过了，我这儿就简单的选一个装饰品，
那接下来往下拉，这里是一个产品的简短描述。那上面其实这儿算是一个详细的产品描述，接下来是一个简短的描述。这里我们回到刚才 GPT 这里，那我这里就简短的复制一段。我们回到右边，这边是右边，我们来右边这儿来设置一下。首先一个就是这里设置一下产品的图片，这里我们点击一下它，选择上传文件。那么这里我就直接点击进来。OK， 这儿就上传进来了一张。如果你有几张，你可以把它都上传进来。你想展示更多的照片，那你都可以多上传几张。下面这里有，它是可以添加产品相册图片。那么这儿我们点这个添加产品相册图片，我点一个上传。OK， 点击添加至相册。那再往下，这里就是一个产品的分类。那么它这儿没有分类，那这里我们点一个增加新分类，比如说手机壳。再添加一个新分类装饰品，那么可以看到这两个就加进来了。比如说它这个是属于手机壳，我就给它添加到手机壳这一类。大家根据自己店铺销售的产品来添加一些分类。那么这里你还可以写一些产品标签，那这个不会也可以交给 GPT， 让它根据以上产品，让它帮我写10个标签。这个标签它有什么作用？说有人在搜这个手机壳的时候，他会搜这些标签，他比如说什么手机壳，什么 iPhone 级手机壳这些。那我们这儿添加产品标签，把它输入进来。OK， 这儿我添加进来，可以看到这儿添加了10来个产品的标签。那么好了之后，我们鼠标往上滑，这里有一个发布，我们点击一个发布。OK， 那这儿我们的产品就发布好了。发布好了之后，这里有一个在鼠标回到左侧，这里有个查看产品，我们可以点鼠标中间的这个按钮，在新窗口打开查看一下。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我们的这个手机壳就已经发布成功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手机壳，这边是它的标题。那往下拉，这是产品的一个描述。那这边可以看到有数量可以加入购物车。这里比如说你加入购物车，这里直接可以点击这里去结账。OK，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我们就来到这个结账页面，你要填一些你的配送地址相关信息。下面可以看到这儿就可以选一下付款方式，直接就可以进行付款。刚才给大家讲的第一种就是创建我们普通的产品的一种方式。那么接下来教大家怎样创建定制类的一个产品。定制类的产品，客户他可以自己上传照片，可以更改图案，他可以想要什么图案，我们就把什么图案给他做在他的这个产品上面去。那他还可以完全自定义的操作。接下来我们再点击左边这里这个产品里面的添加新产品。那接下来来到这个页面之后，我们来上架一款新的产品，上架一款 T 恤，这儿截一个纯白色 T 恤的图片，回来 GPT， 这里还是把这个 T 恤的图片给它粘贴进来。那我告诉他，这个是一款可 POD 按需印刷的产品，加个白色 T 恤，请帮我写一篇产品详细介绍。那他会根据你的图片来帮你写。这儿如果说你用的是 GPT 3.5， 你用的是免费版本，那你的 GPT 它可能是没有这一个识图的一个功能。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把你的 GPT 的会员，可以把免费的会员升级到 Plus 或者升级到4欧。你在右上角这里可以看到头像，这里你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升级套餐。那 GPT 会员1个月是$20一个月。如果说你想升级，它是不支持的中国大陆地区的银行卡了，它是不支持直接升级的，你的中国大陆的银行卡升级不了。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也是有方法可以解决的。那么你可以申请一张国外的虚拟银行卡，比如说这个 World 卡。它的链接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暂停视频，打开这个链接，你就会来到这样的一个首页，这个 Word 卡的首页。上面语言这里你可以看到，这儿你可以把它切换成中文。在这个 APP 里面，我们可以申请到国外的一张虚拟卡。那这张卡申请流程也很简单，你可以直接用你的电话号码就可以去申请一张国外的虚拟卡。那你可以看到它可以订阅很多服务它支持很多服务都可以用它来订阅，比如说 GPT， 比如说 Google， 比如说 Midjourney， 比如说 Facebook， 国外很多主流的一些在线平台，它都可以用它来订阅。你可以直接点击上面这里立即体验，这里我们就选择开通 Word 的一个订阅服务，不要去选这个随心用，我们选这个立即开通。
这里就直接点击这里一个开通会员，它的价格是11.99美金1年。那么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的充值手续费是 3.5%， 因为我们只是用这张卡来充值我们的 GPT 会员，所以它也花不了多少钱。那么它的提现手续费是0，这里可以看到这儿相关的一些手续费，这里你就点立即开通。接下来你来中国或者香港或者澳门，输入你的电话号码去验证一下就可以了。那么你跟着它的步骤一步步操作就可以了，这样你就可以获得一张这样的一个国外银行卡。那么你有了这个卡之后，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GPT 一键升级，那你可以按照它的卡就直接去操作去升级就可以了。升级之前你需要先充值，充值也非常简单，你可以用你的支付宝直接往这个卡里面进行充值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 GPT， 到这儿你就直接来按照它的步骤去升级就可以了。在这里你升级的时候，付款的时候你就点我们刚才国外的那张虚拟银行卡进行付款就 OK 了。好，拉回来我们接着回到正题。那么我们刚才的这款 T 恤的一个产品介绍已经写好了，那这儿我们复制一下它，把它粘贴到我们的产品这个页面来。这里产品描述我们直接把它粘贴到这个下面。这儿高品质的标题我们把它写进来，直接粘贴到这个产品名称这里。那你也可以自己取一个，比如说什么潮流 T 恤，方法是跟刚才的上传产品的方法一样的，你也可以在这个中间来插入图片。那我们鼠标往下拉，接下来这里还是一样设置价格，比如说这个 T 恤是69，那我给它的一个促销价就是59。平时可能你的店没搞活动的时候，它的价格就是69，比如说你在搞促销活动的时候，那它就是一个59。那么下面有一个计划啊，可以看到这下面这儿有一个计划。还有大家在设定这个价格的时候，你要想一下，比如说后面顾客他会额外的用一些功能，比如说他会多用了几个颜色，或者说放大的图案，或者说他用了印刷的工艺不一样，那么价格它也会有所不同，就会叠加相应的一些费用。那这个功能等一下它是配合我们刚才定制类的那款插件来进行的。同样下面就是一个税类，这我们就点击我们刚才设置的。接下来就是一个库存，库存这里随便编辑一个库存，这里写个100。接下来这里库存不足，比如说5件的时候就提醒。接下来一个配送，看一下这个衣服它其实也轻的，运费类这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就给它选成我们的衬衫类的。这里就设置完了。接下来这个地方非常重要，跟刚才的普通产品设置有区别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左边鼠标回到左边，点击这里一个，点击左边这里一个 Loomis， 那它这个上面这里呢有一个隐藏的购物车的按钮，它是关闭的，现在我们要把它打开，因为买家在进行定制类的时候呢，只显示这个定制，而不是加入购物车。这里我们先把它打开，我们先把这个购物车先给它隐藏，因为我们这个它是一款定制类的一个产品。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需要选择产品的数据库存。那么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按钮，它里面就会有一些产品，有男装，有女装，有杯子，还有帽子。比如说这儿我选一个这个女装，那么这个是正面哈，这个是背面，可以看到两边都是可以，你可以把这个图案加在正面，也可以加在背面。接下来呢，我们来编辑一下，点击上面这个编辑按钮，那这里面呢就可以来设置一下它有些什么颜色，比如说我们刚才的这款产品它支持哪些颜色，大家可以到这个里面来选一下。那这儿呢，我们点击这里有个颜色按钮，比如说现在呢，目前呢它是这几种颜色，那我们还可以点击下面添加新颜色，那你也可以清除所有的颜色，比如说哪个颜色不要，你选中它也可以把它清除。那添加我们点击这个按钮，这里是一个颜色管理，比如说下面呢还有这里面颜色特别多哈，比如说我选一个这个梨色，选好之后这儿勾一下。那么你希望这个 T 恤呢它还有什么颜色，你就可以把它增加到这个列表里面来。那你还想加点颜色，那你这里可以同样可以看一下这个巧克力这个颜色，把它勾一下。那有时候可能这里还没有出现，那么可能是它还没有刷新哈。那么这里颜色选好了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可能比如说这个颜色呢，它的价格要高一点，它的工艺呢要高一点，它成本要贵一点，所以这呢，比如说我想给它就再给它加$1，它就要贵$1。那么其他颜色呢哈，就是默认的就可以了，就这一个颜色呢我们成本高一点，或者这个颜色呢我想给它加$1都没有问题。这里默认的颜色你可以看到它选的是这个颜色哈，这个蓝色的。
那你还可以给它改一下，比如说我把它默认的改成这个颜色，也是可以的。我们鼠标往下拉，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些新的属性。这儿我们点击鼠标往上拉，添加新属性。那名字这儿，比如说我标一个尺码。那么下面这里有个选项，这儿我们添加一下。那这儿我们可以手动来添加一下，比如说这个是 S 码，再接着添加这个是梦码，再添加这个是 L 码等等。你有什么这个有什么尺寸，你都可以把它填进来。那么必填字段这里这两个我们把它勾选一下。那么尺码这里呢，我们要把它勾选一下。还有我们的颜色这里鼠标找到颜色，往后这里有个倒三角点一下。那这两个按钮呢，我们也要把它勾选一下，保存一下。接下来我们再点这里一个编辑按钮。那么接下来我们点了第一个这里点进来，首先设置一个，在这儿呢设置一个 T 恤的名字。这个的话它是默认的，系统帮我们设置的，这我就随便写。那么下面这里呢，这是它的一个描述，这个都是系统默认设置好的。那么下面呢是之前小鱼儿上传的两个它这个就是名字这儿我没改过来，应该是一个刺绣。那么你这里是否支持这个打印？支持的话，这儿你就把它勾选一下。那么这里双击才能把它选中，单击是选不中的比如说你想要可以打印，比如说这里面这种你定制的图案或者刺绣或者这些什么个性的这种图案需要，你就这里直接把它点开。那么这样别人可以选的，鼠标往下拉，这里点一个保存。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它这儿没有，这我们双击一下，我们再次点到这里一个编辑按钮。那我们点第二个这里配置的一个设置，这里可以看到这儿没有标题，这是正面，我们点一下把它改一下，这样我们自己能够理解，这是正面，确定。这里再改一下，这个是背面。那如果说你想换一下 T 恤的这个图片也是可以的，我们鼠标往下拉，在这里会有一个选择图片，那你把你准备好的图片上传进来就可以了。那么这儿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这里你可以直接上传图片。后面这里你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可以查看更多的图片，这儿可以直接点击一下它。那这里它就跳转到了 Loomis 的一个网站，那里面这个是它的一个官方网站，里面提供了更多的一些图片，你可以在这个里面来下载它的最新的一些图片，这里面有更多相关的一些图片。我们鼠标再回来，这样我们可以把它关掉。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设置中间的这个图案。那这个图案你想让它大小这些，你可以看到我能拖动它的位置，但是我们是把它设置在这个 T 恤中间的，你可以让它小一点看一下，你可以让它大一点，可以拖动它来决定它的一个大小。这里你还可以上下移动，那么你就可以设置一下这个图案它大小，让顾客他只能在这个区域里面来放置图案。如果说你想给更多的一个自由，你可以把这个编辑范围可以给它拉大一点，那顾客就可以整个长方形的区域里面，他就可以在里面来进行一个设置。接下来第三个就是一个尺寸和一个颜色的设置。那么我们到这个地方，第三这里就是一个图片的一个尺寸还有颜色。比如说我们这里可以点一个添加新变体，那么这里我们选择一个颜色，这里我们就选择这个颜色。接下来我们选择一个尺码，比如说 S 码。下面这里我们就可以选，比如说这里什么颜色，你选一个，这里尺寸，比如说选一个 S 码。那你在这里还可以再添加一个，比如说又再来一个颜色，那它还有一个 M 码，还是同一个颜色，一个颜色有3个尺码，你这里再加一个 L 码。那除了黑色，你还可以添加一下其他的颜色，比如说它还有其他的颜色，同样它也是有这个码子，这样你根据自己的产品来加就可以了。这样你可以大码小码，你可以多加一些进来，把顾客的选择，那这样顾客的选择就会多一些。同样设置一下后面对应的一个尺码，尺码加好之后，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它有一个码数的一个设置，比如说它的一个价格，最小的一个起订量和最大的一个数量，以及下面它的一个描述是否需要这里正常价格、小数量、最大数量，是否需要加价。这里比如说这个码子，这里我想要给它加一下，这儿比如说我要加个2块钱，那我就填一下，填好之后在下面鼠标往下拉，这儿点一个保存。接下来我们鼠标往右边这里可以看到，接下来在这边设置产品的图片，你可以上传这个图片进来。那么我们可以添加更多的照片进来。那如果说你没有，你也可以按照刚才的方法，我们可以去它的官网里面去找，点击这里有一个选择产品库。
那么这儿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里进来查看更多的。我们来到它的官网里面，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找很多，可以在这里面查找到更多的一些产品图。这里比如说我这儿随意找到一个，我就随意加一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就点一下它，你也可以点击右键把这个图片给它存下来也是可以的。你看，比如说点一个右键，这里有个保存图片，把它存下来也就可以。它可以放到你的店铺里面去使用。那回到这个页面，我们鼠标往上拉，那这里比如说我这儿点击这个设置产品图片，我这里点击文件，我这儿随便就把这张图片给它上传进来。这里点击一个设置，那么这图片就加进来了。那我们鼠标往下拉，这里比如说这个它是属于一个 T 恤，那我们再添加一个新的分类。直接输入一个 T 恤 ，OK， 那我们就把它分到这个 T 恤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点一个发布，那这样这个产品就上传好了。接下来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儿，点击查看产品，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商品就已经上传上来了。那么可以看到鼠标回到左上角这儿，它这里写了产品已上线，那一定要有已上线，那证明你的产品就已经可以了。如果没有这个，那证明你这个还是没有发布成功。要选择已上线。接下来我再从一个新窗口打开，我们来体验一下顾客的整个的一个购物的一个流程。在我们鼠标回到顶上，把这个上面链接粘贴一下，再一个无痕模式打开，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 T 恤。那这儿顾客点进来之后，接下来他要选择 T 恤，这里他就会点击这个按钮。那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它显示是这样子的，比如说这个 T 恤，它准备用数码的印花还是刺绣。他如果说选择刺绣，他这里就选这个刺绣；选择印花就选印花。这个地方这儿图片我是任意上传的。比如说这儿他还可以选择颜色，他比如说他想选择这个颜色或者选这个颜色。T 恤的颜色也是可以选的。那接下来呢，这就是他选择要几件。那这下面还有一个码数，比如说他要 M 码还是一个 L 码，它的大小他要选择。它还可以选择2件，比如说3件都可以。比如说有的它批发的是50件。接下来它可以到这边，鼠标回到左边这儿，它还可以到这里面来找一些图案。可以看这里面有很多的图案。那比如说这里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他选择某一个图案，看一下。那比如说他选择了一个这样的图案，可以看到这个图案到这个衣服上面来了。那接下来他还可以改一下这个图案里面的颜色，比如说可以看到鼠标点一下它之后，在这里每一个区域都可以改。这个地方这个里面颜色你看一下，它点开之后还可以改它的颜色，看一下。下面这个区域也是一样的，还有每一个区域它都是单独的。这儿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字体的大小，它还可以把它调大一点，行间距这儿也可以调，行高这儿也可以调整，这里粗细还可以调，想让它居中这些。可以看到你选中哪个颜色的时候，可以看到它上面，比如说这个红色的区域你就点这个颜色，这个绿色的区域中间也有，比如说我点这个颜色，我想更改一下它里面的，我把它可以看一下，它里面还有一个这个颜色，来我点一下它，可以看一下，我把这个颜色，它这里面每个颜色都有，看一下，比如说这个颜色的地方我把它改成这个颜，也可以给它加点颜色，看一下它这里面所有用到的颜色它都显示在这个上面，你改哪个位置都可以，每一个层次都可以，你看一下在每一个层次都可以单独改。中间这个字体的颜色我们在这边来，比如说你看我给它改成这个黄色，下面这个字体也是一样的，这儿来改成一个黑色显眼一点的颜色，比如说整个红色，那我让它变得粗一点 OK。 这个真的非常的神奇啊！这个字按需打印，你自己可以想加什么就加什么。比如说这下面还有一个往下，这里是图案，比如说这个我不喜欢，那我就把它全部给它删除，我再重新加一个上来，比如说加一个狗上来，那看一下，那我想把它拉的稍微大一点也是可以的，看一下，因为我们刚才有设置这个区域，它就能在这个区域里面改。那么这个狗可以把它往上移一点。接下来我下面再想放点文字，我们鼠标往下，这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文字。如果说在这里面没找到你喜欢的，你就点这个878，这里面有很多。那比如说我这随便点一个，这个文字就在这个位置，那这个颜色有点看不清，我这儿就给它改一下。那现在就 OK 了。这里面字体你还可以改，比如说这儿我想写什么我就写什么，比如说我写个小鱼儿，这样也没有问题。好了之后，我们鼠标回到顶上这里，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价格，这里可以看到是59，它应该是有加个2块钱。它定制的是需要加钱的。这里除了是一些图案或者一些文字，这里你还可以自己上传一些图片啊，你本地的一些图片加进来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接下来全部好了之后，我们就点击右上角，在这儿有一个加入购物车，我们直接点击一下它。这里可以看到已经打勾了，购物车已经更新成功了。那么这里你还可以，这里你也可以选择去设计一些新的产品，这边就可以点击去查看详情。下面就是直接去结账，这儿我们可以点开查看一下详情。那大概可以看到它最后是61美金，它用的一些有的它是有加钱的。接下来就点这个来去结账，那么它就会跳转到这个页面，就是我们的一个购物车的页面。可以看到这里它有写，比如说价格是多少，这里有一个费率的在里面，这里就直接点继续结账。接下来顾客他需要在这里面填一下他的具体的一些配送地址、一些邮箱、姓名、地址这些。填好之后可以看到这里有加一个费率，有可以微信付款，也可以支付宝付款。那么这儿我们的产品价格是对的，这儿是61美金。如果说你的产品价格设置错误了，那么你就要去前面的产品的页面去改一下。那么如果说你有添加其他的付款方式，比如说 PayPal， 这里也会显示。好了之后，接下来这里我们就直接点击下单。那下单之后，它会显示你的订单，会显示下单成功以及它的订单号，还会显示买家的一些账单信息、配送地址等等。这个时候，买家他可以在右上角这里去注册一个账号。我们收到他的订单之后，那你也会在你的后台，我们点击这里仪表盘，这里开始销售，这里我们点击一下它。接下来你会在WooCommerce这下面，这里有一个订单。如果有了订单之后，它就会出现在这个订单里面，在这个 WooCommerce 首页下面的订单里面，你可以到这里面来看到相关的订单信息。那么接下来你就可以点开看一下这里面的卖家的一些需求，比如说他选择的颜色，他选择的按需打印，他上传或者有没有上传自己的图片。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去下载一个 PDF， 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如果他有上传，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刚刚设计的一个图案，你可以点击这个 Download 把它下载下来，下载到你的电脑上面，它就是一个 PDF 的文件。那你也可以直接在 Loomis 里面进行一个编辑。如果说这个顾客他的一个设计图案哪里有点小问题，你可以直接点进去把它编辑一下。整个订单信息你会在这个订单里面看到，相当于你就在这里就直接把这些给他该编辑的就给他编辑好了，顾客就直接帮他处理好了。那顾客他也会在他的邮箱里面收到一个邮件，比如说卖家已经发货，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流程。这个一个产品的这方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点击左上角查看站点，这里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整个首页，大家可以看到里面什么内容都没有。接下来我们要来设计一下我们的这个首页。前面我们基本上就已经把我们的这些技术的这些问题全部调整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做点把我们的首页给设置好，让我们的网站看起来就更加的专业。好，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首页什么都没有，我们马上来设计一下我们的首页。那前面我们的一些技术功能基本上已经调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设置我们的首页。首先我们先点击我们这个 WordPress 后台的一个页面，这里点击一个页面，里面有个添加页面，点一下它，这个给它关掉。我们在这里标题这里写一个首页，在左边这里点一个发布，再点一个发布。我们现在只是把它命名一下，把它标题给它先写出来。我们鼠标点击右上角这个叉给它关掉，我们鼠标回到左边点这个 W 回到后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首页它就只有首页2个字，我们里面的内容还没有去设计。接下来我们需要先给这个首页给它设置一下。我们点了左边的这个设置，里面有一个阅读，点开有一个主页的显示方式，这儿选择一个静态页面，在这个主页选择里面我们点这一个首页，选好之后我们这儿点一个保存更改。那接下来我们点这个小鱼儿，顶上这里一个查看站点，点一下。那我们首页目前为止它还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们还没开始设计，我们只是把这个页面先给它建好了。我们马上就进入到下一步具体的设计。我们需要来设计这个首页，我们需要用一个网站页面的一个编辑器。
那么这个编辑器它的名字就叫 Elementor。这里 Elementor 下载链接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大家可以暂停视频，打开 Elementor。这个 Elementor 它是一款强大的一个网站构建器，它可以在屏幕上可以拖动这些元素，它可以拖动这些就可以进行首页的一个编辑。那么你也不需要会代码，我们只需要简单的拖动就可以来布局我们的整个网站。这里所以大家先要点开视频链接，先找到这个页面。大家进来之后大概看到跟我的这个页面显示是一样的，这是 Elementor 的一个首页。那么我们点击这里一个价格页面，大家用描述栏的链接打开来进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样子。进来之后这里有一个查看计划，我们可以点一下它。这里大家进来之后可以看到在这里它有几个选项，有一个免费的，还有一个基础的，还有一个高级的。那如果说你后期想要搭建一个更加专业的网站，想要搭建一个使用更多的功能，那么你可以考虑用后面的一个高级计划。那目前我们只需要选择用它的免费版就可以了。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免费下载，我们点一下它，在这儿输入你的一个电子邮箱。接下来我们就这里直接点一个 Let's Go， 这儿它要求我们要把这个框给它选择上，点一个继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右上角可以看到它正在下载 OK， 这里下载完成，我们点开它，这儿把它保存起来。那接下来回到我们的首页，返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的后台。Elementor 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网站构建器，页面构建器，不懂代码，那么我们只要会一拖一拽就能搭建一个完美的一个网站。关于用这个 Elementor 搭建网站，之前小鱼有出一期非常详细的，在这里给大家零基础的搭建网站3小时，这个里面全程用的是 Elementor 来搭建一个网站，里面有介绍 Elementor 的里面的每一个功能。这里如果对 Elementor 不熟悉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小鱼的这些视频，看完这些视频你就会对 Elementor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里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的这个右上角。接下来我们返回，我们点击左边的这个插件，这里我们点击左上角一个上传插件，点击这里选择文件，这里 Elementor 可以看到这里下面有 Elementor， 这里双击再点一个立即安装。那么这里显示我们已经安装成功了。接下来我们启用一下这个插件，那接着你会看到这里面的 Elementor 的一些初始向导的页面，这里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右上角的叉给它关掉。那再回到我们的左边，这里鼠标往下拉，鼠标可以看到这里一个页面，所有页面点击进来。那接下来我们找到下面的这个首页，我们点击左下角的这个编辑，那么可以看到接下来我们这个首页就出现在这里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上面有个设置，这里我们点一下它，把它点出来之后，这里有一个页面，点一下它，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模板，这里我们点一下，这里模板它是默认模板，我们点一下它，我们把它选择一个，我们这儿选择这一个，选择这个 Elementor 全宽，我们再点击右上角的保存，可以看到这左下角我们的页面已经更新了。接下来我们鼠标再一次回到左上角，点击这里使用 Elementor 编辑，点一下它。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编辑页面，这儿我们先点叉把它给关掉这个通知。那么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Elementor 的一个可视化的一个编辑器，它非常的简单，也不需要写代码，左边所有的功能我们都可以使用。如果说你刚才没有下载 Elementor 的朋友，相关链接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我们要用到的这个 Elementor。如果说你进来之后这个页面你打不开，那这儿建议大家复制一下顶上的一个网页一个链接地址，我们选择在一个无痕模式的情况下去给它打开，这样基本上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服务器是在国外，这儿进来之后你需要登录一下，你就是你最开始的一个登录账号。这样可以看到打开了基本就没有问题了。好，现在进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左边是各种功能，有免费的，下面有付费的一些功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部件，比如说就像上面的文本、图片以及视频等等。右边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实际我们的网站显示的一个位置，因为现在我们还没开始，所以这里是空的。那我这儿简单的教大家怎么样来用。那我们首先点中间这里有一个加号，这里有个弹性盒，那这里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很多种结构，比如说一个两格的，这里还有4格的，这里有3格的，这种很不一样的这种结构。这儿我们需要选一个布局，
那比如说我这儿选择一个两列的，它这里就有左边右边两个容器。比如说我在左边这个容器里面，我这儿点一下它，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一个，我比如说在这里面来加入一个标题，直接把它拖过来，拖到这儿出现一个粉色线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放掉。这儿比如说我就可以写上我的标题了。这边好了之后，我们再来点这边，比如说我想加入一个图片，把它直接拖过来，非常的简单。拖过来之后，这里我就上传一张图片。这儿比如说我随便上传一个，可以看到这种左文右图的这种就已经显示出来了。这里字体可以看到，比如说你点中这里会有出现一个笔，你点这个笔就代表是编辑的意思。那么这里字体的大小都可以设置，我们可以点击中间的这个样式，点一下它。比如说这个文字，我还可以让它居中，在这里点击让它居中。我还可以改这个字体的一个样式，点这个笔，它这里面你可以给它点得更粗一点，或者说这行高这些字母间距这些都可以设置。那下面是一个字体的颜色，你可以点这后面的按钮，比如说它现在是黑色的，那我想给它换个颜色，那我给它换成这个颜色，绿色的也是可以。我想把它换成一个蓝色的，可以看到这字体的颜色也是可以改变的。这个我们除了加这些，还有很多内容，比如说我点击一下这上面添加元素，那这里我还可以给我的下面的添加一个按钮，直接按住鼠标左键，直接把它拖动过来，把它放在你想放在上面，就等上面的线粉色线出现。那如果你下面，就等下面粉色的线出现，点放完，这里就是一个按钮，也可以在这里面来编辑一下它。在这里可以看到文本这儿，那我们直接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我这儿随便输入一个热销产品，一个简单的就在这里编辑好了。那这些不要的情况下，比如说我只是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不要的情况下怎么样？我们点击鼠标的右键，直接在这里有一个删除，这也是一样，直接点击右键，直接把它删除。这个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可以把整个区域这里也可以给它删除，这个容器我们也是可以给它删除的。OK， 那这儿就彻底复原到我们刚才的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下。好，简单讲过之后，接下来我就来教大家怎么样来设置我们的首页顶部的区域。首先我们点击这个加号，选择这个弹性盒，我们选第一个方向朝下的这个。首先我们先拖入一个这里一个标题，首先我们点一下这个地方，点左上角添加元素，我们先加入一个标题进来，直接拖过来。这里比如说我们是定制的，比如说这里简单输入一个一键起定48小时发货，这儿呢输入跟我们网站相关的文字。如果说你不会写的情况下，我们也同样可以交给 GPT， 我们直接在这里给它一个这样的提示语：我正在用 WordPress 搭建一个按需印刷的网站。那么现在我正在设计 Here 部分，给我一些文案，直接点这个箭头发送。这里你看速度非常的快，你的创意穿在他们身上。高质空白款，助你打造专属品牌，零成本开启你的一个潮 T 品牌。这儿你可以随意的复制一个，直接给它放在我们的网站这儿。我们改的情况下，我们点后面这个笔，鼠标回到左边这儿，直接来把它粘贴上。复制过来之后，我们来简单的编辑一下。我们鼠标回到这里有个风格，这里我们首先把这个字体的大小给它改一下，这里点击后面这个笔。那这儿粗细我们给它选到一个400，那大小我们给它开到个16，就差不多这个样子。如果觉得400有点小，你可以加一点500。好，这个大小就差不多了，因为这个它不算是一个正的标题。接下来我们再点击上面顶上的这个加号，那我们再来拖一个标题过来，鼠标拖动它，看到在下面出现粉色，我们就选择放手。这个第二段这里面我们也需要打上文字，我们可以看一下刚才 GPT 帮我们写的。让它给我5个有创意的好的标题和副标题。那么这里按需印刷，一键起订，支持定制发货，这个就不错。我们把它复制一下，直接把它粘贴在这边，在左边这儿有点太长了，我们把后面给它删掉一点。这里我们这儿也有点长，我们给它转个行，鼠标到这儿，我们直接点一个回车键，这个逗号把它去掉，这儿加上一个感叹号。这里我们来编辑一下，这儿它的靠的有点拢，点这个左边的风格，点这里的一个字体的一个排版，字体的大小我们来看一下，大概差不多就行，也不需要太大。这里行高我们看一下，稍微中间空一点点，刚才靠的太拢了。字间距这里看有没有需要调整一下。那么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调小。
这里你想要怎么样让它对哪边，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居中啊，或者靠右，这里都可以。接下来我们再点击上面这个添加元素，那么我们这个时候需要下面放一个按钮，这个按钮在鼠标回到左边，我们直接把它拖过来。当出现这个粉色的很宽，可以看到，我们把它放下，那这个按钮出现了。这个按钮上面的文字怎么改？我们在左边这儿可以看到，在这里把它改一下文字。这比如说立刻字，那下面可以看到这儿还可以放一个链接，比如说你想把哪个链接，你想让它跳转到哪个页面，我这儿随便复制一个我的这个首页，把这个链接地址就可以给它加在这个里面。那这里也有一个设置，你可以点一下它，你想让它怎么样打开，比如说在新窗口打开，这儿勾选一下 OK。 当有人点击这个马上定制的时候，你可以专门有一个定制页面，那你可以把这个相关链接放到这个里面，当有人点击这个定制的时候，就会跳转到对应的页面，或者说你把它放到我们的一个商品页面也是可以的，那就会跳转我们的一个商店页面。那我们商店的页面在哪里找？我们鼠标回到，那这儿我们把它复制一下，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上的这里一个域名链接，那我们到这个 WP-ADMAI， 这儿我们 IN， 我们把它前面这节复制，再一个新窗口打开。我们这个是来找一下我们商店的页面的一个地址，那我们鼠标点左侧的一个页面，这儿有个所有页面，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商店页面，看一下，我们这里点击一个查看。这里鼠标回到顶上，这就是我们商店的一个页面，复制一下它，回到刚才这里，我们把它添加在这里。那当有人点这个立即定制，它就会跳到我们的商店页面。好，接下来你可以点击上面的这个风格，这里我们可以接下来可以改一下按钮的一些颜色。添加了按钮之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给这个按钮也加了一个颜色。加这个颜色的时候，你这里直接点击后面这有个笔，在这里有个样式。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文本的颜色可以改，还有背景的颜色。这个背景的颜色我们该怎么定义，怎么样才能跟我们整个网站匹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建议大家在你的电脑上面安装一个这样的一个取色器，这是一个专门提取颜色的工具。那么它的名字叫 Card， 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那么第一次进来，你点击一下这个软件，点一下它。点击这里安装这个软件，把这个插件给它安装在我们的浏览器上面。这儿我们点一个安装，接下来在这个右上角这里可以看到添加至我们的一个扩展程序。这里因为我已经添加过了，大家就这里点一个添加，这儿来再确认一下，它就会在右上角这里有个扩展程序，你可以点开它，那么它会出现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这里一个取色器，你可以点后面这个钉，把它钉在这个我们的首页上面，那每次用起来就比较方便。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吸管，鼠标右上角这里有个吸管的一个按钮，我们取色器。那你想要什么颜色，你去吸一下就可以了。比如说现在我点一下它，我来。这里有一个选择，从浏览器外部拾取颜色，这样我们点一下它。接下来，比如说我想吸一下这个颜色，点一下它，这里颜色可以看到在后面已经被我们吸取了。在后面有个颜色，可以把这个给它复制一下，一个颜色的代码。接下来回到我们网站，这里一个背景颜色，这儿点一下它，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颜色代码给它粘贴进来。OK， 可以看到这就是我刚才吸取的这个颜色。有了这个取色器就非常的方便，比如说任何一个地方的颜色，比如说你这个粉色，我这里同样点一下它，我就点一下这个粉色区域，这里可以看到它颜色就吸住了。接下来我再来点这里，我把这个点一个粘贴 Ctrl 加 V， 那我的这个变成了和我的这里一个颜色，看一下。其实刚才这个颜色我觉得还可以，我这儿就来用一下这个颜色。可以看这儿，它直接就帮我们复制了。来把这个代码，这个颜色我觉得还可以。这个边框可以看到，这个边框我们还可以调整边框类型。可以看到这个边框类型在这个样式下面，这里有个边框类型，这有个边框圆角。比如说我输入一个20，它是这样子的。比如说输入个5，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边的圆角不是很圆，那我改个10。它又是这种类型的，你把它改成20的时候，它就整个看起来就很圆了。如果你觉得这太圆，那你就给它改成个10，让它不要这么圆，这样也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那么这个按钮前面这儿，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个图标。让我们的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个内容，这里有个图标，这儿我们点一下，在后面有个图标库。
这里面比如说你搜索一个 T 恤，这儿我们搜索一个 TSH， 这儿就是可以看到这是一件衣服的这个标志，点一下它，双击一下，点一个插入，那么可以看到前面这里就多了一个图标在这个位置，看起来就更专业一点。那么这里设置好之后，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这个发布按钮。每设置完一个区域，我们可以先把它发布一下，发布相当于是一个保存。这儿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个倒三角，这儿点一下它，隐藏起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大概的一个效果。目前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再点一下左边这里有一个三角，点一下它，这边面板又出来了。顶部这里可以看到，这上面有2个区域，有这个区域，最顶上这里有这个区域。如果说你不想要这个区域，也是可以删除，但是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把它留着。那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这整个顶部的这一个背景图，我们还插一个背景图，这里看起来就比较单一。接下来我们还插一个背景图，其实这样子大家也不知道去配什么颜色，设计方面也不懂设计，所以我们还是可以交给 AI 来帮我们生成一下。接下来我们就用这种最新的 AI 的技术来帮我们设计一个背景图，因为我们不懂设计，那么你搭配起来颜色可能会有点乱，有点杂。那这个时候教给大家，这个时候我们按住键盘上的一个 Shift 加一个 Windows 键，再加一个 S 键，这个是一个截图的键。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图给它截一下，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截图键，这样就直接就截好了。截好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 ChatGPT， 这个时候我们点到下面的这个框，对话框，把Ctrl 加 V 把我们刚才截的图粘贴上。那么我会给一个这样的提示语，我正在做一个 header 部分的一个图片，用 AI 生成照片。那你现在帮我生成一个5个不同感觉的 prompt， 要求左空右图，就左边是空的，右边是图，直接发送给他。那么我们就可以让 AI 来帮我们想一下我们的背景应该用什么样的照片。可以看到现在它已经帮我们生成了5个不同的提示词，要求是左边是空的，右边是图片。因为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站这边已经有文字了，它不适合放图片，右边是空的，它要放图片，所以左边就让它放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GPT 已经生成了几种提示词，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非常的简单，复制一下这个提示语。比如说第一段，这儿我复制一下。接下来我会用到一个，大家可以用一些绘图工具，比如说这个 Midjourney 的话是一款非常好用的绘图软件，它的图的话非常的高清，小鱼儿也是特别爱用。这个是非常专业的一个 AI 图片生成工具。那么你还可以用到这个 Pro AI， 那这个 AI 工具呢，小鱼儿也经常用它里面的功能非常的全我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AI 工具，这里点开看一下。它里面可以特别的适合，就是说你做跨境电商，你要做一些设计之类的，看一下，其实人人都可以用这个真的有草图渲染、AI 图片生成，然后有 AI 洗图、高清放大、涂抹替换、尺寸外扩，这些针对设计非常有用。照片转线稿、变化重绘、AI 建筑生成器，那么抠图去背景等等，这里面功能太多了，不一一给大家读。这儿 Pro AI 的相关链接还有Midjourney的一个合租的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 Pro AI 给大家展示。那这儿我就选择这里 AI 图片生成，点一下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提示语给它粘贴到这个里面。那下面这里是风格，你可以看一下，可以选一下什么风格。那下面一个是场景，那你也可以选一下，这种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场景。那下面还有一个视角这个真的非常的全这个视角也有。在下面是比例，那这个比例的话，生成一个长方形的16:9也可以这个21:9我再试一下。接下来我就直接点一个生成。那么我这儿5组提示语，下一个我再继续复制一下来看一下，继续生成。稍等一下，这儿还表示正在排队。那么我们从生成这儿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简单的背景还是非常不错的。把这几组提示语都来尝试一下。非常的简单，这个还是。那这个 Pro AI 这个 APP 呢，新手进来它也是有免费送金币的你可以先来尝试来感受一下。那么可以看到它生成出来是几种不同的效果这个是带点光的，这个是带点背景的，
啊，这个是带点这种涂鸦的这种哈，这个后面是带这种啊，这个后面是纯的，可以看到纯的就是纯白色的加一个 T 恤。那这个 Pro AI 呢，它每次生成出来是3张图片哈。那么生图的话，就其这个是一个这个呢，就是大家不停的尝试哈，你更换不同的提示词，生成出来的图片效果都不一样，多去测试一下。那如果说你对这些提示词不满意，生成出来的效果不满意，那么我们还可以给出一个这样的提示语。那我让它，请注意，我左边是文字，生成的图片背景一定要与颜色搭配起来，并且一定要与我前面的文字看得清，还得和我的网站类型的按需打印相呼应。那么直接发送给他。接下来他又重新给我几组提示词，让他。那么可以看到，他说非常好，你的补充说明很关键，基于你的网站类型按需打印 POD 和你提供的2的区排版，那么左侧为文字，右侧为产品视觉。那我为你优化生成了以下更符合 AI 图像提示词。可以看到，他又重新帮我们优化了一下这个提示词。接下来我们再来试一下，直接粘贴进来，这儿点一下它，我把它改成一个16:9，点一个生成，继续我的第2组提示词。绘图其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哈，很有意思。那么大家可以多生成几组，然后从中来挑选一下。那么这个是它生成出来的图，这个感觉这个稍微好一点哈，看一下，真的这个它带点光哈，还带点背景哈，这个光打的不错，放大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哈。这个带点背景的，这个带点背景，这个还可以，这个就明显错了呀。我说左边要空的哈，所以有的时候你要试哈。那其实大家也可以用 Midjourney 哈 ，Midjourney 其实也是非常的不错哈。这个 Midjourney 的话，它是市面上目前呢是比较好用的一个 AI 图片生成工具之一哈。我个人喜欢它，因为它真的非常的高清。Midjourney 它是一个付费的一个 APP， 你可以看到它里面生成的这些效果哈，非常的棒。那么它是付费的一个绘图工具，如果说你没有账号的话，那你可以来注册一个，但是它的话按月付的话，它每月呢是至少是$10。那如果说你还没有账号，你又觉得这个贵的话，大家可以使用我视频下方这儿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视频下方，然后这里在这个描述栏里面点开，鼠标往下拉，在这儿会有一个Midjourney一个便宜合租的这个链接，你可以直接点击进来。那么进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哈，它这里面呢就是一个银河录像局，相关链接呢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面。那么这个网站我们可以到这个里面来合租一个Midjourney账号，鼠标往下拉哈，在这里可以看到 AI 服务，你点一下，有GPT Plus 账号，也有Midjourney的一个账号，有免费的3.5的，但是我们现在用的就是这个Midjourney，你可以直接点进来购买。那么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它有一个银河 AI， 它每个月1个月只要29， 3个月的话就稍微贵一点。那你如果说要求更高一点，你可以选择官方的一个标准版。官方的标准版的话，它每月标准6人月付才59。那如果说你是要常年都要用到绘图，你可以选择年付才400，这个就是一个官方标准会员哈，建议大家选择这个，然后这儿直接用支付宝付款就 OK 了。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可以去联系他们的客服，这里可以看到这下面有个客服咨询。那这里我们只要有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绘图账号、绘图的一个 APP， 那你才可以正常的进行这一步哈。平时的话，很多地方都会用到这个画图的这个工具。那么我们刚才生成的图片可以看一下，其实你喜欢哪一个，你可以把它都保存下来。我觉得这张不错，这儿直接这上面可以看到一个预览下载。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付费版本，你还可以看到这里还可以普通放大，还是这里可以原图下载。你是付费版本，你就可以直接下载原图，它会更高清。那么我这儿会多下载几张，到时候看一下哪张更合适。这个还带点背景呢，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效果还是可以。这儿就是一个纯色的。OK， 下了几张了，然后点击走这个右上角这儿，点一下，我把这几张图片给它保存到一个文档里面。OK， 接下来回来把我们这个图片给它上传进来。其实还有个方法的啦，小鱼儿刚才没讲。我们回到 GPT， 那 GPT 其实也可以生图的。我这儿复制一下这个提示语，这儿下面有个创建图片。那你如果说你用的是 GPT-4o 的，就可以用这个创建图片。如果说你用的是免费版本，它就没有这个绘图的功能哈。这儿点创建图片，
然后把这个提示语粘贴进来，然后直接点击发送。GPT 它也是可以生成图片的。现在 GPT 生图的一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可以看它这里正在生成当中。那么所有图片背景图准备好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来把它上传到我们的这个网站里面。看一下这个 GPT， 它把文字都给我们一起打印上去了哈，文字都给我们这些都全部都有了，这个真的是太完美了。那么不满意这个你还可以改哈，你可以让它把右边的文字，把左边的文字给它取掉。接下来我们回到这里，然后我们来怎么样来上传这个背景图呢？这里你可能不知道你在该添加哪个区域哈，这儿我教大家一个方法，我们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有个结构，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里一个容器，那这个就是一个主容器，点到它之后，接下来我们鼠标点左边的一个样式，然后这里有个背景覆盖，然后这就点一个经典，这儿接下来就这里选择图片，上传图片，选择文件。那这里我按住一个 Counter 键哈，我把这几张都给它上传进去，等会儿有可能会用得上，然后点击一个打开。那这里呢，简洁一点的吧，那我就用这张，勾选一下，点选择，这边还是有一件衣服在这里哈，看一下，换一个，这个呢，它也是，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要看一下，你把几个都放进来看一下，哪个效果更好。这个是这样子的，还是这个简洁一点的吧。这个简洁一点的这个，你试一下看哪一张效果好。其实现在有了这个 AI 的一个帮助的话，我们不懂设计，你也可以看了，也能做出这种漂亮的一个照片出来。好，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图片呢，我们也把这个图片哈，背景图还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鼠标回到左边，可以看到这里图片，这里一个定位，好，我们这里点一下。定位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中心居中。那么你可以这几个你都可以选一下，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看一下，我觉得这个效果还可以哈，并且它这里也没有挡住我们的这个文字哈。这个选好之后，背景这里有一个背景重复，这里呢我们选择不重复。但是如果说你觉得你这两边哈它比较空，那你也可以这儿根据情况而定，也可以让它重复一下，让它把两边填满。那么这里可以看到显示尺寸，这儿我们直接选覆盖，那整个这个背景就给我们拉满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能看到这上面我们上下的间距呢比较窄，看起来有点压抑。那这个地方这个上下间距我们可以来调整一下。那么鼠标往上拉，点击这有个高级，这个类距这里我们选择把这个将值连接在一起，这里给它先点开，这儿居上，比如说我们可以选个80。那上面就宽了，居下的话我们也可以选个80，这下面可以看到整个就宽敞了。如果说你想要再宽一点，你也可以选到100，这样的效果就感觉更好一点。那么这样明显看起来就好看多了。可以看到这儿呢，我们用 AI 帮我们生成的图片，再搭配上我们的这个文字配色，也算是非常的不错。那么这个就是现在有了这些 GPT 或者 Midjourney 或者这些 Pro AI 这些工具，那我们做起来真的非常的快哈。这儿好了之后呢，我们点一个右上角的一个发布，那么大家可以刚才给大家看到 GPT 的话是直接连字都帮我们打印上去了，字都帮我们打上去了。你也可以让它帮你把这个字给去掉，重新生成。那只是说这里呢，大家有时间可以多尝试哈。生图的时候大概需要几分钟时间。那么这儿呢哈，我就不再过多的给大家演示。其实现在这些绘图的工具有很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设置一下我们的中间的区域。中间呢，在这个位置哈，再给大家看一下，中间这个下面这个位置呢，是第二个位置，是按需打印的这个区域的图片。这里来给大家演示一个比较简单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点击中间这里有一个加号，点击这个弹性盒，点击这里呢，那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这里，它这个是向下的，这个是向右的，方向是向右的，我们点一下它，这就增加了一个容器。那么接下来我们比如说我们鼠标回到左上角，点添加元素，这儿我们拖一个按钮进来，放到这个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还可以这里点这个加号，再拖一个按钮进来，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它就是这样子，是并排放的哈。所以我们刚才选择方向的时候呢，是向右，它给我们放的这里面的一些小部件，它也会向右的这个方向，就是这样做的，就是一个横排的一个排列。那
那这里呢，再点这个加号，那么这里点弹性盒，那这我们刚才用的就是这个横的，这个向右的这个横着的一个弹性盒。那么接下来我们比如说这个竖着的向下的，你点一下它，这儿同样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就展示一下这些盒子的一个作用哈。比如说我们再拖一个按钮，好，这里让我再点击这个，再拖入一个按钮，可以看到它就是这种上下的这种排序。所以上面这个呢，它就是横排，下面呢它这种就是竖排的。这个区域我们不要，这个区域我们只是给大家演示。先点击这个删除容器，整个容器都删掉了。接下来我们就来正式的设计一下这个区域。那我们的这个区域的话，它分为4个部分。那么这个呢，我们也给它删掉。接下来我们再重新来设计，点这个加号，点弹性盒。那么我们还是选一个向下的这个，选择第一个。那么选好之后呢，那这个区域呢，我们一共要分为4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添加4个容器。接下来呢，我们点左上角添加元素，这儿容器我们把它拖过来，那放进来一个容器了。这个容器方向的话，鼠标往下可以看这个方向，我们就点这个航水瓶。那我们再点击左上角这个添加元素，我们再拖一个容器进来。好，可以看现在是有2个容器。那么这个容器的方向我们还是选择向右。我们需要它里面呢有4个内容，需要横着排，再点击这个加号，那么我们再放一个容器进来。那么这里其实我们不用拖3个，这个把最上面的这一个点击这个容器，点一下右下角把它先删除，我们加了2个就可以。这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复制一下，点击这个容器，点右键，这里有一个复制的此对象下，可以看到出现2个了。那么这里我们再点一下复制的此对象下，这里就有3个了。我们再点一个复制的此对象下 ，OK， 那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就有4个了，并且这4个呢，它是横着排的这个4个容器。接下来我们就来设计一下这个区域的一个内容。那么首先还是点击左上角这个添加元素，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按钮，把它拖动进来，放到这个里面。那这个按钮呢，我们要编辑的文字就是它相当于是我们的第一个部分，比如说01。再让我们在这里点一下这个笔，在这儿文本这里给它点一个，输入一个01。那接下来就遇到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的这个配色该怎么配呢？这个背景颜色，按钮的背景颜色我们应该怎么搭配？因为不同的颜色呢，它做出来的效果呢，肯定是会有所不同的。这时候不确定，我们还是可以去问一下 GPT。那么假如说这个按钮呢，我想用这儿点样式，我想用一个这里有一个颜色，我想用一个渐变的颜色。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背景颜色，你点一下后面这个红色的斜杠。那么我想自己搭配一个渐变的颜色，因为渐变颜色嘛，肯定是有2种。那么2种颜色该怎么用呢？接下来呢，我们又直接去请教 GPT。那这儿呢，我们就还是把我上面这里截图一个 Shift 加 Windows 再加 S， 这儿来截一个图，然后来到 GPT 把这个发送给他。那么这里我给一个这样的提示语给他。这里相关提示，如果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哈。那么我告诉他，现在准备做一个渐变按钮，那整个需要整体色调要符合我的整个网站，你有什么建议？渐变按钮的颜色代码及上面的文字的颜色，然后直接发送给他。它会根据这个图来帮我们判断。GPT 呢，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升级版，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识图的一个能力。那么我会把我的所有的一些提示词的一些文字呢，把它整理好了之后呢，放在我的一个知识星球里面。感兴趣的伙伴呢，可以去我的知识星球，可以一起学习。那么可以看到鼠标往下滑，可以看到它这里有告诉我们第一个颜色，第2个它有给我们，比如说起始色是什么颜色。那这里呢，我们复制一下这个颜色代码，回到刚才的页面。那这里渐变色，背景颜色这里有个渐变，这儿有一个主要颜色和次要颜色。这个我们把下面的代码删除，复制这个是主要颜色哈。接下来我们再点击看一下一个次要颜色，这里是次要颜色，点一下它，把这个代码粘贴进来，可以看到它其实我上完面就呼应上了哈，真的非常不错。这个颜色浅浅的哈，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发现现在这个 GPT 真的，我觉得它真的太神奇了哈，它并且还
CSS 代码这儿都给我们编辑好了。这又给了我们2种建议哈，你不喜欢你也可以换一下下一种。那么我个人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它带一点这种渐变的颜色。那么我们看一下上面的文字颜色，它建议我们用什么颜色哈？按钮文字颜色在这上面可以看到，这儿呢有按钮的文字颜色，这儿有白色。那么我们复制一下文本颜色，可以看在这里，我们点一下后面这里，直接粘贴，颜色差不多哈，就是这种白色的。那这里颜色大家如果觉得不满意，刚才他给了我们还有另外一组哈，你可以去替换一下看啊，去测试一下。那么整体效果其实个人感觉还是可以哈。那么这里这个按钮的话，我们还可以适当的来改一下，比如说大小、尺寸、类距这些。这儿我们看一下按钮这里看一下，那我们往下这个边框圆角，这个圆角的话，比如说我先设置20，它不够圆，30挺圆，然后我设置成50，看一下50就更圆。那么下面这个类距的话，我给它改成个20，它就整个这个可以看到它的距离哈，这里的这个它这个文字到下面的这个距离有点宽哈，再改成12，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哈，或许还可以再小一点，改成10，这个地方可以小一点。那么鼠标往上滑，按钮这里我们可以让它居中，它就是居中。再点击这里这儿有一个排版，这里点一下后面这个笔，排版这儿看一下，行高这里先把它改成，可以看到后面很小，这里点一下它，这儿有 px， 我们改成行高这儿改成个 1.2。那字间距哈，这里你可以看一下字间距，你看要不要改？好，基本上这样就差不多哈。好，我们按钮设置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设置下面的文字信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点击左上角的加号，添加元素，我们点一个标题，把它放进来。好，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就设置下面的文字信息。这边同样你可以点这个加号，这里拖一个文本进来。拖进来之后，我们分4个区域。这里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写，那么我们也同时可以交给 GPT， 让它来帮我们想一下。我会先制作一个样本，告诉他我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我这里自己先编辑一下，在这里鼠标回到左边。这儿比如说是一个，那这儿我问一下，按需打印定制第1步，按需打印定制分为4步，以下标题和副标题。这儿我告诉他按需打印定制分为4步，分别写下标题和副标题，直接发给 GPT。第一个，比如说一个上传设计，这儿复制一下，那我们回来这儿，在这里输入一个上传设计，这个文字编辑一下，你可以点一下这里样式，你觉得它有点大，这个排版这里你可以把它设置的字体的大小可以给它调一下，粗细这里也是可以调整一下，字间距可以让它稍微细一点点，2.3。好 ，OK， 点这个左边的加号，接下来我们再拖一个标题进来。点到这里放手，接下来我们就回到刚才的 GPT， 把我们下面的这个给它粘贴进来，在左边这里更改。这个字有点大，这个要不得那么大，我们点这个样式，点这个排版，这里的文字把它放小一点。那这段它就是对上面的这个来进行一个阐述。字体的大小，比如说我们设置在个10，看一下有点太小，20试一下20，或者可以再小一点17。这样子就差不多。粗细这里我们可以让它再细一点，这个也太细了，这样子就差不多，到400就差不多。这个颜色我们可以让它淡一点，这个笔收回去，这里有一个文本的颜色在后面，点一下它，让它稍微淡那么一点，这个就可以。好，接下来下面我们再在下面放一张图片，那这儿我们点击上面左上角的加号，再点一个图像，把它拖进来。这儿接下来我们要制作4张图片，我们这里会分4个步骤，所以比如说第1，上传图片，就像 GPT 里面；第2步选择产品；第3自动打印；第4全球发货。我们需要根据以上来让它帮我们写几组提示语。那么我来教一下大家怎么样来生成这些照片。那么根据以上4个步骤，我需要4张图片，请为我写出相应的提示词，中英文回复。OK， 就这样子。
那我要上面有4个步骤，我需要设上图片，让它生成对应的提示词。OK， 这儿我们复制一下第一个，接下来呢，再来到 Pro AI 这里，直接点上面这儿粘贴一下，比例的话选个16:9，直接点生成。这是第一组，接下来第2组，再点一个生成，第3组点一个生成，第4组，方法都是一样的。这个生图就是大家不满意的情况下，你就稍微去改动一下提示语。定制的这有个环节，我看一下，这第一个环节，这个是第一个环节，这是第2个环节，第3个环节，我这里看到它没有，这个上面没有图案，让它重新第3步生成的图片没有印制刺绣修改一下。第3步不满意啊，我让它重新生一下，我让它正在打印，比如说正在印图案这些，这个看起来就更加效果更加好。再复制一下，接下来再来这个 Pro AI。不用等待，生图的速度还是蛮快的。下面需要的图片，我们觉得可以的就直接给它上传，比如这个都可以，点击一个预览下载。那这些图片需要，你可以都把它下载下来，一会儿也有可能用得上，先把它保存了。一看可以看到这有个机器正在印制图案，最后一步就是打包了。这里可以看到有图案出现了，这个效果更好。最后一组我再改一下提示词，最后组主题是语重新描述，需要已经包装好，快递员拿在。最后一组提示语我也让它再重新生成一下。那么需要一个快递把这个抱在手上，这种感觉就更好。这儿我再复制一下，再来生成一下。这个快递的衣服不对，那么这些都是一些细节问题，其实大家也可以不用这么纠结。我这儿让它多生成一点图片，大家可以在里面来筛选。那么这里正在包的可以来一张，包好的像这个包好的来一张。OK， 好了，那我们这些图片都把它收集起来。好，接下来回来上传图片，这里选择上传图片，第一个是正在选择，可以把这些图片都给它上传进来，一会儿我们也用得上，全部给它上传进来。点打开，第一个正在选设计，这就第一个勾选上，点一个选择，这里图片就已经进来了。那么整体感觉这个还有点大，我再改一下它，排版这里字体改成个25，这样就差不多了。好，那么这里稍等一下，这个我们让它居个中，点后面的加号，点居中，对，这个点一下它，也给它居个中，就这样子看起来好一点。那如果说你没有，比如说你想有 GPT， 你没有其他的生图软件，你可以直接让 GPT， 比如说我这儿复制一下，然后在这下面创建图片，把这个提示语给它放上去。这 GPT 也可以直接给你生图，但前提是你要用的是这个4O 的。看一下，其实这个也不错，这个也可以。你看这里直接点击这儿有一个下载 ，GPT 现在生图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那第一个就好了之后，接下来就比较简单了，不需要一个一个去重复的像这样子来去拖，我们直接复制就可以了。这里点一下，点一个鼠标的右键，点复制，这儿点一个粘贴，同样再来点一个复制，这儿再点一个粘贴，这儿点一个粘贴。OK， 这些位置我们要把它稍微可以更改一下，让它看起来不是那么的，这么看起来设计感太差了，所以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它的顺序。比如说这个，我们可以把图片给它往上拖，这样子，这个也是这样，图片往上拖。好，接下来就是这样子上下的这样子，这个是2，我们来改一下，点这个笔，把它改成一个2。这里点一下这个笔，给它改成一个3。点一下这个笔，给它改成一个04。OK， 接下来就改里面的字体。那这第2个点这个笔，这儿鼠标回到 GPT 看一下。第2步就是选择产品，复制进来，再改下面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复制粘贴就可以了。到标题这儿改一下。第3个自动印制，下面每一个后面你可以看到带一个笔，你点这个笔之后，你就可以来改。这儿第4个点一下。全球发货，下面这个改起来很简单。OK， 那这里就全部改好了。接下来就改图片，这里也很简单，点这个笔。第2个是选择产品，来点一下选择产品，这里第3个来点这个笔，自动印制，就我们刚才正在印的，点一下它。最后一个就是全球发货，这儿点一下这个笔，选择全球发货。
OK， 可以看到，那这个其实感觉还是不错。那这儿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给它拖到这个下面来，这样子也是可以的，拖到这个下面来。你自己看，你觉得哪种看起来更好看，你就选择哪种都是可以的。那有时候如果说你不小心弄错了，比如说这一步我弄错了，你直接 Ctrl 加 Z 还可以，这儿还可以返回的，把它往上拖一点。上下的位置，这个每一个都可以，你也可以所有按住左键这样往上拖，出现这个粉色线就放，那么它就会这样子。看一下，每一个上下左右的位置是可以直接，还可以除了这种方法，还可以这儿，我们找到这边的，这里有个结构，找到我们的容器，点这个容器，找到我们的这一个容器，可以看到我已经选中它，它外面会出现一条，可以看到一条边框。接下来，比如说它的图像在最上面，按钮在这个标题在下面，那我比如说我想把图像给它放在中间，我们鼠标按住左键拖动它，直接往下面一格放，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就跑中间，标题跑上面去了。可以直接这里上下左右标题按钮我给它放到最顶上去，拖动它放到最顶上，按钮跑到上面来了，这也是一种方法，直接可以改变它的位置。就在这个结构里面找到这个容器。这儿我把它关掉，接下来可以看对上的距离太近了，这儿我们这儿多了一个，我们点这个坐键把它删除 ，OK， 这样就 OK 了。啊，这上面的间距太窄了，我们点击这里有一个6个点，点一下它，接下来我们点高级，那么这里有个类距，这个相当于是我们找到这个点的目的，就是来调整我们这一个容器的整个的一个布局，一个类距，这里。把这个值给它取消，如果不取消，它会4个同时给你调整。我们取消，比如说居上点个50，那这上面就宽敞了。如果50不够，你还可以改成一个80。好，居下，那么也可以看一下，也可以来个80。那么这整个看起来就上下的距离就匀称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它添加一点设计感，看起来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一丢丢的单调。那在这个6个点这里，你同样点6个点，这里有个形状分割线，那么这里看一下，点一下，这儿有波浪。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点这6个点，点这里有个点6个点，点这个样式，这里有个背景，这里背景类型的有个经典，我们点一下它，然后这儿选择图像。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点文件去上传，这里有个 TUT， 再双击一下它，再点开这个文件夹，下面这里有一个-7的，那我们双击一下，直接点选择。好，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出现了这种虚线式的这种，那我们来设置一下，这里它一共有3条，这就是一个效果图，一个效果背景图。鼠标往下滑，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这儿首先一个定位，我们这里选择一个中心居中。背景重复，这里我们选择不重复，只有这样一条。显示尺寸这里你也是可以调整，那么它是默认的。比如说这儿我们看一下自动的，没什么变化，覆盖它是这样子的，包含是这个样子的。自定义这里你点了自定义之后，这样比如说大小你可以自己来调整，当然你还可以给它设置的小一点，看一下这个自定义。其实这样两边刚好到两端差不多，其实就这样就差不多。这儿设置好了之后，我们这个图片点击这个图片，给它加个圆角，你点样式，你选中这个图片，它就会跳的，这边它就会跳转。这里有个边框圆角，这儿我们设个20，那么你可以看这个照片瞬间变圆了。20如果说太宽，设个15。带一点圆形就行 ，OK， 就这样就差不多。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这样，它就会有一点设计感，它就不会直直的，像这种直直的这种没有那么好看。接下来同样的方法复制一下，这我们点一下左边鼠标的右键，点一个复制，接下来这里点一个粘贴样式，可以再接着点粘贴样式，这儿点 OK， 全部看一下，所有的样式全部都变成这种圆角。这里记住刚才整错了，就直接点复制就可以了，不要点错了，点了复制，这儿接下来就点粘贴样式就可以了。那这个整个设计这里就已经完成了。那么完成一个部分，我们记得点一个发布。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下一个部分，我们一个产品的一个显示的一个区域。那这个怎么做？首先我们点击左上角加号，选择一个标题，把它拖过来。这儿我们选择一个标题，把它拖过来，往这儿放，这儿就会出现。你要点了这个加号这儿放，如果说你直接放中间，这里是没有的。那么这儿我们改一下这个，在左边来，比如说这儿一个热销产品，
点一下这个样式排版设计一下，点这个排版，把字体给它稍微的改一下。字体的大小你可以看一下对应上面，大小差不多也是可以的，没有问题。那么需要调整你就在这里面来调整一下，把字间距稍微给它调一下，开一点点，这样子，对，让它不要那么密。那下面同样还要一段文字来阐述一下，我们还是点上面左上角的加号，点标题，往下放，上面会出现粉色，可以看到。那你放它就会在这个文字的下面也会出现粉色，看一下，我们要放在下面。OK， 这一个热销产品的一个副标题，如果不会写，那我们还是可以找 AI。这儿我告诉他，我需要一个热销产品区域，帮我写一个热销产品的副标题。大家记得，你用 GPT， 你每一次在这一个聊天里面，你所有建这个网站，那么你都选择这一个窗口。你不要说今天我用的是这个窗口，明天我又去点一个新窗口。为什么要选同一个窗口？因为 GPT 它是有一定的记忆的。那从一开始你让它给你建了什么，做了什么，那么它会在你下一次再问它的时候，它会结合你上面的问题来回答你，就相当于给你建了一个文件夹，你所有的知识都在这个里面，你就直接在这个里面来发就可以了。记得一定可以给它重新命名一下。怎么重新命名？可以点到这里有个打开边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这儿有一个高转化产品描述，这里有3个点，点一下重命名。啊，我这儿比如说我输入一个小鱼儿按需打印网站 ，OK。那下一次，比如说我下一次第2天我再来的时候，我就直接可以找到我的这一个，直接在这里面来问他。这里好评如潮，回购率最高的精选产品，复制一下，回来把它写在这个里面。字体大小调整一下，点样式，排版输个30，太大，20差不多。这个颜色太粗了，细一点。这个颜色设置一下，再点一下这个笔。文本的颜色这儿把它浅一点，不要和上面颜色那么深，浅一点，这样差不多。这个字体可以再小一点，18 ，OK， 就这样。好，接下来我们还需要把下面的自动把我们的产品来给它调整出来。我们点击中间这个加号，这儿点着弹性盒，我们还是选择第一个。那这个产品怎么调用？我们在左上角再点这个添加元素，在这里面搜索一个减码。第2个，我们把这个减码给它拖到里面来。好，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输入你的减码。接下来我们需要调用一段减码来让我们的产品显示出来。那怎么样显示？这时候我们要来到 Google 搜索这样的一个关键词，这里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Shortcuts， 这有个 Shortcuts， 在谷歌里面搜索第2个就是这一个产品的一个短代码。那这个网站链接大家可以去描述栏找，你可以直接点击进来，就会来到这个页面。它里面相当于有很多的一些减码，我们需要用到这些减码来产品来给它加入进来。里面它会有很多显示方式，鼠标往下拉，那么你可以看到有这种显示方式，下面还有这种显示方式，它用的是这个减码，这个显示的是4组，那这个显示的是3组，它用的是这个减码，这个也是用的，这是显示的是4组，并且下面显示了价格。那么我们就选择这个，这里这个减码复制一下，这个减码非常重要，复制一下回来，我们把它粘贴到这边。那么可以看到，当你把减码输入进来，这边就出现了我们的一个产品。因为这儿只上传了2款产品，所以这里它就只显示了2款产品。如果说你上的更多，这里我要求的这里它是要上可以显示4个，你也可以把它改成8个，你也可以给它改成6个，它的排序会不一样。你也可以让它就显示2个，那么这个它是最好显示4个。那这里你还可以选择显示几列，这些都可以进行设置。那么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页面就完成了。当然下面如果说你还想再添加一些区域，不是没有问题，比如说单个的产品，那么你也可以在这上面点击加号，点一个标题，选择一个图像，直接把它往下加就可以了。好了，这儿我们一个首页就大概就完成了。我们点右上角的发布，这儿有个眼睛，我们可以点一下它来预览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可以看一下目前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这个也可以点，这里有一个箭头，我们把它隐藏起来，这也可以直接展示我们一个首页的一个全景。这个就是我们实时显示的一个样式。我们的首页除了我们的电脑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显示的这里是桌面端，那还有我们的平板端，还有我们的手机端。那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流量它都来源于手机端，那我们需要来更改一下手机端或者平板端显示的一个方式。有的时候它适合这个桌面端，但它在手机端显示不一定完美，所以我们需要来改一下。那怎么改？那我们这儿还是把它面板打开，点击上面的中间上的这里有一个，那我们先点平板端看一下，整体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看一下第一个区域，这里可以把它的边距改一下，比如说这边有点靠太边了边上已经靠拢了，这里选中这整个区域。如果不知道怎么选，那么还是找这个方法，点鼠标往上拉到顶，第一个结构。它是我们的第一个结构，可以看，当你选中的时候，这边上会出现一条粉色的线，这里会有一条粉色的边框，那证明我们已经选中。点这个高级设置，接下来点这里一个类距，将值连接在一起。接下来我们这儿输入一个50。OK， 可以看到整体它都往中间了，它就这边上就有一定的边距了。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字体太大，你还可以点这个笔，再点样式，点这个排版。字体是36，比如说你可以给它改成个30，这样它就显示的小一点，那没有问题。下面没有问题，这里点一下这个笔，这个标题我们可以让它居中，下面这个点这个笔，这个副标题我们也可以让它居中，这样也是可以的，就这样没有什么问题。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手机端，点这上面顶上，鼠标先拉到最顶上。首先它这个字太大了，我们需要点一下它的排版。那选中这个区域，选不中的情况下，还是我们点我们的容器，点这个样式，最好是点中间这个笔，点这个排版。字体是30，我们给它改成20。OK， 这个20就差不多了。上面这个调小以后，我们看一下它中间离得还有点远，中间的间距太宽了一点，我们还可以再来设置一下。上下的间距我们也可以来改一下。选中这个区域，点这个，这里有个高级，这里有个类距，这把值取消，区上20、50，区右10，区下也来个30，区左这里输入个20，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那可以看到它上下的间隔有点大，还是点这个笔，点这里一个，下面这里有一个行高，这我们可以给它拖一下这个行高，把它拖一下看看。OK， 这样它就靠拢了。那这样可以看到它就拉宽了。我们看一下，这样就差不多了。我们往下看，下面的更改方式也是一样的。这些如果说你觉得有问题，你也可以把它改一下。其实总体感觉还可以，就是字体稍微有点大。比如说鼠标往下拉，这个热销产品字体有点大，点这个笔排版，字体20，小了一点，25，这个25就差不多了。这个也是一样，字体把它改小一点。18大了就改成15，这样子，16，这样就差不多了，这就看起来就协调一点。改好之后，我们鼠标点击右上角的一个发布，再来我们改平板端、改手机端，那么它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电脑端，我们的电脑端它还是没有问题的。全部改好，记得一定要点右上角的一个发布按钮，我们的一个首页就已经完成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做一下我们网站的其他页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的页面，它除了我们的首页，还有我们的比如说订单查询啦、联系我们啦、关于我们啦这些页面。这个页面完成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给退出来了。你可以点击左上面，这里有3条横线，这里点退回到 WordPress， 再点这个 W。接下来我们要来设计一下我们的订单页面。订单页面我们要先来新建一个页面，这儿点击添加页面，那么这里就叫一个订单查询，点击这边的一个发布。那么这儿我们还鼠标回到左上角，点使用 Elementor 编辑。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编辑这个页面。接下来我们的这个页面就叫做订单查询页面。这里可以看到我已经直接进入到这个 Elementor 这里面来了。那么这个页面其实可以不用进 Elementor， 我这儿直接先点击这个左上角3条横线，然后点退出去。那我们直接回到后台，找到我们刚才创建的订单查询，点这个编辑按钮。
这个订单创建好订单查询，鼠标回到右上角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加号，我们点一下这个加号。同样我们在这里搜索一个减码，就是这个，我们点一下它。接下来我们需要把一个代码给它添加到这个里面来。那这时候我们回到谷歌来搜索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可以看到鼠标往下拉就是这样子，选择这个页面直接跳转到这里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来到这个页面之后，我们这儿把它改成一个中英文对照给大家看一下。接下来我们鼠标往下拉，这里它有告诉我们可以看到减码在这个 WordPress 的页面该如何使用怎么样，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其实差不多就在这个页面。再往下拉，这里就有一个显示购物车的页面，显示结账的页面，显示用户的一个账户页，还有一个显示订单一个跟踪的一个表单。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一个页面，我们这儿把它给复制一下 Ctrl 加 C。 那这里面的代码会很多，需要什么代码你可以直接复制，这些代码你都可以在这个WooCommerce的网站里面找到。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 WooCommerce 的一个网站。复制好之后，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个页面，回来之后我们把这个代码给它加进来。添加进来之后，点击右上角的一个发布，再点一个发布。好，我们点击左下角查看页面，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订单查询页面。这个订单查询页面，我们可以把它放入到我们的一个网站的导航栏里面。那顾客他比如说要查询他的订单，他就可以在这儿，比如说输入他的一个订单 ID， 就是一个订单号，或者说输入一个邮箱来查看物流的一个进度。那一个简单的一个订单查询就已经创建好了。这儿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把它关掉，这儿我们点 W 回去，回到后台。接下来除了订单查询页面，我们还需要比如说网站该有的页面，比如说关于我们还有联系我们的页面。那么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后台，在这儿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左上角点一个添加页面，这儿输入一个关于我们，左边鼠标回到右边，这里有一个默认模板，这儿我们再点击这里默认模板，这里一个倒三角点一下，这里我们选择一个 Elementor 全宽，点它。鼠标回到右上角，再点一下发布。那么大家知道，其实从头到尾创建一个页面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如果说你不想从头开始设计，我们可以直接去导入现成的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模板，我们可以去模板库里面去导入已经做好的模板，那只需要更改一下文字就可以了。那么鼠标回到这个左上角，还是使用 Elementor 编辑。那这里模板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之前大家下载的那个文件夹里面，大家可以直接上传进来。这儿我们看一下，它这里还稍微等待一下哈，还没有出来。如果你对做电商网站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来看我的这一期电商网站4小时的一期详细教程，它和这个稍微有点区别，这个是按需打印的。那么你可以直接在我的首页，在我的频道首页，在这个搜索框这里搜索一个电商网站，点一个 Enter 键，这里4小时的一个超详细的电商网站。好，我们看一下，这里已经出来了。在这儿我们可以点击中间，鼠标回到中间，这里有一个添加模板，点一下它，选择顶部，这里有一个我的模板，点一下它，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一个上传按钮，点一下它，这里选择文件，打开我们的 Email 的一个文件夹，再双击一下。那我们选下面的这一个文件夹，双击一下，这里再双击一下。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关于我们一个联系，这我们就点上面这个关于我们，双击一下，这里它会告诉你这个文件可能不安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不用去管它，你就算是上传任何文件，它这里都会这样显示的。我们直接点一个继续就可以了。这儿点一个启用和进口，点一下它，在这里它就正在加载当中，正在上传。OK， 那这里可以看到，这里已经上传进来了。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插入按钮，直接点插入。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已经这个模板，整个模板就已经导入进来了。那接下来就非常的简单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更改里面的内容，这些文字和图片。比如说这个图片不喜欢，我们点击上面的这个笔，这里点击选择图像，这里比如说我重新上传一张，点一个选择，这个就上传进来了。但是这个图片它的尺寸有点小，可以看到它是长方形的，那你可以选择一个这种正方形的，这样显示起来其实就差不多了。
那么这个文本这儿，比如说你可以点击这个，每一个修改的地方可以看到它都有一支笔，就代表这里是可以编辑的页面。点这个笔，比如说这里我就直接给它改成一个关于我们，这下面是关于我们的一个内容，这儿可以改一下。我们可以在这里来让它，我正在创建关于我们的页面，帮我简短描述一下，这样直接发送给他。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品牌名，我们这儿直接复制一下，回来粘贴到这边，把这个品牌名改一下，比如说我随便写个小鱼儿定制，你可以根据你的品牌来改你的品牌名，这是一个品牌名，相关内容你也可以看一下，不符合你也可以来删一下。可以看到这里字体大小不合适，这些刚才给大家讲过了，你点这个笔，点这个样式，这里点这个文字排版，比如说这个字你觉得有点小，那你可以再把它稍微拉大一点点，你也可以把这个字给它颜色变浅一点，或者说变粗一点，这里字体粗细啊都可以。那文本的颜色你也可以改哈，这是关于我们这样就 OK。这个其实改起来很简单，这些地方都可以改，可以看到有笔的地方，你只要换图片改文字就可以了，这儿就不再给大家细讲。那么下面你可以看到这些团队信息，你都可以直接改好之后，我们点击这个右上角的发布就可以了。现在我们鼠标回到左边，点这3条杠，点退回到 WordPress。那这里关于我们制作好了，接下来就是再点一个 W 退回到后台，再添加一个新页面，这里就是一个联系我们。这边模板这儿也是选一个 Elementor 全宽，点一个发布，方法都是一样的。我们再点这个左上角点使用 Elementor 编辑。接下来我们还是把这个模板给它导入进来，点击我的模板，点这里一个上传，点选择文件，找到这个文件夹，下面这个联系我们双击，点继续，下面这个就是点一个插入。 OK， 那这一个联系我们的页面也就出来了。进来之后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联系我们的页面也非常的简单。那在右边这儿有一个未找的这个表单，现在它是没有显示出来，这里我们先不用管它，我们先点一个发布。那我们需要去后台设置一下，还是点击这里，点左上角，点击退回到 WordPress， 接着点这个 W。我们鼠标可以看到在左边这里有一个联系，那我们点击一下它，这里有一个联系表单，下面这儿有一个编辑，我们点一下这个编辑按钮，可以看到在这个表单里面它要填一些信息，在这里面需要填一些信息，我们需要把它稍微改一下。那这时候你要去找的这个文件夹还是之前下载的那个，还是 Vinyl 的文件夹，你可以看到这个 Vinyl 2025双击一下，这儿 Vinyl 下面再点这个双击一下，这个文件夹再双击一下，在这个里面有一个上面的第一个，这儿我们点击双击一下，在这里面它就有，这儿有一段代码，我们复制一下，接下来我们把它粘贴到这个里面，点击右上角这边有个保存，保存好之后我们再重新点一下这个联系，接下来可以看到这个联系表单后面这有一段简码，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Ctrl 加 C。 接下来我们再来到这个页面，所有页面，找到鼠标往下拉，联系我们页面，使用 Elementor 编辑，这里后面这有个报错，这里我们点一下这个笔，把这段简码给它复制进来。 OK， 你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先点一个发布，那么这里就已经有了，这个地方就正确了。现在大家可能看这个表单不太好看，不太美观，这个没有关系，在视频的后面最后的时候我会教大家怎样把这个地方做得更专业一点。那么我们只需要放一个 CSS 文件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呢一定要看到最后。下面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地图，同样我们点这个笔也可以改，那你的公司地址在哪个地方，你就可以显示，这个地图就可以显示在那个位置。我们点了这个笔之后，比如说我们在这儿来在左边这儿来输入一个上海，你在输入的时候它这边就立马这个地址就会改变，可以看到在这里它就直接调到上海市了。当然可以看到这里高度你也可以把它拉长一点，你让它显示的宽一点没有问题，窄一点也可以，高一点也可以。设置好之后，接下来我们鼠标点击右上角点一个发布。好，这儿我们回到还是点击这里退回到 WordPress， 接下来我们鼠标回到左侧点查看站点，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是我们的首页。那这里首页我们的顶部还缺少一个
导航栏，那我们的底部也没有底部栏，我们所谓的一个页角也是空的。那么正常的网站都有导航栏和这个页角页眉。接下来我们就来设置一下，先来设置我们顶部的一个导航栏。那么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后台，鼠标回到左边往下拉，这里有一个外观，外观可以看到外观里面有个菜单，我们点一下它。那么来到这个菜单，这里有个菜单的名称，这儿我们选择一个主菜单，还有个显示位置，那么我们就这里选一个主要菜单，点击一个创建菜单。好，接下来我们在左边这里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页面，点击这里有一个，这是这里面所有的页面。那你希望你的菜单里面显示哪些内容？比如说像我们的首页一定要显示，关于我们要显示，商店也是需要显示，还有联系我们需要显示，那这一个订单查询也需要显示。比如说这里还有个，如果说你有创建博客，那么你也可以把博客加进来，这下面有一个博客文章在这下面。现在选的是一些页面，比如说购物车页面，我们鼠标点击这里添加至菜单，我们现在的这里就有这么多的页面。那这些顺序也是可以调整的，比如说我想让这个商店显示在第2，关于我们联系我们购物车显示在最后，比如说我想让这个订单查询显示在它是一个子菜单，那么它就会出现在联系我们的这个下面。那这里选好之后，我们点击左下角，这儿有一个保存菜单。接下来我们回到左边，我们可以点一个查看站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菜单。这儿我再刷新一下，这里还没有显示出来。刷新一下可以看到，现在这边我的一个菜单已经出现在这里了，它出现是在我们的靠右边。这前面是我的一个网站名称，这里首页商店，关于我们联系我们下面可以看到一个子菜单订单查询购物车，我们的导航栏就已经加载进来设置好了。那这里你可以看到点击这个商店，这里面还没有太多的商品，大家可以把你的商品都后期慢慢的加进来。这个商品还可以进行产品的一个分类。那我们回到首页，比如说我们想在这个商品里面给它分个类，在这里建2个子菜单，比如说我们的商店里面有什么东西，比如说有衣服有鞋子，肯定是需要分个类的。那怎么在这里创建一个子菜单？那我们还是回到后台，还是点击这里一个外观里面的一个菜单，我们在顶上这里可以看到，在右上角这里有个显示选项，把它打开，这里有个产品类别，我们把它勾上，再把它关回去。好，接下来这里产品的一个类别就出来了，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手机壳有 T 恤，把它添加至菜单。那么我的手机壳和 T 恤我们要把它放在我们的商店的下面，那这里我们把它拖上来，不要拉到最前面了，它就是主菜单，往后面一格它就是子菜单，还有一个 T 恤也把它拉上来，这就是2个子菜单。比如说如果说你还想再创建一个子菜单，你还可以往后，比如说手机壳里面又分什么手机壳，苹果手机壳、华为手机壳，那你还可以在这个手机壳里面再创建一个子菜单。这里我们就把它拖到这个地方，把这个订单查询让它拖回来，我们点一个保存菜单。接下来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OK， 那这里面可以看到有手机壳有 T 恤，这里这个产品的一个分类就已经加进来了。这个菜单它分2级菜单，还有分一些什么3级菜单，下面这个就是属于一个2级菜单，那上面这一排它就叫1级菜单，上面这一排这个就是2级菜单，也可以叫做子菜单。我们的顶部菜单创建好了，我们接下来要来创建我们的底部菜单。那么还是回到我们的后台，还是在这个外观，在这个菜单这里我们点创建一个新的菜单，这里菜单名就叫个副菜单，底部菜单1，这个名字你可以自己选，这里点一个创建菜单。我们的底部菜单一共分4栏，所以说这里叫大家取一个菜单1、菜单2。那第1栏这里它每一个菜单里面都有对应了不同的一个功能，比如说关于我们比如说结账、购物车这些，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添加一些。比如说我的第1个菜单，我可以让它是一个我的账单、结账，还有一个订单查询，这儿把它添加至菜单，那么这里就把它保存一下。那这里我们再点击创建一个新的菜单，比如说还是底部菜单，这个是底部菜单2了，点一个创建。那这个里面显示什么？比如说可以显示一些关于我们联系我们愿望清单啦等等，这些你可以加进来添加至菜单，这儿保存一下。那这儿我们还可以再创建一个新的菜单，
这里比如说我们是我们的菜单3，点击一个创建。这里比如说我们可以鼠标往下拉，产品的分类，比如说手机壳、T 恤，这里给它添加进来，点击一个保存。接下来再创建一个新的菜单，这个就是菜单4了，点击创建。那接下来比如说我们还可以选一些这些WooCommerce 的一些功能，这儿你可以点开它，可以看到，比如说下载地址、付款方式、账户详情，每个区块你都可以设定不同的功能。我们这里点添加至菜单，点一个保存菜单。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我们刷新一下，我们这样加入之后，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在下面看不见，我们要把它添加到我们的底部来。那怎么做？回到外观，外观里面这儿有个小工具，我们点一下它，我们来把我们需要的内容给它添加进来。我们再回到这边左边来看，比如说一个文本，这里面比如说有一个页脚小工具，我们点一个添加小工具。那比如说这里叫做，这边可以回到右边这里来编辑，比如说这个地方叫做关于我们。那关于我们这里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如果说你不会写，可以直接让 GPT 给你写。那么我这里其实已经让 AI 刚才帮我写好了，我这里直接复制一段，把它粘贴到这个下面。这里点击一个保存。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小工具，比如说我们的导航，这儿有个导航菜单，看一下这儿，比如说我们点页脚小工具添加到这里，这里标题，那么这个地方可以不用写标题，比如说这里选择，比如我们选择第一个，点一个保存。那我们继续选择这里导航菜单，添加小工具，这个时候选择我们的菜单2，点击一个保存。那我们一共有加上关于我们4个，这里已经加了2个了。那么接着选添加小工具，这就选底部3，点击保存。好了，这时候我们再来到首页刷新，大家看一下哈，点击左上角的一个刷新键。那么可以看到这下面还没有显示出来，可能是一个缓存的原因。这儿我再刷新一下看。那么大家也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其实这个方法有时候管用，也有时候它也不一定管用。点这个插件，有时候小鱼儿会试用这个方法。这里有一个缓存插件，这里我们把它勾选一下，这里有个启用，我们把它启用一下，它会优化站点，再勾一下它，再把它禁用，点一个应用，有的时候它就可以，我们的页面就显示出来了。接下来我再来刷新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儿还是没有显示出来，大家别着急，没有关系，等一会儿的话它会全部显示出来的。接下来比如说这里我们点商店，点这个 T 恤，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单独的一个页面，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一个产品它显示的是这种效果。我们的产品是显示在右边是一些功能，那我们这些地方我们需要把它优化一下，让它显示一些，比如说搜索产品，比如说按价格筛选产品分类，好评产品，比如说热卖产品等等，这些我们都要来进行一下设置。那这里看到我们这里随便选一款产品，比如说这个手机壳。那现在显示的左边是产品，右边呢这里是很乱的，现在没有什么，可以看到侧边什么商店小工具，这些是最原始的，我们还没有去改动它。那这儿有个默认产品的一个排序，我们这边稍微来给它设置一下。比如说我们这里显示一个筛选产品，比如说显示一个按价格筛选好评产品等等这些，我们把它设置进来。我们再回到鼠标，回到我们的后台，那还是点击外观，鼠标回到左侧外观里面的这个小工具里面。那还是在刚才设置底部栏的这个里面，这个它就是我们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侧边栏，我们要知道它是属于哪一种。这里主要侧边栏可以看到，这里 WordPress 的侧边栏。那么这儿我们要把它添加一些东西进来，比如说我们鼠标往左边看一下，搜索产品，把它这里我们选择 WordPress 的一个侧边栏，添加到小工具。那我们来增加第2个小工具，这里我们找一下。按价格进行筛选，在这里点一下它，这儿还是选择中间侧边栏，选添加小工具。还有按属性的，你在这边可以看一下，这儿可以看到有按属性筛选产品。如果说你的属性比较多，也可以按属性。下面可以看到这里还有按评级过滤产品，这里比如说按照好评率。那么这里加好之后，可以看这几个加好之后，接下来我们再点来看一下这边，如果说还有一个产品列表，这边也可以看一下。那这里你可以再加一个，比如说最近浏览过的商品，把它加进来。好，这边加好之后，看一下鼠标回到中间这个位置，这儿把它完成一下，点击这个完成。好，这里完成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到这里，这儿我刷新一下给大家看一下。那么这里我们还可以再加一个产品类别，这里加一个分类。好，这边把它完成一下，再点个保存的产品分类。
这儿就可以显示一下，拿菜单显示这里保存。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刷新一下，然后可以看到在这里，那上下的这个还可以把它，我们可以把它位置可以调一下，比如说这个分类，那我要给它放在最上面，浏览过的商品给它放到最下面。OK，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分类就在最上面，分类下面就是一个筛选产品类别，这里这样看起来就稍微要好一点了。包括可以看到这里，刚才还有一些它还没有刷新出来，比如说你浏览过的商品，那么在这边它也是能看到的，因为我们已经把它加进来了。那这时候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品是显示在左边，这个搜索栏在右边，这个小工具在右边，我们把它位置换一下，把商品给它放到右边来，把这个给它移到左边来，怎么操作？那等一下会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进行设置。接下来我们点一下这个店铺上面的首页顶部，这里有个自定义，我们点一下它。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站点身份，可以看一下这里，我们直接点这个三角进来。好，这儿我们要选择一个 logo。那你可以把你的做好的 logo 把它直接上传进来，这里可以直接选择 logo。这个 logo 如果大家没做，我们也可以交给 GPT， 让它来帮我们设计一个 logo。怎么做？接下来我就会给它一个这样的提示语，帮我设计一个关于 POD 方面的一个 logo。我的品牌名叫小鱼儿，直接发送给他，直接给我2个，这儿有提示词，让他再给我多一点2个绘图提示词，这里已经有一个了。或者说直接让它帮我生成了。这里我把这个提示语复制一下，这儿下面有个创建图片，点一下把提示词粘贴上去。这里等它先把上面的提示语先写完，这里直接发送，点击一个发送，它可以直接绘图。那么这儿我也复制一个，这里大家也可以用 Midjourney， 你有 Midjourney， 你愿意用 Midjourney 也可以，我就比较喜欢用这个 Pro AI。这儿点击 AI 工具。AI 图片生成，把提示语粘贴进来，比例就 logo 就是个1:1，直接点生成。那我把另外一组提示也给它来，这个绘图就是要多尝试。16:9，我这儿就改成一个16:9。小鱼儿看一下，这里有条鱼，这里加上了名字，再看一下 GPT 在下面生成出来的小鱼儿，这个也还行，比例让它改一下，16:9。这个其实也不错，这个还可以，我把它先下载下来，放大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挺有设计感的，里面有件衣服。GPT 现在更新之后，它还可以局部修改，你比如说点一下这里，这里有一个选择，这个位置我不想要，这里这个是个什么？这个不要，只需要一条鱼。在这个下面输入描述，删除选中部分，直接叫它删除。上面这组提示语，那这里它直接是在下面没有了，这个地方直接帮我改了，改成这样子了。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它是可以有修改的功能。你比如说放大它，这里有一个，你比如说这个字体你想要改也是没有问题，你可以把它选中，选中之后我让它改成这个小鱼儿来啊，这个我觉得最合适的就是还可以。现在生图都挺简单的，成功了，看一下。我刚才让它把下面的字母改成了一个文字小鱼儿，这里直接点击这个做右上角的下载，这就是2个 logo 图片，比较简单的2个 logo 图。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 logo 图需要把背景给它移除一下。那在这个 Pro AI 里面，可以你点击左上角这个工具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有抠图去背景，直接点它。这儿我们把我们的图片上传进来，把我的图片上传进来。直接点开始生成，那我可以再上传一张进来，那到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哪一张效果好。那我们把这2张图片都给它保存下来，这上面下载有一个预览下载，再把这个图片再保存一下，这是没有背景的。OK， 回到我们的网站，这儿点击上传 logo， 点击上传文件，选择，那这2个都可以给它上传进来，看一下哪个效果更好。这个第一个我对它一见钟情，这里才要看一下，你可以稍微往下面拉一点点，裁剪一下。OK， 看到这里我们的 logo 就加进来了。那么这个 logo 可以看到它有点大，那下面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logo 宽度，比如说你可以让它小一点，差不多这个样子就可以了。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平板端，也可以让它再稍微小一点点，差不多这个样子就可以了。再看一下手机端，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接下来回到我们的电脑端，这样我们的 logo 就设置好了。那点击左上角发布按钮，接下来这里发布好了之后，我们点到我们的商店，这里可以看到商店顶部它是没有任何选项的，
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显示一下我们的页面标题，比如说这里显示一个商店，关于我们上面显示一个关于我们，所以显示的页面标题我们还可以再设置一下。那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个三角点回去，这里有一个布局，点一下它，这里有一个页面页脚，点一下它，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页面页脚显示在后面有个按钮，我们把它打开，大家就可以看到顶部这里就出现一个商店。那么当顾客进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现在在哪个页面。那这儿有一个对齐文本对齐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让它居中。当然在后面我们还可以给它添加一个背景，这里选择一个图片，选择我们前面上传的这个，点击选择啊，让它显示这样的一个背景，看起来不会那么单调。顶部这儿可以看到还有个设计按钮，你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改一下标题的颜色，还有背景的颜色，还有鼠标下面背景的尺寸。我们背景重复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背景重复这里选择不重复，你看一下这样哪样好看，比如说默认它这样重复，有两边没有空白的地方也是可以的。背景的尺寸叠加平铺，那每一个你都可以看一下，叠加不重复。你可以显示背景的位置，比如说左中、左下、正中、右中，就这样显示也是 OK 的。这里你设置好之后，我们随便点一个页面，点一个关于我们，啊，这儿是不是已经有了关于我们，联系我们？这里你可以看到每一个页面它都拥有了这样的一个标题。接下来来到商店里面，这儿我随便点一件衣服，这里比如说我现在显示的这个手机壳，那么左边可以看到它图片显示在左边，右边是这些选项。我想把这个图片给它移到右边来，把这些移到左边去，怎么办？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鼠标往上拉，这儿有一个返回，那这里有个侧边栏，侧边栏里面有个产品档案页面，这里我们点一下它，我们选择左侧边栏 OK， 可以看到这样子它的产品就放到右边来了，左边就是侧边栏。当然你也可以改这上面这些按钮的颜色，侧边栏的宽度你可以看到也可以调整。比如说你想改这上面相关的一些颜色，怎么改？我们这儿大家看到目前为止这里只有一款商品，因为我只上架了一款商品，所以这边是空白的。如果说你还有几款，那这后面它还会显示，所以只有一款它就只显示一款。看一下，点击左边我们怎么改文本的颜色，再点击一个返回，这里有一个颜色主题颜色，看一下这里比如说你想改一下，你可以在下面输入你的一个颜色代码，比如说这儿我给它改成其他的颜色，这只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么我可以看到这上面它这里就改成一个绿色的了，这些地方改成绿色的了。那么这个颜色大家就看一下怎样跟你的 logo 这些跟你整体的页面来匹配一下，一定要让颜色看起来互相呼应。这个是主题的颜色，这儿我们点击一个，这里有个返回键，这儿还有文本的颜色，那你也可以替换。下面还有一个链接的颜色，那么这儿还有按钮的颜色，你可以这点返回，这儿有一个按钮的颜色，点进来，目前它是这个颜色，比如说我们点一下它，你可以把它换成这个颜色，看一下，直接把它换成绿色也是可以的。再我们点一下返回，在文本的颜色这些都可以改。接下来我们还可以来设置一下这个 WooCommerce 里面的产品目录，这我们点击进来，比如说这里一个产品目录，这里下面可以看到，比如说你每行商品显示的数量，这儿我选的是3，因为这只有2款产品，正常这个后面还可以显示1款，你也可以把它改成4，这里改成4也是可以的。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你可以拖动这个来改，这里就显示4它就变小了，3款其实是差不多的，3款。这里我们这现在是 PC 端，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平板端显示2款是刚刚好，我们手机端显示1款就可以了。那这样我们都可以到这里来进行一个设置。那我们可以看到顶部这里还有一个收藏按钮，我们也可以来改一下它，比如说我们改一下它的位置。那么我们还是点击左边的返回键，这里有一个商店存档，可以看到这儿有个心愿单按钮，点一下它。目前可以看到它是这种，那你也可以让它显示在下面。OK， 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的正常人的一个平时的一个习惯，喜欢点这个右下角收藏，那这个收藏按钮就跑到右下角来了。当然这里还有一个不显示的，这个最好把它用起来。那这儿我们选一个产品来看一下。接下来如果说我们想要更改单个商品的一个背景怎么改，我们点击返回一下，比如在我们任意点一个商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一个单个商品的一个背景，可以看到它的背景是白色的，
这样我们想给它加个背景怎么加？还是找到这个布局，那么返回到这个页面，点 WooCommerce， 点单个商品。那这我们点一下常规里面可以往下拉，有一个内容背景，这里我们看到它是白色，你点一下它。比如说我想给它加个淡淡的黄色，那么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就加上来了。这就是给我们整单个商品添加颜色。比如说换成一个灰色的，这就加了一个背景哈。那加背景就是这样加的。这儿如果你需要额外的样式调整，比如说我想让这个表单这些让它或者按钮这些变得更好看，之前给大家讲过，我们可以放一个 CSS 代码放进来。那这个代码在哪里？也是在之前我们下载的这个文件夹里面。那我们找到这个文件夹，这里有一个 CSS 点进来。那我们这儿把它全选复制过去。那回到这个页面，点击鼠标往上拉，点这里一个返回，再点一个返回，最底下这里有个额外的 CSS 点进来。接下来我们就把它粘贴到这个里面。粘贴进来之后，我们点击一个发布。这时候我们可以点一下刷新键，刷新键就在左上角这里有一个刷新键。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按钮以及一个配色就变得好看了很多了。它会优化我们按钮的一些颜色。大家看到，其实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每个页面，你可以看一下，其实这些页面上面有一个标题都挺好的。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的联系表单现在也变得好看了。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优化过后，它的呈现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回到我们的首页，那我们在上面出现了一个首页，其实这个位置我们是不需要的。那么这个标题我们怎么给它去掉？首先回到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点击页面，这个里面它会显示我们所有的页面。那么我们鼠标往下拉，找到首页这里，找到下面一个编辑按钮。那这个首页我们鼠标回到左边，看到下面这里右下角这里有一个，这是右下角这里有一个页面页眉，这里自定义设置，我们把它这里有一个禁用，已禁用，点一个保存。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到页面看一下，刷新一下。OK， 这个首页没有了，禁用掉了，这里就不会显示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的页面，可以看到它是仍然存在的。关于我们，联系我们，这个地方这个首页就没有了。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首页这儿就不用显示。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鼠标往下拉，我们的页脚还是空空的，页脚还没有。那么我们要去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页脚，那还是在这个页面，先选择一个布局，然后这儿我们选择页脚。那小工具列这里我们选择4列，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下面4列显示出来了。那么这里还有一个版权，这儿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版权，比如说是小于22026。这个是在这个下面，在这个最下方这里显示的，就是我们页脚最底部这里，这是一个版权声明，你可以手动来改一下。那么改好之后，我们点击一个发布按钮，记得一定要点一个发布。好，那这里点一个叉，关掉。接下来我们鼠标回到后台，点击左上角查看站点，那么我们的页脚菜单有了。我们鼠标往下拉，我们的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顶部菜单栏有了，鼠标往下拉，我们的页脚也有了，每个页面都已经设置好了。这个就是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搭建的一个按需打印定制的一个网站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教程，希望对我们有需要的朋友能够有所帮助。本期视频用到很多的工具，我都会把它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大家记得一边做一边打开，跟着一起来操作。那如果说你想要做一个跨境电商，或者说你想要做一个在线商城，那么避免不了呢，肯定是需要拥有一个收款账号。这之前小鱼有给大家分享一期这个申请Stripe账号的教程，大家感兴趣的伙伴可以来这里看一下。那更多的一些从零开始搭建网站的教程，大家可以到我的顶部来搜索。比如说你在我的首页这儿有个搜索框，比如说直接搜索一个博客网站，那么你搜索一下，你就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一些课程，这是博客网站。那今天小鱼儿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小鱼儿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那也可以把它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